播讲竹溪暖阳。卷首语：人淡如菊，素雅如莲。这8个字在当世恐怕只有杨绛能当得起。杨绛的一生正如江南的一枝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他淡泊名利，不争不抢。他厌恶人间的清雅，他一辈子甘当一个伶，甘做一件隐身衣。他引起西方的俗谚，将人世间的清雅称为蛇颈，个个都伸着头想要往上爬，而他宁愿陆沉，万人如海一身藏。她出身大家，学问极好，但为了丈夫的事业，她甘心情愿地做灶下婢。她和钱钟书的婚姻美满，羡煞我们这等俗世男女。钱钟书曾赞扬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在自己的作品《人兽鬼》的序言中称赞她绝无仅有的结合了无法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所能做出的最高赞誉了。面对钱钟书的预期癖，杨绛自己曾在100岁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在这篇文章中，他如此说道：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3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不惜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钟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这是一位100岁老人生命中最后的独白，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对自己最看重的事业的评价。他为中国的剧作、翻译等领域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却并不看重这些世人眼中的名誉。他受过西洋最好的教育，曾留学牛津、巴黎大学，然而他骨子里对传统价值的尊奉，或许这才是他赢得众多中国读者喜爱的原因吧，至少是之一。2016年初夏5月25日，杨绛先生走了。一瞬间，我置身于难以置信的恍惚和早就应该有所预料的矛盾中。太突然了，仿佛消息是藏在特洛伊里的木马，突然之间就冲进来，将我们心中的最后一丝抵抗杀个片甲不留，毫无还手之力。事情就这样降临了。他走了，带走了一个书香久远的时代。他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最后的优雅与温度。从此后，我们只能从纸张里触摸那个时代的纹理。他走了，世间再无我们仨。我们或许可以稍感安慰的是，他终于回家了。他洗净100年来在尘世上沾染的污秽，干干净净、朴素而庄严的、从容地回家了。2005年1月6日，
我由医院出院，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生前，他曾经将自己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公寓称为人间客栈。是的，没有了女儿钱媛和丈夫钱钟书的家，已经难以被他称为家。还在钱钟书病重的时候，他就曾跟人说，钟书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后来我们仨失散了，只剩下他独自在人间跋涉。他说他要洗净灵魂沾染的污秽之物，清清爽爽地回家。他做到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播讲竹溪暖阳。第1集，桨声灯影里的流年。静好小时光。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脱离了它最初的地理概念，一转身，它是最具人文气息的文化符号。鱼米之乡，经济富庶，仓廪实之荣辱。这里的人们对读书教育有着与生俱来的执着。江南历尽百劫，屡放光彩。她如一位安静娴雅的女子，从王谢风流里出走，从江南可采莲里风动荷香地走来，从富春山居图里走来，如《红楼梦》中人，莲步款款，走向了1个世纪前的中华民国。江南世家多为书香门第，人杰地灵，一代代为中华文明贡献了各式各样的人才。江南尤其盛产作家、诗人、艺术家，大约是这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拎出来的人也是水灵灵的缘故吧。翻看一下民国的才女们，多为江浙一带人。张爱玲如是，林徽因亦如是。林徽因出生在杭州，曾经在清华园里和林徽因做过邻居的翻译家、作家杨绛，也是讲一口吴侬软语的吴地人。杨绛本名杨继康，江苏无锡人。他们家世居江南名城，祖上或做个清廉的小官，或为饱读诗书的读书人。用杨绛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家属于寒素之家。杨绛出生的时候，上面已经有好几个姐姐了，他排行老4。他的到来起先并没有引起父母的格外惊喜，毕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父母的精力有限，很难照顾到每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但小小的杨绛很快就获得了父亲格外的宠爱。她凭借的不是撒娇卖萌的女子天性，而是和父亲心性的接近。一个人一生的因缘际会，看起来是许多个偶然促成的，但我们若往回倒带，便会发现，在那么多的偶然背后，藏着一个个必然，像草蛇灰线，埋伏千里。杨绛的一生也是如此。世人现今提到他的时候，总习惯性地连同钱钟书一起。的确，他们夫妇俩珠联璧合，文坛上罕见的双飞燕，一辈子相濡以沫，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自然也相互影响。不过，抽丝剥茧地回溯杨绛的生命，我们会看到他的背后，除了钱钟书，还站着一位了不起的人。他就是杨绛的父亲杨荫行。杨绛的父亲杨荫行，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在是个思想开朗的父亲之前，他首先是个思想西化的青年。杨绛曾撰文说过，自己的父亲属于维新派人物。杨荫行温文尔雅，
庄重威严。早年他考上了北洋公学，后来的天津大学，但是还没等到毕业就被开除了。由这件事可看出他的个性来。后来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这篇散文中这样写道：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闹风潮就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有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风潮就此平息。后来他转学到南洋公学，今日之上海交通大学，2年后幸运地被选为6名赴日留学生之一。在日本，他先就读了语言学校，继而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法学方面的课程。和那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日本他接受了最初的思想启蒙，震惊于清王朝的腐朽衰落，同时也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刺激，改革图存的心一再搅动这位青年知识分子。杨荫杭归国后，因宣传革命思想遭到通缉，为了避祸再赴日本，取得法学学位后远走美国，并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再次归来的杨荫杭不再像早年那样激进，但因学习法学而种下的嫉恶如仇、追求公平公正的思想却维持了一生。杨荫杭历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一职。任上，他秉公执法，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不惜得罪权贵，并因此而丢官。当然，这都是后话。杨荫杭热爱读书写作，笔名老普。他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曾影响了一代青年。小杨绛耳濡目染，非常喜欢读书。杨荫杭自己喜欢音韵学，但他对孩子们的教育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自由态度。杨绛喜欢的和父亲不一样，不要紧。他喜欢文学，词章小道，父亲就给他买来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如果他对某本书表示出了强烈兴趣，杨荫杭就会拿出那本书，悄悄地放到他的桌子上。有时他得爬着手扶梯到书橱的顶端取下他想要的书。如果他长期不读，那本书就会不翼而飞，这是对他无声的谴责。杨绛一直到中学都还分不清平仄，按理说杨荫杭应该教他，毕竟他是研究音韵学的行家里手，但是他没有，他只是说不要紧，大了自然就懂了。后来杨绛果然无师自通地懂得了平仄，他每天隔着窗子考察他的平仄情况，他答对了他就哈哈大笑表示满意，他答错了他依然哈哈大笑。有一次杨荫杭问杨绛：阿季，如果3天不让你看书，你感觉怎样？3天都白过了。小杨绛如此答道。杨荫杭继续问他：如果1个星期不让你看书呢？1个星期都白过了。我也是。父女俩会心一笑。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常常是如杜甫的诗句所言的那样，润物细无声。杨绛自幼雅好诗文，尤其喜欢读诗。杨荫杭喜欢杜甫，
年幼的杨绛不喜欢。随着年龄渐长，阅历渐渐丰富，他理解了父亲，也理解了杜甫为国为民悲天悯人的情怀。后来杜甫成为他一生最爱的诗人。这些来自童年的纸上静好小时光，日后都化作他抵抗孤独、消解磨难的不二法门。一个人若是学会了阅读，他便不再是单独一个人，他的身后站着古往今来的各路大师。阅读让一个孤独的人成为一支无往而不胜的军队。杨绛后来将阅读比作串门，高兴去哪家串门就去哪家串门，谈得好了就坐一会儿，谈得一般即可拔腿就走，也不用看彼此脸色，真是一件赏心悦目又大有尽意的事。想象一下那些书架上高贵的灵魂，那些汇聚着作家无数生命的慧语卷言，当你翻开它们，一张张面孔便重新活过来。他们个性经历各个不同，或幽默，或严肃，或深刻，或优雅。他们的生命早已结束，然而精神遗产却一直如涓涓流水，流入我们的血脉中，丰盈我们的生命。恰如我们今日来读杨绛一样，当年滋润过他的人，如今借着他的精神，又来滋润我们的心灵之所。或许这正是阅读的价值所在吧，至少是价值之一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二集，河的传承。以色列诗人阿米亥说，孩子是我们射向未来的一枚炮弹。俗谚又说，父母在，我们尚有来处；父母不在，唯有归途。我们是父母留在世上的一双眼睛，父母则是照见我们未来的一面镜子。所谓3岁看老，这句老话虽然说的不免绝对些，但也不能说完全无道理。有个笑话讲，俄罗斯美人年轻的时候高挑美丽迷人，叫人看了真神魂颠倒。然而你若想知道她老了什么样，只需要看看她的母亲即可。这大约就是镜子效用的实际功能。杨绛的一生优雅从容，无论怎样的磨难，怎样的惊涛骇浪，他都微笑着走过。他学问渊博，却又甘心给钱钟书做起了造下壁。这些令我们后来人多少有些迷惑的地方，其实都能从他童年的经历里找到因子。一手拿烧菜的锅铲，一手握写文的笔，样样玩得转。如果说爱读书、喜欢写作，受到父亲杨荫行的影响较多，那么生活方面则更多受到他的母亲影响。杨绛母亲唐须英和父亲同龄，也是无锡人，知书达理，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她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和她一起做了同学的还有杨绛的三姑妈杨荫瑜，以及后来成为章太炎夫人的汤国黎。唐须英为人低调，杨家是个大家庭，子女众多，又兼后来2个姑母也和他们一起住，家庭关系之复杂，可想而知。杨绛的姑母脾气古怪，难伺候，就连下人们都受不了了，跟太太唐须英抱怨，再这样他们可要走了，实在做不下去了。这时候都是唐须英出面来抚慰他们，调解大家的关系。此外，一大家子吃喝拉撒，什么事情都靠母亲一手操办。缺衣少食了，永远找这个闲不住的母亲。在杨绛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在忙，很少有清闲的时候。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看小说，
就算是他休息时间了。很多年后，这种绝活被杨绛所继承。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哎呀，阿季的新棉衣还没有拿出来。”就是这样一句寻常话，然而那一次却被杨绛听进了心里。他独自躲在暗处，悄悄地抹眼泪。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哭，他只是瞬间长大了，懂事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瞬间吧，不鸣则已，洞见了父母的衰老，或感受到他们的艰辛，不知不觉就心软落泪。唐薛英温柔宽厚的个性，犹如润滑剂一般，让这个大家庭少了不少摩擦。所有的孩子他都疼爱有加，和颜悦色，从不对孩子们疾言厉色。他喜欢看《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也爱看新小说。有一次，他看了一会儿绿衣女士的《绿天》，微笑着说：“这个人也学苏梅的调子。”杨绛听了又惊又佩服，告诉母亲说：“这个人就是苏梅啊。”忙里偷闲看看书，竟然能从众多女作家里辨别出某位作家的调子，这种洞察力不能不说敏锐。杨绛的父母虽是旧式婚姻，但是却极为罕见的恩爱融洽，两个人一辈子总有说不完的话。杨绛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过他们吵过一次架。就是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总有委屈憋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1898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混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别插嘴。老小是无锡土话，指小孩子。他们谈的话可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事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惊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扯到什么人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事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多年后，杨绛在和钱钟书前往欧洲的轮船上，因为一个法语单词的发音争执半天。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位懂英语的法国太太来做裁判，结果是杨绛赢了。然而他却半点也开心不起来。他从小耳濡目染父母的相处之道，中国人最讲究一个和字，何况夫妻之间多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少有大是大非的判断题。这时候两个人若坚持凡事都要争个你死我活，真是伤感情，也完全没有必要。没有赢家。这件小事给杨绛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后一生，他和钱钟书相濡以沫，再无争吵。不能不说，是自童年时他就接受了如何持家的这一课。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中所言，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有时幸福也像一组遗传密码，以极为隐蔽的方式传递到我们的下一代身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3集，故乡的温度。杨绛的一生可算得上是3朝元老。他出生于1911年的北京，那时还是清王朝。他成长求学于民国时期，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则是在新中国度过的。当我们谈论着诗和远方的时候，当我们对安稳的生活表示了乏味和厌倦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看一看杨绛的脚印，看看他如何在颠沛流离中，在不断的搬家迁徙中，度过了人生前半叶。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好似一本包罗万象的书，那么杨绛这本厚厚的人生之书的前半部分，关键词几乎被漂泊和读书填满。他的童年与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十分不同，但相同的是个人的渺小，如一粒流沙，随着家国命运的流转而流转。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杨绛对祖国的爱，起先是在一首首诗词里，然后是一双脚跟着父亲的宦海沉浮，在丈量各地风土人情的同时，对大好河山的爱，对自然的亲近也自然而然地生发了。此后几十年，杨绛称自己第一爱大自然，第二爱艺术。不得不说，他的轨迹从童年时就开始了。民国初年，杨荫杭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一职，一家人生活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古城。后来因本省人士要回避本省官职，杨荫杭就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一职，一家人又生活在杭州。不久，因父亲坚持司法独立，得罪省长屈应光，杨荫杭被人诬告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若不是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是他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杨荫杭非但丢官，恐怕人身安全也难保证。袁世凯亲笔写了4个大字：此事好人，这才挽救了他。他随后被调往北京任职，举家跟着他的职业变动，又拖儿带女的北上。小杨绛5岁开蒙，读的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当年女师大的校长正是他的3姑母杨荫瑜。杨荫瑜婚姻不幸，从夫家出走后就一直单身，靠的是哥哥杨荫杭一手培养。他走的也是和杨荫杭差不多的路线，先是在日本留学，后到了美国留学。归国后，一心想要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一番作为。用杨绛的话来说，那时的姑母还不是个脾气怪癖的人，那时的他还是姑母所喜欢的孩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他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掉了好些米粒儿。3姑母走过，扶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3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2撅小短辫儿。他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他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当年女师大的校长正是他的3姑母杨荫瑜。小时候的杨绛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活泼快乐，模样清秀，白净净的，煞是喜人。父亲在北京先后任职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缠身，很少有陪伴他的机会。好在有女高师的学生，他们会带着杨绛到大学部玩耍，
陪他荡秋千，荡得很高很高。小小的他又是兴奋又是害怕，但是小人儿已经知道了要面子，害怕从来不肯说出来。有一次，女高师连演3天戏，他们需要一个小花神，小杨绛被请去饰演戏里的花神。他被大家用心打扮，在众人面前上台表演，大家都围着小花神，众星捧月的感觉令小人儿十分得意。他的天真可爱为他赢得了所有人的欢喜。很多年后，杨绛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用无比诚恳的语调说，这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姑母的缘故，他不相信那么多的孩子中，他是最聪明、最漂亮、最讨人喜欢的那一个。童真的时光如指尖流沙，不知不觉间丝丝溜走。如果不是后来的一场变故，小杨绛的童年大约就在北京度过了。杨荫行在北京任职不久，旧疾复发。这一次他得罪的人是交通总长许世英。一个人的个性一旦养成，总也是难改的。就像杨荫行的刚正，他对司法公正的维护之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触犯权贵。他非但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反而变本加厉，总是尽可能地行使手中的司法权杖。许世英受贿被捕，在1916年5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行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总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1919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就这样，小杨绛不得不告别他快乐无忧的北京童年，开始跟着父母南归。故乡无锡的山山水水，在他的头脑里还只是一团想象，模糊不清，只能从父母的乡音里触摸它的温度。如今，他们要归来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播讲竹溪暖阳，第4集，大王庙的快乐回忆。南归的汽笛已经鸣响，这个决定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仓促。父亲大概是对整个政坛失望了，竟然等不及辞职的准许，就要回无锡，回到那个钟灵毓秀的江南。许是那桨声灯影里的一水一舟，能抚慰游子的离愁，养育出水灵灵的儿女来。父亲的决定对小杨绛来说，就显得更加匆忙，无所适从了。多年后，他还能记得，那是一个清晨，他在院子里玩耍，突然就被告知他们要举家南归了。来不及告别那些童年的小伙伴，那些带给他人生最初欢愉的一草一木，这些都令小小的他感到些许忧伤。有关人生，他第一次尝到了复杂的滋味，那是离别的味道。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他遇见一个平素交往并不多的同学，可能借着离别的愁绪，他忽然间生出别样的深情来，心里暗暗希望能借着这个同学告诉他班里的小伙伴们，他要回南方了。怀着这份惆怅的心情，他看见了月台上人头攒动的人群，那些都是自发来为父亲送行的人们。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那时从北京到无锡，
真可算得上舟车劳顿。他们要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乘坐轮船到上海，再换一种拖船从上海到无锡。这样一路，一个大家庭人口众多，其辛苦和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孩子们又多，码头又乱，人多口杂。一向照应全家人的母亲累倒了，她晕车，吐得七荤八素。照应孩子们的重担自然就卸到了洋银行的肩上。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母亲的乡音抚慰一家人行旅的劳顿，一番折腾，他们终于回到了无锡。他们的家，一所新租来的房子，厨房的外面就是一座桥，杨绛可以不用出家门就能看到桥下来来往往的船只。这对于刚从北方归来的他来说实在太过新奇。江南，人家近枕河，那些诗画里的江南第一次这样贴近自己的脉搏。他要读书了，进了当地一所小学，名叫大王庙小学。也不知先前供奉的是什么王，因着有一座庙，所以干脆就叫大王庙小学。学校很小，教室只有一间，几个年级的孩子一起读书，教员更少，只有2人，一个是校长，一个是老师。然而这么少的教员中，居然还有一位惹人厌憎的。这老师姓孙，因着一个葫芦瓢似的头，背地里学生们都喊他孙光头。孙光头喜欢拿着一根教鞭打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挨过他的打，因此学生们很讨厌他。但他唯独没有打过杨绛和他的弟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比别人乖巧伶俐，而是因为孙光头以为他们毕竟是当官人家的子女。中国人对权力的畏惧实在古已有之。作家阎连科曾经写过他故乡一个人，那个人如阿 Q 一般头上生疮，因此也就渐渐地秃了。任何人只要在他面前调侃他的秃头，他不管是谁，逮住人家就要打。唯有一次例外，那一次他像往常一样，刚拿着板砖准备砸向那个取笑他的人，突然发现那是一个干部，他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扔掉板砖，喃喃走开。孙光头和阎连科笔下的那个同乡一样，他的被人厌憎看起来似乎是他应得的。同学们因为恨他，在女生厕所的墙上画上孙光头的像，大家都对着那画像拜拜。起先杨绛没懂这个动作的意思，以为既然是憎恨，又何来的拜拜呢？他想着该是同学们惧怕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讨好他吧。孰料他们告诉他，这是要炖死他。炖在无锡话里就是让人倒霉的意思。这个孙光头不仅爱打学生，上起课来水平也惊人。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解释成儿子说。但是大王庙小学依然带给杨绛快乐的回忆，那些童稚的时光，游戏的时候是最有趣。我和女伴玩关打捉贼，北京称为关打寻美。我蔫就蔫的贼，拔腿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地说，我是贼呀。嗨，快别作声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我这个笨贼急得只要挣脱。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啊。他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坐着，别让人看出来。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我告诉他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他们说，女老小姑则，也就是女孩子家不兴的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办？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复宣，复读作步。一个说，到女生间踢踢毽子。大庙东午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快乐的时光转瞬即逝，一天眨眼就过了，一月一年，也是迅疾的让我们措手不及。但当时的记忆却历久弥新，半个世纪都过去了，杨绛依然记得那时的感受，回忆道，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5集，无忧年少不知愁。孩子是没有忧愁的，像一枚充满希望的邮票，不论经过多少里路，经过多少双手，他们首先感到的总是新鲜好奇，而非愁绪和苦恼。童年时，孩子们最盼望的也许就是过节了，因为可能会有可口的美食和令人羡慕的美服。然而，窘境中的父母最惧怕的就是这个了，但他们没法对孩子们言明。那巨大的压力便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头顶，对此年龄尚小的孩子一无所知。小杨绛也是如此。他们回到无锡不久，家里的要紧人，无锡话里指养家人杨荫行突然就病倒了，来势汹汹却又莫名其妙，检查不出病因。杨荫行像梁启超、鲁迅一样，因为在国外生活学习过，又读了大量的西方典籍，将愚昧落拓的旧中国和欣欣向荣的西方一对比，难免不痛心失望。他笃信西医，生病的话死活是不肯要中医来诊治的。鲁迅是因为少年时曾出入当铺药铺，眼见着家底抽空也没能挽救父亲的病，更兼他在日本留学时学的就是医科，因此他并不信赖中医。梁启超更为著名的例子，则是因协和医院的误诊而丧命，但他即便在得知自己命不久矣的情况下，仍然以罕见的宽宏大量原谅了西医的错误，因为他觉得西医刚来中国不久，要给他们生存的空间。杨荫行的心里大概形同以上2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对中医十分拒斥。他只是发烧，情形越来越严重。当年的无锡城，全城只有一个西医，那是一位外国人。他每次来都是抽血，然后取一点大便，因为当时条件所限，他要送到就近的上海去化验，这一来一回就要1个星期才有结果。假如能有结果倒也是好事，问题是没有。反复检查了2次，愣是什么病因也没有找到。杨荫行彻底病倒了，发烧不退，严重的时候神志已经不太清醒。一家人心急如焚，母亲唐须英实在忍不住，自作主张的请了无锡城里一位有名的中医来把脉。医生一把脉就十分确定地说得了伤寒病。唐须英流泪恳求他开个方子，医生却摇摇头拒绝了。可想而知，杨荫行当时的病已经严重到怎样的地步。医生不开方子，就意味着无药可救了，大抵是可以准备后事的意思了。杨绛后来回忆道，
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起。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西医又过了1星期才诊断是伤寒，父亲已经发烧的只说荤话了。他开始说的荤话还是笑话。他看我母亲提了玻璃泥壶出去，就说：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荤话渐渐变为鬼话，说满床都是鬼。家里佣人私下说：不好了，老爷当了城隍老爷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如此这般，几乎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一家人乱作一团。中国人都知道，人在行将就木的时候会说胡话，尤其会看见鬼。杨荫行的这个表现像极了大限将至的人。家里的顶梁柱就要倾覆了，这个家也面临灭顶之灾了。然而小孩子们还不懂得生死的厉害，也不会想到死神此刻就站在自己父亲的身后，仿佛随时准备带走他。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我父亲的老友华师傅先生也是有名的中医，当晚也来看望。他答应我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我母亲始终把华师傅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不过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大除夕，我父亲髌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椅子上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吃了年夜饭。父母一生恩爱融洽，对杨绛的影响真可谓润物细无声。半个世纪以后，当他的伴侣钱钟书先生病重的时候，他也像母亲伺候父亲这样须臾不离，这都是后话。在当时，谁都害怕杨荫行真的一病不起，来看望的亲友无一不摇头叹息，这是家里的要紧人啊。当时的杨荫行不仅要养活自己的妻儿，还要养活杨绛的一位婶子和一个堂妹。因为他的叔父走得早，留下的妻女自然而然地落到杨荫行的肩上。杨荫行满以为自己回到南方后可以另找工作养家，却不料生了这样一场大病。用杨绛的话来说，当时的社会，病人哪有公费医疗呢？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所幸的是，杨荫行有2位旧友时常来看望他们，资助他们。不敢想象的是，杨荫行若一病不起，这位文学史上的才女又将迎来怎样的人生？对此，杨绛自己也是有过设想的。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杨荫行病愈后，一家人就想着另外换个房子住。经亲友介绍，他们带着杨绛一起去看了位于流芳生巷的一处老宅。那所老房子的主人正是日后成为他夫家的钱家。这是他第一次进钱家的门，尽管他没遇见钱钟书。后来他这么跟他说，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2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
钟叔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罩墙，罩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6集，恰同学少年，学在启明女校。无锡在当年毕竟是江南小城，那时它甚至还不是一个市，只被称作无锡县。它今天所属的位置，一半为苏州管辖，一半为常州管辖。像杨荫杭这样的人才，在家乡难有施展抱负的平台。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他决计到上海去寻生活。1920年，不满10岁的杨绛跟着父母迁居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杨荫杭在上海谋到的职位是申报馆的副总编辑。就这样，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已经是小大人模样的杨绛，要跟着大姐、三姐一起到上海启明女校去读书。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地址在徐家汇天耀桥路。关于这一段往事，杨绛在他的一篇名为《我在启明上学》的散文里有过绝佳的叙述。我10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其实我实足年龄是8岁半。那是1920年的2月间，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大姐姐也愿意带着我。那时候我家在无锡，爸爸病重刚脱险，还在病中。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1920年2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12岁，三姐大我5岁。大我8岁的二姐是3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妈妈心上放不下我，我却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妈妈说：“阿基，你的箱子有了，来拿。”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妈妈再次问我：“你打定主意了？”我说：“打定了。”“你是愿意去？”“我愿意去。”我嘴里说，眼泪簌簌地直流，流得满面是泪。临走，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我从未有过属于我个人的钱，平时只问妈妈要几个铜板买东西。这枚银元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我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元藏在一起作伴。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2件宝贝随身带着，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才把那枚银元交给大姐收藏，已经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2018年的冬天，其实按阳历早已经是2019年了，快到年底了，眼看着就快过年了。那个深夜，我们站在天耀桥路等待一辆出租车能带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因为年关将近的缘故，许多出租车司机都回家了，我们居然等了近1个小时。天有些冷，站着无聊，我们回转身，看到身后的建筑上有一块文字，凑近了看，
居然是启明女校的校史，这里居然是杨绛的母校，说来也是万事皆有因缘。启明女校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杨荫行将自己的几个孩子送过去呢？我们从杨绛的回忆里最能看出她的魅力来。启明女校原先称女塾，是有名的洋学堂。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啊，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也就是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10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孩子的离愁是短暂的，易逝的，因为孩子们对新生活的适应力明显好过成年人，就像父母和孩子的分别一样。父母因为牵挂思念孩子会抹眼泪，牵肠挂肚，直到再次见到孩子。但孩子多数不会，只要新生活比较愉快，转瞬就淡忘了对父母的思念。不久，我便融入了我的新的世界里，把大王庙抛到九霄云外了。我的新世界什么都新奇，用的语言更是奇怪。刚开学，老学生回校了，只听得一片声的旺旺母母，这就等于说母母您好。修女称母母，管教我们的都是修女。启明女校对学生们的管束确实相当严，比如吃饭不许说话，每顿饭后不许留在课堂里，要出去散步游玩。自修时若想上厕所，也得要经过母母的允许。如此等等，养成了杨绛后来十分自律的个性。等到晚年的时候，他回忆起启明女小的时候，总是十分动情，认为自己身上很多优良个性都得自那所学校的培养。除了自律外，尚有待人平等和仁爱，这些都是那所教会学校所馈赠的精神礼物。杨绛一生待人善良，总是竭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不仅对人，就是对待一只狗、一只猫，甚至一只鸟，都是如此。他对待一切生命都有诚挚的深情，他为狗狗猫猫们都特别撰写过文章，读来令人感动。这些也跟启明时期习得的观念分不开。不过当时的学校生活尽管快乐，他仍然会时不时地想家。尤其每个月的月头礼拜，也就是每个月的第1个星期日，凡是上海的学生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由家里人接回去了，留下的小鬼没几个，杨绛就是其中之一。管饭堂的母母知道他们不好过，便把吃剩的点心送给他们，可是直吃的嘴角发酸，口里的糖果也解不了心里的苦。在启明过了段时间后，有天大姐突然神秘地接他和三姐出校门，他们要去的地方在九江路的申报馆，那是父亲杨荫行工作的地方。能见到父亲真是太开心了，尤其父亲还带着他们一起去吃大菜。所谓大菜，在杨家过去是挨 K， 料不到今天父亲是真的带他们去吃大菜。他从未吃过西餐，不会使用刀叉，一顿饭就在装模作样、紧张又兴奋的心情中结束了。他学着父亲的样子使用刀叉，可还是学错了一样。他不知道吃汤要一口气吃完，总是吃吃停停。每每侍者想撤走他的汤的时候，他又开始吃汤了。父亲十分温和地跟他说，
吃不下的汤可以剩下。归途中，父亲和姐姐自然要笑话他的吃汤，问他什么最好吃。他因着紧张的缘故，早已忘了菜的滋味，只记得冰激凌好吃。果真是个不识愁滋味的孩子。童年就是这样一枚果子，我们不问滋味，只管快乐的生长。像旧时的月色，往回看，又亮又亲，好似张爱玲在《金锁记》里那个著名的开头。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诗韵，像云朵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7集，看眼前总是身在庐山。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母母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杨绛在启明，除了接受规律的作息训练外，便是仁爱的宗教思想，以及英文和法文的学习。他如饥似渴的学习，在当时并不以为有什么，也并未想到将来的功用，只是纯粹因为喜欢读书，喜欢学习。这种不带目的的学习带给他终身受益的影响。那时大姐的书桌上摆着一本很厚的书，他自修课就拿来看，觉得里面的故事非常有趣，只是名字有点怪而已。多年后，我的美籍女教师哄我上圣经课，读旧约全书，里面的故事我好像都读过，才知道那本厚书是旧约全书的中译本。西方文明向来被称为两西文明，古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希伯来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杨绛少年时所在的教会学校，以及他所受到的教育，都有助于他后来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否则，日后不论是作为翻译家的他，还是作为大学讲授英文小说的他，都是难以胜任的。因为这是他们的魂魄。就像没读过先秦诸子，对我们的文明理解的只能是一鳞半爪一个意思。所有过往皆为序章。确乎如此。杨绛后来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里写下了这样的话。当时的他已经是个耄耋老人了。一个人在急难中或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去敲他的门，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在启明读书的杨绛是快乐而安稳的。父亲一边在申报馆任主笔，一边又重操旧业，干起了律师。母亲在上海生下了小妹妹杨碧。碧是八的古音，因为她排行老八，所以就取名杨碧。这个妹妹后来与杨绛感情深厚，也和杨绛一样做翻译，曾在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教。做律师就得要自己的办公场所，靠租来的房子显然是不够的，这倒是难倒了杨荫行。因为杨荫行向来不置家业，他不想为外物所累，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对此他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
父亲常对孩子们说，某家少爷本来能够有所作为，就因为有家产，可以吃家当，于是就不思进取，整个人成了废物。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此外，杨荫行总是教育子女要有志气，立大志。他提过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说他们家2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有志气，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杨绛后来回忆，其实就是陆定一兄弟。父母教育思想以及对待金钱的回响，在半个世纪后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来。一向反对置业的父亲，在养家糊口的现实面前，只好妥协了。他决定离开鱼龙混杂的上海，举家迁往苏州。为了能重操旧业，他决心用自己的律师费用以及保险费用买下一处房子，作为自己的事务所兼一家人生活起居的场所。杨荫行为人清正，为官廉洁，没有什么钱。在这个意义上，杨绛说他们家只是寒素之家，确实如此。因此，当杨荫行决定在苏州置业的时候，他们自然买不起好房子。他为一家人选择了一处老房子。老到什么程度呢？老到摇摇晃晃，几乎无法支撑，四面来风，蛛网遍布的一处明朝房子。当地人称这座房子叫义文厅。义文厅很有来历，传闻明朝时魏忠贤横行霸道，有人就奏报说5城造反，古老的苏州城就是这1/5。得罪魏忠贤自然是人人惧怕，这时候有位徐大老爷就站出来，将5城改为5人，这样苏州城的老百姓才得以幸免于难。苏州人为了感谢这个人，大家凑钱建造了义文厅。因为传闻是一人1文钱募集的款子，因此才有了义文厅的美名。可是这样破败的房子要打理起来很费劲，要把破掉的房子拆掉，留下尚能居住的房间。此外，还有数不清的虫子、杂草要处理。怎么办？杨荫行对孩子们采取了美国式的教育方式，鼓励他们自己动手，并宣称鼻涕虫1个铜板1个，小蜘蛛1个铜板3个，大蜘蛛3个铜板1个。唐须英说，不好啦，你把老小教育的唯利是图。从孩童过来的我们都清楚，这种物质鼓励的方式其实很有效。没要多久，这些讨厌的虫子就被弟弟妹妹们捉得一干二净了。母亲对待子女因劳动获得的酬劳自有办法，像我们多数人的父母一样，让孩子们把钱存在他那里，需要的时候去找他取。久了，大家都忘了向母亲讨账，而银行方面也不再有支付的意愿，只是需要用钱了，径直去要就是了。杨绛说，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任何个性的养成都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的只能是激情，而非恒定的个性。杨绛一生淡泊名利，用他晚年的话来说，便是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句话里透着淡泊清雅，也蕴含着无限的骄傲。这种骄傲的底子，就是来自家庭的教育影响，以及自己的学问才情。万事看眼前总是身在庐山，一回头容易看到来路。人也好，事也好，命运也罢，皆如此。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暖阳第8集，有心栽花花不开。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段颇受争议的台词：你若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有人说话糙理不糙，有人说这是扭曲的价值观。不说前一句，单论后一句，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句话意味着人得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论是婚恋家庭还是学业前程，世间万物只要和我们相关的，无一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出生除外。甚至我们的个性也有赖于我们自身的训练。人成全自己还有另一层意思，那便是我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得勉力向上，多一分求己，就会少一分求人。杨绛在苏州读书的时候已经是个妙龄少女，她所就读的学校叫振华女校，今天的苏州市第10中学。那年的她16岁，娇小清秀，招人喜欢。那时正值北伐战争，群情激愤，学生会时常上街游行搞宣传。任何时代，青年人总是变革的急先锋，民国时更是如此。杨绛被推选去搞宣传，但当时的杨绛并不想参加，理由是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怎么办呢？其实学校有规定，只要说家里不允许就可以推脱了。杨绛回家后跟父亲杨荫行谈起这件颇让他为难的事情，目的是想让父亲说出那句不同意，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了。孰料一向爱女爱得不得了的杨荫行一口回绝：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啊。父亲继续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然后杨荫行就给女儿讲了自己的故事。当年杨荫行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一职，张勋来南京，江苏全省士绅登报表示欢迎，有人未经他的同意将他的名字也登在报纸上。一般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嘴上抗议2句也就算了，哪怕是那个瞒骗他的人，估计心里也这样想。就算你不愿意又能怎样呢？反正你的名字已经上了报纸了。但这些人不是杨荫行，他在获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他认为名气不可以假人，然后立刻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他在报上登载一条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这样刚正不通世故的他，说完这些觉得还不够，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 Dare to say no， 你敢吗？他这一激将法还真奏效，杨绛被问得不好意思，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说自己敢。这个平时害羞的小姑娘，第2天上学的时候真的这样说了。无论同学怎样说，她反反复复一句话：我不赞成，我不去。同学拿她没法子，只好由她去了。后来果然发生了无赖军人对女学生非礼的事情。那一次幸亏杨荫行的教育以及杨绛的坚持。转眼杨绛到了中学毕业该填报志愿的时候了。那是1928年的夏天，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的杨绛却不得不面对令他失望的局面。当年的清华虽然开始招收女生，然而却不到南方招生，他只好退而求其次，
就近选择了东吴大学，今天江苏师范学院与苏州大学的前身。那时的东吴大学不像今日，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把专业也选好了。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了1年书，学校才让他们分文理科。他学习一向优异，又不偏科，不像他后来的先生钱钟书，他文理兼修，难分伯仲。这样的情况，他的老师就推荐他读理科。他并不这样认为，为此很是烦恼了一阵。他这样写道：我在融洽而忧郁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带着苦恼和忐忑不安的心，他像往常一样求助于他最亲爱的父亲。他如此问道：我该学什么？父亲回答他：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人人都知道他最喜欢的是文学。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表示赞许，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带着父亲的首肯，仿佛自己的喜爱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他回到学校后，坚定地选择了文科。人间事，往往好事多磨。虽然他选择了文科，但当年的东吴大学文科里却没有文学系，只有法学和政治学2种可供选择。学法学可真的是子承父业了。他也许存着这样一份心，将来帮助父亲打理一下他的律师事务。但是对中国法治深感失望的杨荫行，却第一次行使了家长权力，坚决反对女儿学习法学。这样留给杨绛的只有一条路，政治学。人生就是这样百转千回，有心栽花花不开。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杨绛，却一头扎进政治学里，并且此后的大半生，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他几乎一个不落。不知这算不算命运对我们开的不大不小的玩笑？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播讲竹溪暖阳，第9集，在东吴大学汲取精神食粮。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青春正是一个人一生中积聚能量的时期，也是一个人慢慢确定人生走向，决定自己将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重要时期。很多事在当时是不觉得的，细想来，如蛛丝马迹，如草蛇灰线，都是伏笔。那些大学时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光，总包裹着我们对未来的诸多想象。杨绛入东吴大学的时候，女生宿舍都没有，好在那时的大学女生极为罕见，全校也不见得有多少，因此也就不管学什么专业，通通住进了一栋小洋楼里。那里原是美国一位教授的住宅。曾到访过后来的苏州大学，在曲径通幽的校园里流连忘返。校园不大，却极为幽静美丽。因为东吴大学当年是教会所办学校，住宿条件算优越的。杨绛说，我第1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4、5个人住一屋。第2年的下学期，我分配到一间小房间，只住2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我称她舒姐。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大学2人间，同屋的伴侣
还是自己中学同学，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但却让杨绛遇上了，这不能不说是幸运。尤其这位舒姐还是杨绛的好友，一对谈得来的老朋友共处一室，谈天谈地，谈理想，谈一切有兴趣的话题。世上比这快慰的事情真是没几桩。那是栋老房子，他们的宿舍原是教授家仆人的卧室，很小，但是环境优雅，常青藤爬在外面的窗子上，窗外花草葱茏，一派生机。卧室的门是坏的，关不上，一把老铜锁几乎成为摆设，门有些歪，开关无声无息，但若要上锁却颇费点事儿，得先抬起来，然后关好，再上锁。这样麻烦，他们索性不关门睡觉。当年的东吴大学对学生的教育除了文化知识外，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这样的教育课算得上是强健其体魄，丰富其精神了，的确是理想教育模式之一种。杨绛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成长，难免受到影响。体育带来的欢乐同样重要，学校有各式各样的运动队伍，每个队伍里都有一个所谓福星，类似今时今日之啦啦队长之类的。青年杨绛长得白白圆圆的脸蛋儿，身材娇小却丰满圆润，观之可亲，因此他又理所当然地被选为福星。同学们认为他看着就很有福气。这位同学口中的杨囡囡，在入学不久后参加了女子排球队，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杨绛参加了比赛。晚年的他每次想到这件事都倍感自豪快乐。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是出人意外，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喜笑叫喊。这个球趁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1分。当然别想再有第2分，千万别小瞧这1分哦。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增1分，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对方气馁，那场球赛竟是我们胜了。正是靠着杨绛这关键点的1分，他们球队才扭转平衡的局面，给对手致命一击，并最终赢得比赛。可以想见当时的欢乐，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在球场上挥汗如雨，团队协作的默契，胜利的滋味，一定如蜜糖，久久不肯散去。这滋味以至于半个世纪后，杨绛还能记得，回忆起来的时候还会说，至今我看到电视荧屏上的排球赛，想到我打过网去的一个球，忍不住悄悄吹牛说，我也得过1分。东吴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从小就是书虫的杨绛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藏身所在。又因为政治学专业非他所愿，因此他将几乎所有课余时间都用在了这里。此外，教会大学对英文教育的重视也令杨绛受益终身。他从这里开始阅读大量的原版书籍，并尝试着翻译一些篇章。这样，他日后成为蜚声文坛的翻译家，也就显得有迹可循，绝非突兀的一蹴而就。当然，他看得最多的依然是文学书籍。在东吴，他像饥饿的少女，顺手抓住一切可以吃的书籍。他胃口极佳，饭量极大。在汲取人类精神文明养料方面，他从不知疲倦。图书馆里的小说，特别是西方小说，几乎被他看遍。后来的他这样说，
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海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尽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憾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这自然是他晚年自谦的话。事实上，在东吴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出名的笔杆子，并从那时起就陆续开始发表作品。在东吴大学，这样优秀的他，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份难得可贵的大礼。当年的振华女校校长王继玉一直欣赏杨绛的个性与才华，为他申请到了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韦尔斯利的奖学金。这是举世闻名的女子学院，被称为盛产第一夫人的高等学府。众所周知的希拉里·克林顿、宋美龄等均是这所学院毕业的。比杨绛大一些，与他几乎同时代的世纪老人冰心也毕业于此。在外人眼中，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杨绛放弃了。理由说来很残酷，一个字：钱。因为如果他注册这所女子学院，除了需要自备昂贵的路费外，每年尚需2倍于学费的钱用于日常开销。作为父母，自然是支持他的，告诉他只要他愿意去，费用不必担心。但是向来体贴懂事的杨绛不愿增加他们的负担，最终谢绝了王继玉女士的好意。这样的选择在不久后就显示出他的正确来，因为一场家庭内部令人悲伤的变化正在不远处等着他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讲竹溪暖阳第10集，因爱惜世哀。比身心再进一步入门，臧地。最好的慰藉就是我能确定自己在你生前并不总是低估你的年龄。宇宙中不存在别的底牌，也没有任何一种时间，仅仅凭借它自身的流逝，就能弥合着突然崩断的生命之弦。除了你的影子，我再无其他的人生底片。但我猜，假如我试图借着时间的力量来减轻这悲痛中的哀痛，我就有负于你曾对我有过的任性到纯洁的依赖。在你我之间，还有什么样的信任能胜过比神秘还平静？窗外我们一起种下的柿子树依然油绿的像一座伞状纪念碑。我并不吃惊，我的目光中突然会加入你的目光。这无边的悲痛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果实，和此刻铁青在枝条上的果实的差别并未大到我无法判断。雷雨的间歇，尖锐的蝉鸣，既是生活的伤口，也是记忆的粗盐。这是特别悲伤的一刻，那么多的悲伤几乎能够将人压垮。悲伤是难以对抗的，你只能慢慢地与它相处，慢慢煎熬，
直到它抽丝剥茧一般抽离你。在开始这节文字前，我们应该先放下手头的琐事，静心地阅读诗人臧帝的《哀子诗》之一。有句话说，人在苦难中更像一个人，确实如此。人在那样的时刻，会放下一切身份名利的束缚，将自己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普通人。世事间有几样最是令人痛苦，中国人总结起来，无非是幼年丧父或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很不幸，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书的时候，家里就遇见了这样的悲剧。杨绛的大弟弟不幸病亡。其实他曾有个二姐，在上海读中学时也夭亡了，想不到过些年后，家里又遭遇此等不幸，杨绛的伤心可想而知。然而最悲伤的自然是他的父母，尤其是那个一辈子爱子女如命的慈母。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让他倒下，白发人送黑发人，真是世上再苦也没有的事情了。有一首获奖无数，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Tears in Heaven》，泪洒天堂，就是吉他之神埃里克·克莱普顿的代表作。歌词中唱道：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如果我在天堂遇见你，你我还能像从前一样吗？如果我在天堂遇见你。这是一位父亲写给自己4岁的儿子的歌，他的孩子从53层公寓摔落下来。而臧帝的儿子也是因为疏忽夭折，诗人为此一夜白发，这才有了开头的哀子诗。为着这样的悲痛，有人想送去安慰，又觉得语言太过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唯有默默无言。本已伤痛不已的杨绛，此刻却要照顾全家人，尤其照顾母亲悲伤的心，真是一个悲伤安慰另一个悲伤。有一日，他和家人坐在家门口，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闲话，不远处就听来苏州有名的算命先生一个瞎子的梆梆梆的声音。他想，不如请算命先生过来一趟，好借着他的口安慰一下母亲。中国人对命运的玄妙总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感，也许瞎子说出大弟弟命该如此，许是能让母亲得到些许松快的慰藉。命人请了来，杨绛和家人却并不直接问大弟弟的事，因为怕他一路上或者已经听说了，于是便将一个早已夭亡的孩子的生辰八字报给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掐指一算，有些不悦，这个人早就不在人间了，还算什么命？家里人听了心里不免暗暗吃惊，赶紧将大弟弟的生辰再报告给他。瞎子这回是真的不开心了，你们家人怎么回事啊？拿人寻开心吗？杨绛他们赶紧向人道歉，恭恭敬敬地招待了这位瞎帮帮。杨绛的母亲当时虽然不在场，但过后杨绛细细地向他描述了过程，母亲听了也是惊讶，而后叹息着，这就是命。这便是一个悲伤的人安慰另一个悲伤的人所能想到的绝妙法子了，不然能怎么办呢？中国人对命运的信仰，往消极一面说也许是借口，是逆来顺受，往积极那一面来看，却是无比坦然的接受。这种接受需要极大的勇气。面对我们至亲至爱的人去世，一句老话说，人死不能复生，生者总要节哀，保存力量，好好活着要紧。几十年后，当钱钟书大行前，人生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好好活。
鲁迅留给徐广平的遗言也大同小异，忘记我，好好活。当家中遭遇如此惨痛的事，杨绛陪伴在父母身边，安慰他们，哪怕一言也不说，也是莫大的力量。悲伤的时候有人陪伴，那哀伤也减少了似的。2个悲伤的人抱头痛哭，好过1个悲伤的人独自落泪。这或许是因为爱稀释了哀的缘故。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11集，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公开发表的第1篇作品。命运玄之又玄，仿佛不可琢磨的风，人不能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有时顺风，那时我们便眉开眼笑，顺风顺水；有时逆风，那时我们又愁眉苦脸，好像全世界都跟自己作对似的。命运确实如风，无影无踪，无论我们怎么走，总是在风里。逆风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也许只是等待，等待那场送我们上青云的风到来，做好迎接顺风的准备。就像杨绛那样，少女时期的她心心念念清华大学，心系文学，然而事与愿违。她非但没能去成清华大学，就连就读文学系的愿望也竹篮打水一场空。然而杨绛小小的身体里有一股柔韧的意志，她选择了小小的妥协，妥协之余，她苦读文学书籍，为将来的清华之路，甚至为将来的翻译之路做准备。在东吴大学读了几年书后，一个谁都意料不到的机会来了。1931年，正是杨绛在东吴大学就读的最后1年，刚刚升入大4的他，即将面临一场此起彼伏的学潮。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全国各地学生奔赴首都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杨绛的母校东吴大学的学生自然也不例外，学校变成了无法安宁的所在，停课，甚至连去图书馆读书也不再被允许。学生也不被允许离校，每天排练军操。王继玉女士得知情况后，打电话告知唐须英，唐须英便想法子去接她回来。经过一番周折，她和同住的周芬终于安全返家。不久后，他们随即决定北上，前往大名鼎鼎的燕京大学借读。于是几个男男女女的同学一道前往北京。同行的人中，除了周芬，还有一直爱慕杨绛的中学同学。他们到了大学也还是同学，这个人就是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原本几个同学说好了都去燕京大学借读的，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就在今天的北京大学。但是到了北京后，一直惦记清华大学的杨绛改弦易辙了。在同学孙令贤的帮助下，他成功走进了清华园。终于他实现了当年的愿望，尽管只是借读，他成为清华园里的一员了。清华大学前身很有来头。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直接导致后来清王朝和列强的战争。1901年，清廷和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里规定清廷将向列强支付 4.5 亿两白银，这笔款子被称为庚子赔款，西方人称为全乱赔款。西方人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义和团悲剧，乃在于中国教育落后，于是将这笔赔款用于新建学校，以及赞助中国留学生留学之用。清华大学就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因为校址设立在清市怡园清华园而得名。起初这里叫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学校改称清华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1928年夏正式改为清华大学。翌年，清华大学开办研究院，杨绛在借读后成功考取了他最喜欢的外文系。这就不能不提清华大学当时外文系的师资力量了，毕竟正是这些教授们的影响，才有了后来的杨绛。当时清华外文系有教授10来个，他们是王文显、吴宓、温德、娄光来诸君。系主任是王文显先生，他对外文系的学生影响甚大，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有不少后来都从事剧本创作，杨绛成为剧作家，怕也是从这里得到最初的戏剧影响。比如洪深、李建吾、曹禺等，均是从这里毕业的剧作家。王文显先生是江苏昆山人，本人也是剧作家。杨绛的创作和他的关系很大。王文显先生虽为中国人，却从小就被一位英国人抚养，在英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毕业于名校伦敦大学。他在清华外文系开设了以下课程：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研读、近代戏剧等。杨绛从这些卓越的课程里开阔了眼界，第一次系统接受西方戏剧教育，并且因其对英国文学的熟知以及对英国文化的了解，杨绛也间接地接触了最为杰出的英国文学熏陶。除此之外，对他影响很大的尚有吴宓先生。吴宓先生是个老清华，陕西泾阳人。他曾先后就读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当年英语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名师白璧德先生。他也是钱钟书的老师，他在清华开设了古代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中西诗文比较、诗意、西洋文学概要、欧洲文学史、英国浪漫诗人、文学与人生等课程。杨绛选修过吴宓的中西诗文比较、翻译术，由他选听的课程可知，杨绛走上翻译的道路是有迹可循的。从那时，他就对翻译显示了兴趣。这位亲爱的老先生在杨绛的回忆里是这样的：我考入清华研究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钟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钟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了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信，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来回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睁一睁，2食指按住2太阳穴，对我说：“啊，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钟书近况，忙就走了。钟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程式，一拱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
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他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刻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画饼，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画饼。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这段文字将他老师的个性为人一一展现，除此之外，亦有杨绛自己的良善与宽厚。只有和吴宓先生一样的老实人，才能体味到个中滋味。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除了以上二位先生，还有朱自清先生对杨绛的影响帮助甚大。杨绛在他的课上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收脚印》。这篇文章清新典雅，情与理兼具，后来经过朱自清的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是杨绛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可以说正是朱自清发掘了杨绛文学创作方面的才能。不过按时间的先来后到，那个对他有着终身影响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人，也该像电影里踏着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出场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12集，爱情这一人生奢侈品。有人说爱是这样一种奇特的东西，有人天生就会，有人终其一生也未能学会，还有人说爱是一眼万年，有便是有，没有便是没有。火花在初见的刹那闪现了，看见了，抓住了，那就是爱情。也许所有的日久生情，生的不过是恩情感情，而非爱情这种人间奢侈品。《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见林黛玉，只感慨这个妹妹我是见过的。世事间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像是奇特的磁场，让灵魂相似的人终于相见。这是命运的恩赐，赐我们在艰难的人世以知音伴侣。有些人我们朝夕相对，仍然陌生，仿佛置身孤独的岛屿。有些陌生人，人潮中只有擦肩而过的机缘。极少数的时候，我们与某个人初相见，便如同前世相熟，仿佛故人从巨大的时空中走来，那惊鸿一瞥间，似春天枝头上的第一抹绿，惊艳了彼此的眸子。1932年的春天，对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来说，只是个寻常的春天，但对钱杨二位来说，那是不同寻常的日子。所有的故事都从那个烂漫的季节开始。杨绛在清华园里第一次遇见了他的真命天子钱钟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江南的春日，是杨绛熟悉的春日。北国不同，那一年他刚从温润的江南来到北平，这座古都还留有他童年的印象。他和东吴大学时的几位好友约好了在燕京大学借读，可是他实在太爱清华了。他在见了好友蒋恩殿之后，便决定申请在清华借读。或许这就叫命中注定。后来杨绛的母亲唐薛英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那一天春意盎然，清华园里的丁香、紫藤散发着迷人的幽香，像是为一场20世纪的旷世相遇尽情绽放它们朴素优雅的美。
杨绛去看望同来清华借读的老同学孙令贤，而孙令贤那天要去看望他的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日后蜚声中国的钱钟书。当时清华的女生宿舍在古月堂，校规自然是不允许男生进入女生宿舍的。孙令贤带着表兄站在古月堂门外，杨绛则一头撞进了他的命运。后来他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一见钟情的爱总是令人心醉，因为它包裹了命运的礼物，像一盒糖果，它有那么多的未知。我们被它馥郁的香气所诱惑，于是心生好奇，想要尝一下它的滋味。好奇、猜测、悸动，甚至带着故人的亲切，各种感觉纷至沓来，在那电光石火的一刹，一起涌上来，只需要一个眼神，便知那个名为爱情的东西有没有。那个名满清华的桀骜才子钱钟书，那个喜欢口无遮拦脏否人物的钱钟书，此刻就站在他的面前。很多年后，他在《记钱钟书围城》中讲述了他初次见到钱钟书印象。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这是从心底里发出的欢喜，通身儒雅，比任何语言都满。他向世人宣告了他的意中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博学多闻，优雅绅士，一派天然公子气质。这是饱读诗书的世家子弟才能养成的气度。钱家世居江南，在无锡是名门望族。当然，这个望族在当时来说，不免算是个破落户了。祖上的荣光早已褪色，到了他们的祖辈父辈，已经完全是清贫的读书人了。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一代大学者，对他的培养极为严格，因为照他看来，这个儿子是个读书种子，是他可以寄予厚望的。他确实不负众望，20岁的时候就凭借优异的中英文考取了清华大学。关于他的入学还颇有个小传奇，当年的他数学不好，只考了15分，但是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爱惜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录取。在清华，他是人所共知的大才子，时常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为他的才华和魅力倾倒的人自是不少。然而像他那样清高骄傲的人，又怎会随随便便找个人恋爱呢？于是他就每日往返于图书馆教室之间了，埋首于书目中，直到遇见了他生命中的伴侣杨绛。他是必得遇见一个能理解他，能够精神交流的女性，才肯低下他那骄傲惯了的头的。福楼拜说，人往往要通过了解自己所爱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的了解自己，因为真正的爱的对象是自己本质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钱杨的相遇就像柏拉图笔下的两个半圆终于重合。杨绛眼里的他如此儒雅，多年后，他们的女儿钱媛曾好奇地追问他们为什么会爱上对方，尤其这个爸爸那么憨，单从表面上可一点也看不出什么过人之处。杨绛对女儿形容初见时候的钱钟书，眉宇之间蔚然而深秀。好的爱情像一面镜子，照出两个人美丽的身影。钱钟书则显得很神秘，只肯微笑着告诉钱媛，他与众不同。怎么个与众不同法他没说，只可意会。但是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人到中年后的一首回忆初见的诗中见出端倪。斜眼荣光意见出，蔷薇新瓣尽提壶。不知免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记忆里的杨绛皮肤白皙光洁，红润如新开的蔷薇花瓣，粉嫩诱人，不如免洗儿时面。杨绛解释说，中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4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喜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多么诗情画意。腼腆雅致如一朵小花的杨绛此时绽放了。少女情怀总是诗，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对那个人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总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情。就像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秋香想追问唐伯虎的一样，你最爱的颜色是什么？就是这样的细枝末节也不肯放过。杨绛也是如此，在他打探钱钟书的时候，他不知道钱钟书也在打探他的一切，可是探听后的结果让两个人都很受挫。杨绛得到的消息是钱钟书早已有婚约了，这不啻是个晴天霹雳，而钱钟书得到的消息则是杨绛有男朋友了。她的男朋友就是从中学一直到东吴大学以及后来一路北上的费孝通。顺着寻常的道路，也许他们的故事还没开始就该结束了，然而他们不是寻常的大多数。两个人的内心忍受着嫉妒、委屈、失落的煎熬，还是相约再见一面。再见面的时候，钱钟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的：我没有未婚妻。杨绛的则是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个人争着向对方解释，唯恐错失机会。误会消解，乌云散去，晴空万里。杨绛虽然腼腆，但是他从不做作。面对一见钟情的爱，他们都对自己、对彼此选择了坦诚和勇气。这对日后驰骋中国文坛的神仙眷侣，此刻正笑语盈盈，又是惊喜又是害羞地领受了命运的礼物。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13集，与谁指点与谁看。相爱的人犹如连体婴儿，恨不得一天24小时黏在一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有时即便日日耳鬓厮磨，仿佛也不够。真的是你在我身边，我却还在想你，躺在你的臂弯里沉睡，梦里还是你。如果热恋中的人却要分别，那真是再痛苦也没有的事了。确立恋爱关系的钱杨二位，即便同在清华园，也还是因书不断，为的是两人一起散步见面时，因羞涩无法出口的情话，唯有书信能够表达。清华园里的邮筒见证过他们的爱情，尤其是钱钟书，他写信很勤，但杨绛却不太肯回信。这倒不是杨绛的所谓欲擒故纵的御夫术，更不是因为害羞，原因说来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那就是他不爱写信。他的这个习惯后来在《围城》里就被钱钟书直接嫁接到唐晓夫的身上了。有关这一点，钱钟书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依壤小妹俱关心，稍伴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知字，居然惜墨抵千金。钱杨珠联璧合自不待言，但两个生命毕竟在趋同的同时，也显示出某种异质性。钱钟书不仅爱写信，写起来还文采飞扬，又特别快。这一点后来他们的朋友作家罗红回忆道，钱钟书待人非常热络，杨绛很少讲话的。他们住在三里河的房子，书房很小，里面都是书。钱钟书写起东西来快得不得了，很多手稿杨绛要帮他处理。
从这简单的2句话里，我们看见的是2个爱读书的伴侣，个性互补。其实从2位的行文风格里也能看出来，钱钟书灵活热烈，想来在恋爱的时候他时时主动，也算是情理之中的。当时杨绛结束在清华的戒毒生涯，并获得东吴大学的金钥匙奖后，钱钟书为了日后2人还能相聚相守，便建议他再补习一段时间，好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杨绛听从了他的建议，并跟着他一起学习外语。可是等到学期结束，钱钟书回家后，杨绛独自在校园里学习生活的时候，便感到相思之情的入骨销魂。那个人的名字和他所在的地方仿佛是圆心，无论你走到哪里，心总会被那里牵绊，难以挣脱。杨绛这个后知后觉的恋爱中的女人，此时才明白她是在恋爱无疑了。但生性谨慎持重的她，又对自己说，才认识几个月就这样是不是太造次了？杨绛回到苏州后，难耐相思之苦的钱钟书提出订婚的请求，谁也没想到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那时的杨绛在苏州一所小学里担任教师，教务繁忙。更兼他想考取清华的研究生，备考任务繁重，他得好好恶补一番。1年时间将清华本科生4年的课程全部读完，还得在工作之余，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钱钟书一封又一封急切热烈的情书，他多数懒得理会，很少回复。可是不见回复的钱钟书却急坏了，难耐思念和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很多有李商隐风致的诗歌，后来发表在《国风半月刊》上，随意抄录1、2首，即可想见钱钟书的情与爱。良宵苦备睡相慢，烈烈风声瑟瑟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相期足断肠。达报情痴无别物，心酸一把泪千行。但是钱钟书并没有将自己的恋情报告给他的父亲钱基博。杨绛那时自然也觉得时候未到，默默不语。可是钱钟书一封又一封诚挚逼人的信件飞到苏州，杨绛再也坐不住了，他被这热烈的爱所感动。离别恰如情人的争吵，并不都是害处。有时正是那一点距离，那一点难过，使我们看清了自己的心，明白对方在自己生命中的位置。杨绛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了和钱钟书的通信，不料他的一封信却落在了以严厉传统迂阔闻名的钱基博手中。钱老先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悄悄拆看了杨绛的信，看完却喜不自禁，连连称赞：此诚聪明人语。他究竟写了什么，让这位博学而守旧的老爷子如此赞赏呢？原来他在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吾2人快乐无用，须2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2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杨绛这番重视家庭、尊重长辈意见的信件，自然是令钱基博得意非凡。他身上的这一点特质，此后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渐渐显现，为他赢得家里家外的赞誉声不断。钱钟书这边的父母算是在意外的情况下知情了，杨绛后来便在信中邀请钱钟书前来苏州。不为别的，正是中国人尤为重视的见家长。这个腹内藏万卷书的大才子，将如何应对这叫人忐忑的一关呢？也许正如家人所说，他傻人有傻福气。一个人凭借天然的秉性，会收获属于他的礼物，这一点
用在钱钟书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14集，行遍千山，不如归来看你。颇似围城中方鸿渐父亲方顿翁的前父钱基博，在偷看那封通信后，也没经过钱钟书的同意，情不自禁地给杨绛回了一封信，将儿子郑重地托付给杨绛。是真名士字风流，钱父身上大有中国传统士人的风范。另一方面，一直期盼苏州召见自己的钱钟书，在得到杨绛邀请的书信后，很是紧张。1933年初，带着思念和爱，也带着期待和忐忑的他，独自来到苏州。中国人有句俗语，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但杨绛家里决定钱钟书爱情生死命运的，更多是丈人杨荫行。杨绛说，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害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其实杨荫行对未来女婿的第一印象极好，将他视为乘龙快婿。杨荫行的原话是，人是高明的，言简意赅，只此一句。钱钟书得了这句话，如同圣旨，趁热打铁，欢天喜地地带着钱基博前往苏州杨家提亲。此行是为了2个人的订婚事宜，他们甚至连媒人都请了，一位杨荫行的老友。双方家长见过后，订婚的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他后来回忆道，50、60年代的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莫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明明是我把莫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莫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2家都熟识的亲友做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因为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店摆酒宴，请2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定是怎么定的，只知道从此我是莫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在订婚宴上，杨绛第一次见到钱穆先生，家人将他介绍给钱先生，托他在随后的北上途中照顾杨绛。而钱钟书为了申请到去英国留学的庚款奖学金，不得不先去教书2年，因对方有要求，必须2年社会实践。这样钱杨在匆忙订婚后，又面临离别之苦。杨绛已考上了清华研究生，必须回到北方完成学业。钱钟书则在沪上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同时兼任国文系教师。北上的火车上，钱穆因其博学的知识、丰富的阅历，一路上几乎扮演导师的角色。他跟杨绛谈人生谈学问，突然他说，我看你是个有决断的人。杨绛问他何以见得，钱穆的观察细致入微，他说杨绛的行李简单，由此可见他能够选择。他们俩买的是3等座，长途漫漫，让2个原本还稍显陌生的人渐渐熟识了。火车上吃饭的时候最是尴尬，她还是个年轻的女学生，食量小，又因为过去生活环境所致，很是喜欢清洁讲究。她吃不惯火车上的饭菜，便带了些饼干水果。她邀请钱穆先生一起食用，钱穆客气得很，总是婉拒。停车的时候，沿途有叫卖各种豆腐汤小吃的，杨绛发现他捧着那些吃得津津有味儿，
便假装没看见。他的朴素和简朴令他敬佩，约略也是因钱穆先生的经济状况所致。火车经过蚌埠，窗外景色寂寥平庸，无山无水。杨绛感慨道：这段路最乏味了。钱穆说：此古战场也。一句话让杨绛的心里起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可以遥想金戈铁马，凭吊江山易主，人事代谢，一场古老的战争令窗外平庸无奇的土墩也有了历史庄严的苍凉感。沿途就这样，每到一处，钱穆就给杨绛讲讲那里的历史掌故，旅途也就不再枯燥乏味。虽然到京后两个人没有再联系，但后来每当他往返北京、苏州的时候，只要路过那些地方，他总想起钱穆先生当时谈笑风生的样子。在清华读研究生的时候，爱读书的杨绛才算真的如鱼得水。清华大学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让他可以尽情和各类大师交流。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深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钱钟书即便是深爱清华图书馆，但当时的他也是鞭长莫及了。倒是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先生得以近距离考察自己得意门生的未婚妻水平如何。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叶公超曾托他当时的好友，后来成为陈梦家夫人的赵罗蕊女士，邀请杨绛一同到他的家里做客。杨绛心里明镜似的，这是要认识钱钟书的未婚妻呢，顺便看看是怎样的妙人捕获这个清高孤傲的大才子的心。一顿饭吃下来，两个人就算熟悉了。再见面，叶公超先生却拿出一本英文刊物，指了其中的一篇，跟他说新月杂志想要这篇的翻译，那是政论文。他虽在东吴大学时学习政治学，然而他对政论毫无兴趣。可是转念一想，大概这正是叶公超先生想要考验自己的地方，何况他已经是钱钟书的未婚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位昔日清华才子在老师的面前黯淡，他决心硬着头皮也要翻译。后来那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就在这样不服输又很忐忑不安的心境中翻译完成了。译稿交到叶公超先生手中，得到了叶先生很好2个字的评语。这篇政论文如期刊发在新月杂志上，这是杨绛发表的第一篇翻译作品。他这样一心为夫争气的心，倒也没辜负钱钟书赠给他的诗《玉泉山铜匠》。玉溪人天籁，都尘车马音。风铃挠忽雨，无塔闲无音。久坐间生暖，望言一转身。明朝即长路，惜取此时心。这是一向喜欢闭门读书的宅男钱钟书，因相思难耐回京看望杨绛，杨绛带着他同游玉泉山后，他写的赠诗。未来他们确实有寂寞的长路要走，并且这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万水千山，再怎么曼妙，又怎敌与你相伴的时光？山高水长的路再难走，也不及跋涉人心艰难，何况是住到一个人的心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15集，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埃尔梅特拉开口问道：婚姻是怎样的呢，大师？他回答道：你们一同降生，你们将永远相依。当死神的白色羽翼
驱散你们的日子，你们也应在一起。的确，你们始终相守，即使在上帝的记忆中。但在聚首中，你们要保留空间，让空中的风在你们之间飞舞，彼此相爱，但不要让爱成为束缚，让爱成为奔流于你们灵魂海岸间的大海，盛满彼此的杯盏，但不要只从一只杯盏中取饮，彼此互赠面包，但不要只向一块面包取食，一起欢歌曼舞，但要保持各自的独立。鲁特琴的琴弦也彼此分开，即使他们为同一首乐曲震颤。奉献你们的心，但不要让对方保管，因为只有生命之手才能接纳你们的心。站立在一起，但不要靠得太近，因为殿宇的支柱总是彼此分立的。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阴影下生长。纪伯伦，黎巴嫩。这是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先知》里的一段话，有关婚姻。这也许是最为理想的状态了。世间有那么多对夫妇，不知为何，让我们想起这样状态的，似乎总是前杨两位。也许王小波的婚恋也如此，奈何他半途撒手人寰，留下单独的他独自怀念。我们不可避免的媚俗，想要圆满，想要天长地久，而全部达标的唯有他们。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一路虽有小波折，但总算到了瓜熟蒂落的那一刻了。1935年，钱钟书在光华大学的教学已满2年，完成了英方规定的国内服务期。他决心参加留学考试。这一年的4月，钱钟书和260余名考生一起参加考试，最终确定被录取的人只有24人，他是唯一一位被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的，且分数最高。他将自己即将留学英国的消息告诉了未婚妻，自然是想要他一起陪伴前往英国。可是还没毕业的他，该如何选择呢？杨绛仔细想了想2个人的处境和个性，他的出身虽然被他称为寒素之家，但到底是忧郁的，富足可能未必算得上。钱钟书则不同，他出身自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世代读书，很是清贫。钱基博的家教比较严格传统，钱钟书又是地地道道的书呆子，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夸张到怎样一种程度呢？这可从后面学会系鞋带和学会划火柴这种我们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小事看出。这寻常小事对钱钟书则不然，是他以后会得意洋洋地当做一件大事报告给杨绛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人，让他独自出国留学，作为未婚妻的杨绛自然是没法放心的。他决心和他结婚，完婚后就一同出国。但尚未毕业的他，还有一门功课需要大考。他跟老师商量后，决定用论文代替考试。这样，他便急匆匆地提前1个月回到苏州的家。都说亲近的人之间会有玄之又玄的默契，越是彼此了解，越是亲密的人，越是如此。杨绛回家的那一天中午，父亲杨荫行正在午睡，可是刚合眼，总感觉他最心爱的女儿季康回来了，于是他就起身四处看看，不见人影，也听不到任何声响。他想着该是在母亲唐虚英那边吧。他跑到妻子的房间，却只见她独自在做活。这个一生都在为这个家缝缝补补、忙忙碌碌的伟大女性啊，
他问道。阿季呢？妻子很诧异。哪儿来的阿季？他不是回来了吗？杨银行很笃定。这会子他怎么会回来呢？唐薛英深知女儿尚未到放假的时候，他听了这番话，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午睡。可是这一天他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他想。匆忙回家的杨绛来不及给家里写信，从火车上下来，直奔家中。到了家门口，行李都来不及拎进门，飞奔到父亲的屋里，喊一声爸爸。杨银行欣喜地说了句，可不是来了。他就像早已知道了阿季会回来一样。曾母孽止，我现在相信了，他补充道。钱杨二位双方见过父母，又都得到父母的欣赏和祝福，这样心心相印的一对儿，如今要完婚，自然是件大喜事。他们在苏州、无锡两地均办了婚礼，一边是新式婚礼，一边则是传统婚礼。7月13日，我在苏州庙堂巷我家大厅上与钱钟书举行婚礼，我父亲主婚，张一个、张仲仁先生证婚，有伴娘、伴郎、提花篮女孩、提婚纱男孩。钱钟书由他父亲、弟弟钟英、妹妹钟霞陪同来到我家，有乐队奏结婚进行曲，有赞礼，新人行3鞠躬礼，交换戒指。结婚证书上由伴郎伴娘代盖印章。礼毕，我家请照相馆摄影师为新人摄影，新人等立大厅前廊下，摄影师立烈日中。因光线不合适，照片上每个人都像刚被拿获的犯人。照相毕，摆上喜酒，来宾入席，新娘换装，吃喜酒。客散后，新娘又换装，带了出国的行李，由钱家人接到无锡7尺场钱家。新人进钱家，进门放双响报掌，白子报掌。新娘又换装，与钟书向他父母行叩头礼，向去世多年的4父母行叩头礼，以一盆千年云、一盆葱为代表，至2以上。叔父神母等祠磕头，行鞠躬礼，拜家祠磕头，拜灶神磕头，吃团圆粥饭。晚又请客吃喜酒。唐文治老先生、唐庆仪先生父子席间唱昆曲《长生殿》助兴。新人都折腾得病了，钟书发烧，病愈即往南京受出国前培训。我数日后即回娘家小住，我累病了，生外诊，又回无锡请无锡名医邓兴伯看病，病未愈，即整理行李到上海。我住三姐家，不记钟书住何处。出国前，2人有好多应酬。杨绛的回忆文章里还有尚未提及的，他们夫妇2人当时的好友陈梦家、赵罗蕤夫妇俩。但最惹人注目的不是这些青春靓丽的学子，也不是名重一时的大学者，而是一位特别的女性。这位女性，她穿一身白下布的衣裙和白皮鞋，人家结婚，她却仿佛披麻戴孝，令人特别惊诧。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因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名扬四海的女师大校长杨荫瑜，杨绛的3姑母。她的一生不幸，脾气古怪，等到杨绛结婚的时候，她已经是个赋闲在家的不受人欢迎的老姑婆了。然而正是这样不近人情的老姑婆，后来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民族精神，这是后话了。至于一对新人，他们都身穿礼服，十分庄重。然而
因为婚礼举行的时间正当酷暑，因此那情形在杨绛的回忆中不免是甜蜜里有忍俊不禁的滑稽。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被警察拿获的扒手。这是杨绛在一篇有关钱钟书围城的文章里写的话。钱杨二位的结合真是天作之合，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但在当时，不少人为出身开明西化家庭的杨绛颇为捏一把汗。钱家是怎样的呢？据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所说，可以称得上极其古板，一套封建老规矩压在小辈儿头上，婚姻大事无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辈儿敢怒不敢言。突然间见自己哥嫂如此登对，自由恋爱，这件事在钱钟鲁看来是给我们以后小兄弟自由恋爱开了一个好头。关于婚姻，杨绛曾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过他心目中的理想婚姻：夫妻间最要紧的是相互理解和相互欣赏，理解的越深，欣赏也就越深。有了这个理解和欣赏在心里，那么一些所谓规矩礼仪等琐碎小事便不算什么障碍了。她一生欣赏丈夫的天才，并为此用半个多世纪的支持、宽容与爱来兑现她的诺言。在她100岁之后，仍在文章中这样深情地回忆道：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带字，知书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样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而钱钟书家呢，他2个弟弟婚姻都由父亲做主，职业也由父亲做主。钱钟书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的大毛病是孩子气没正经，他准会为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儿，经常管制。这个儿子可成模范丈夫，他生性憨厚，也必是慈祥的父亲。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这个钱钟书成了他父亲一辈子担心的儿子，而我这种洋盘媳妇儿在钱家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儿赢得我公公称赞，安贫乐道。而她问我婆婆，她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嵇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确实如此，这位后来被钱家人称赞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女性，她和丈夫的世纪婚姻真正值得她吹个大牛。有人对他们的结合赞叹道：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明，语惊天下；杨绛则如清光含藏之瓷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溪暖阳第16集，富集英法。牛津，一个漫游者的精神飞地。人生也许就是这样，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为生活，为理想，为各种各样数不清的理由，人们四散而去。
或告别父母兄弟，或告别情人知己，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得已，无法两全。世事间细想来，没有多少如意的。然而为着爱，我们即便在生活的漩涡里打转，也还是值得。也唯有这个理由，任何时候都令我们感到温暖，没有悔意。完婚后的钱杨二位，不久便各自告别父母兄弟姐妹，踏上了漫长的前往欧洲求学的旅程。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总是这样说，又说母子连心。当杨绛夫妇二人乘火车从无锡前往上海，经过苏州时，火车停在月台上，杨绛突然有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回家，他不能抑制的泪如雨下，感觉到我的父母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关这个令人心痛的预兆，说这个是不吉利的。后来杨绛果真再没见到那个为了家操劳一生却总是没有怨言温和的母亲，也没能再见一面他不太喜欢的那个孤独不幸的三姑母。但好在身边有钱钟书这样风趣幽默的人作伴，漫漫长途也显得不那么寂寞无聊。他们买的是2等舱，要在海上整整漂流1个月才能抵达英国。两人新婚燕尔，更兼共同兴趣，一路上私语不断。钱钟书随身携带了一本约翰逊博士字典，闲来无事的时候他就翻看字典。这种喜欢翻字典的嗜好他保持终身。后来有一次杨荫杭发现女婿的这个特殊爱好，曾颇为得意地对女儿说，阿季，普天下并不只有我一个人爱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哦。当然这一路也并不就是2个人的甜言蜜语以及读书思考，他们的收获颇为不少。尤其钱钟书在船上有一位南洋佳丽，颇受老外们欢迎。这个人物形象后来就被钱钟书写进了小说《围城》里，成为家喻户晓的包小姐。他们抵达伦敦的时候，牛津大学尚未开学，二人决定在伦敦先行观光游览，熟悉一下大英帝国的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幸运的是，他们还有靠谱的导游。钱钟书是顶不喜欢旅游的人，从前在清华读书，几年间他与北京风光都很陌生。他有限的出游都是在和杨绛恋爱后，在杨绛的带领下才一同游览那些风景名胜。此番在国外，他们的向导也很特别，那是先于他们就在欧洲留学的堂弟钱钟涵、钱钟伟。一家人异国重逢，分外开心。他们同游了大英博物馆以及蜡像馆和一些著名画廊。后来钱钟书还写有一首诗纪念这个事情。伦敦物文武二地，见我自相至，心如返乡，看贫一梦寐，与杂问家常，既及尊亲辈，不宜避仆行，青春甚结伴，归际未须忙。这样游玩一圈后，不等牛津开学，他们就急匆匆地前往牛津了。这所世界名校很快将以其古老而深厚的学术氛围吸引住这对来自东方的年轻夫妇。但首先给他们印象深刻的不是异域风情的建筑，也不是那些群星璀璨的校友，而是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了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停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2位房客，一姓林，
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姓童玉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紧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这笨手笨脚的大才子，以后的一生将给杨绛带来连绵不断的麻烦。谁也想不到，他竟是个分不清左右脚，不会打蝴蝶结，甚至连抓筷子也像个孩子一样的人。所幸的是，杨绛有的是爱和耐心，以及无穷无尽的欣赏和理解，否则真是没法想象，在异国他乡的他们将如何度过那几年。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来对了地方。牛津是绝佳的读书好去处，全世界无数的学子心中求学圣地。他们的老师，那个总是被学生欺负的大学者吴宓，当年也在牛津进修了1年。至于钱钟书夫妇选择这里来读书，也许或多或少也有这位老先生的影响吧。未来如一幅绝美的画卷，他们将共同描绘属于他们的那幅画，一笔一捺，深深浅浅，都从这个英国小镇上开始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17集，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博尔赫斯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他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很巧的是，钱钟书在当代被喜爱他的学子们戏称为移动的图书馆。杨绛曾说，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2个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钱钟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这对没有什么大的志气的东方夫妇，一旦到了牛津，那可真是如鱼得水。钱钟书到牛津的时候，他的所有事情校方已经安排妥当，因为他是正儿八经的庚款生，杨绛因为是自费，麻烦事儿一堆。他曾经这样想过，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当作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钟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那时的她还是个有着婴儿肥脸蛋的姑娘，哪里懂得命运捉弄人时候的淘气呢？有时甚至是残酷。对她而言，她千辛万苦而来，自然是要读文学。于是她跑到女子学院去申请文学名额，奈何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摆在她眼前的只有2个选择，要么去修历史，要么只能旁听，不拿学位。她思考了一下，选择后者。这样她既可以照顾钱钟书的生活，也可以自由选择听课，而且还免去了考试的烦忧。自然，她这样选择还有另一层意思。向来懂事的她，不愿增加父母的压力。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2人分居，就得2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钟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
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次之，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了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学习。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馆藏书籍之多，令他们终身难忘。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将各类新书免费送一本到牛津图书馆的义务，甚至包括重印书。这二人在这里才算真的到了天堂。过去杨绛在东吴大学苦于应付政治学专业，又因无人指导，读书嘛，有点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意思。后来在清华大学，又因为要补习清华外文系的本科课程，认为自己缺漏太多，总是紧紧张张。只有在牛津，不用考试，不用应付专业，他才第一次做了真正的读书人。他一生中最悠闲最快乐的日子，便是在这异国他乡，假如不算想家的话。牛津大学拥有世界第一流图书馆，钱钟书将伯德利图书馆戏称为宝杜楼，真可谓神异。他们夫妇俩为了能尽可能的多读书，两人还制定了阅读计划，甚至玩起了阅读比赛的游戏，那情景令人神往，令人仿佛见到赌书泼茶的李清照与赵明诚。他们除了听课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读书上了。他们的阅读范围特别广泛，从文学、哲学，再到心理学和史学等各类书籍均有涉猎。图书馆环境优雅又极为安静，图书馆靠窗边有一排桌子，杨绛通常就坐在那里安静地读书。他们非但在牛津的宝杜楼里做一对书虫，他们还要去市里的一家图书馆，那里以新出版的当代文学书籍为主。他们为博览古今，学贯中西，便时常去那里借了书回来看。书非借不能读也，果然如此。他们常常一摞书借回来，没到还书日期，他们又一摞摞地还回来，当然全都看完了。两个人就这样比赛着读书，到年底的时候，他们还要统计这一年究竟读了多少本书。书目数字差不多，然而钱钟书读的基本上是大部头。杨绛将自己读过的小册子也算进去，真是不甘心啊。中文书没有被钱钟书算进去，但杨绛是要算进去的。钱钟书就调侃他，阿季耍赖。爱读书自然也就爱买书，这方面几乎很少有例外，除了张爱玲。张爱玲一生都没有什么藏书，尤其是晚年她在洛杉矶的公寓里，简单到几乎看不到书，令人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个作家的居所。钱钟书自然不是这样的读书人，他爱买书，不过家里的财政大权掌握在杨绛手中，他们如果一起出去，看见心爱的图书，钱钟书不免心里痒痒。杨绛考虑的就很实际，买这么多书，到时候回国怎么办呢？扔吧舍不得，不扔吧带不回去。于是就建议少买，乃至不买，要么就跟他说，不如下一次再来买好了。听话的钱钟书果然就不买了，可是他过后一定会大呼上当，再去的时候书早已卖掉了。气得他在日记里牢骚满腹地写下了这样的话，妇言不可听。他们在牛津过得真是天堂般的日子，这段生活的闲适和富足，精神方面的愉悦和满足，以及衣食无忧的物质满足，都让他们一生怀念。钱钟书在一首名为《牛津大学风景总序》中这样写道：牛津极静美，尘世一乐园，山辉水明秀，天清云霞轩。
万里即交笑，临寻欲损繁。悠悠直尖塔，赫赫并叠垣。乔屋成环洞，深院掩重门。石壁千年古，波落黑又深。真有辟雍日，如见泮池存。半载匆匆往，终身系梦魂。这个梦牵魂萦之地，让他们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也让他们的英文水平迅猛提升。他们好似两株健壮的优良的树苗，根植在这片思想文化的沃土，终于在未来长成让人仰望的大树。牛津严谨而保守的治学风格，也对他们日后的为人为文有着至为深远的影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18集，爱揉碎在一饭一书。前些年时常看到这样的新闻，移居海外几十年的华侨，晚年心心念念的是家乡的某道菜，为了吃上那道菜，不惜千辛万苦回到中国。也有青年学子初次离开中国，到千山万水的国度留学，行李箱里带着的除了书本，居然是方便面或榨菜。我的一位朋友，他从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每次家里人去看他，他总要叮嘱一句，带上老家的特产。孟子说，民以食为天。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饱腹之需，一餐简单点的饭菜背后隐含着特别的爱，独特的文化历史，以及难以尽述的乡情乡愁。特别是对远离故土的人们来说，能吃上一顿地道的中餐，已经成为他们心中最为迫切的需要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的钱洋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牛津规定，学生每周要在食堂用餐多少次，以此证明这个学生的确在校园里生活学习。钱钟书因为已婚，学校对他这样的人士放宽政策，从每周4、5次晚饭减少到1、2次即可。他们租住在一个被他们称为老金的人家里，房客不止他们夫妻2人。老金一家为大家提供1日4餐，早餐、午餐、下午茶和晚餐。英式下午茶举世闻名，钱钟书后来一生戒不掉的一个爱好。英式奶茶就是在英国留学时期养成的。起初，他们为节约时间，很满足于这样的安排，但过不了多久，钱钟书那思乡的胃就开始闹腾了。他不大吃得惯那些饭菜，总想吃上一口中餐。再加上老金家的饭菜也有些每况愈下，这令钱钟书时常感到吃不饱。即便杨绛将自己的那一份省下来一些给他，依然填不饱肚皮。杨绛认为，像老金家那样简单的饭菜，自己也能学会。她心疼丈夫的胃，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能安心于学业，她这个往日不问家事的大小姐，如今要学着自己做菜了。但做菜首先要的是一个厨房，她想着他们该搬家了。某日，她看见一条租房信息，按图索骥，她决定独自去看看。等她再去看的时候，发现广告没了。她不死心，还是按照那地址寻了过去。迎接她的是一位爱尔兰女士，她也不说房子还有没有，只是问了杨绛一些基本问题，然后就带她上楼去了。房间在2楼，一个卧室，一个起居室。杨绛对这里很满意，距离学校和图书馆也近，穿过一条街就是公园。第2天，他带了钱钟书一起来，除了租金要比老金那里贵一些，别的都还好。但是好在租金在他们的预计范畴之内。
两个人当下决定，圣诞节一过就搬过来，便和达雷女士签订了租约。距离新居不远的地方有一家食品杂货铺，他们会去那里预定下日常所需的物品，然后店里的小伙计按时送过来。他们像刚离开父母学着独立生活的少年，学习使用电灶和电壶。每一点小成就对他们而言都是大欣喜。搬家那天，两个人累得人仰马翻，整理衣物，整理书籍，收拾卫生。一番活搞下来已经是深夜，钱钟书累得倒头就睡，杨绛累得睡不着。令人惊喜的事情却发生了。第二天一早，向来笨手笨脚的钱钟书却为还在酣睡的杨绛做好了早餐。他还将一张小桌子挪到他的床前，黄油、果酱、蜂蜜应有尽有。那顿早餐是杨绛印象最深刻、最甜蜜的一次。此后，钱钟书包揽了家中的早餐。因为他的作息习惯是早睡早起，杨绛的作息习惯是晚睡晚起。搬进新居后，钱钟书一开始就给杨绛出了个难题，他想吃红烧肉。这可不是炒个青菜那么简单的菜。他们当时的朋友于大枕、于大英姐妹，还有一些男同学，几乎都对烹饪不甚了解。一圈对比下来，似乎还属杨绛在行。但这些好为人师的朋友们却在杨绛面前充起了老师。他们让他把肉煮开，然后倒掉水，用生姜、酱油等佐料，这样一番功夫下来，红烧肉必定能成了。可是生姜和酱油在小城牛津却是个稀缺货色，毕竟这是中国人才爱用的两样东西。照葫芦画瓢，他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电炉子开足马力，两个人守在那里，如同守候生命中贵重的礼物。可惜，这样一番苦功下来，结果却是什么效用也没有。那个肉怎么也不烂。吃一堑长一智，杨绛经过这次失败，左思右想，不知脑子怎么就开窍了，一下子想起昔日见母亲做这道菜的样子。江南人做红烧肉是要用橙皮的，为的是让肉快熟，并且橙皮的清甜香气混合着肉香，最是美味。因为橙皮的缘故，肉腥气也随之消散。杨绛不仅想起橙皮，还想起母亲那时候做这道菜总是文火，而非猛火急攻。其实世事间哪一件不是如此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民宴用朴素的方式呈现出这种智慧的妙处。再一次做红烧肉的时候，杨绛用雪莉酒充当买不到的黄酒，文火取代急火猛攻，肉汤留着慢慢熬，居然成功了。看着钱钟书大快朵颐的满足样子，杨绛非常开心。和他一起读书是快乐，为他洗手做羹汤也是快乐，这是另一种成就，来自世俗生活的魔法。爱也许没那么神秘不可测，因为爱有时就隐藏在一饭一书中，等着我们用味蕾慢慢开启一生的爱的旅程。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靠着这份烧菜的天赋，杨绛很快丰富了他们的食谱。但唯一有一样食材他处理不来，每次见到都犯怵，这就是活虾的处理。因为做虾得剪掉虾子的须和角，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感觉虾子仿佛在抽搐，他急得扔掉剪子，来回不安地走动。钱钟书见状，忙询问怎么回事。虾，我一剪，痛得抽搐了。
以后咱们不吃了吧。虾不会像你这样痛，我还是要吃的，以后可以由我来捡。人间烟火色，也许就是这样，彼此搭手，彼此成就，彼此温暖，彼此依靠。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妻暖阳第19集，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在希望与等待中。法国作家大仲马在其著作《基督山伯爵》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句流传后世的话：人类的全部智慧浓缩为2个词，希望与等待。然而，说到希望与等待这样充满美好的词汇，我们人类首先想到的怕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的确，世事间还有什么比孕育新生命更让人满怀希望的？诗人说，孩子是我们射向未来的一枚子弹。人类因为对自身深切的爱与眷恋，以及因死亡不得不降临的忧惧，使得我们更加渴望生命的延续。当我们告别人世，孩子就是我们遗留在人间的一双眼睛。作为新婚不太久的杨绛夫妇，自然也不能免除这念头。他们渴望命运的礼物，渴望2个人生命的延续。钱钟书曾对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2个相爱的人对未来生活的希冀，莫不过于此了。一起想象拥有一个小生命，猜测婴儿的性别，给婴儿起名字，幻想婴儿叫自己一声妈妈，叫对方一声爸爸，真是想想也美好。当时的他们在牛津愉快地度日。这一年是杨绛一生中最为欢快轻松的一年。假期来临的时候，他们决心来一趟旅行。他们和房东那位爱尔兰女士约定，假期回来后还将继续租住她的房子。与此同时，他们期待着假期返回后换一间更大的房子。也许冥冥之中，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将有特别重要的变化。他们重回伦敦，夫妻俩从公寓到海德公园，从动物园到植物园，还有读书人不能不逛的旧书店。从西区富裕的街区到穷困的东区，他们忙着这种城市里的探险，每一次都有收获。和相爱的人去哪里都是收获。离开伦敦，他们决心去一趟巴黎。巴黎，这座超级大都会，曾被哲学家本雅明称为世界的首都。那时正是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云集的所在，他们自然不肯落下。尤其杨绛当时的兴趣在法国文学，他们就更要去一趟巴黎探险了。在巴黎，他们见了不少老同学。也是在那一时期，钱钟书接到政府打来的电报，要他做1936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他们得去瑞士日内瓦开会。钱杨2位在巴黎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王海。他请杨绛夫妇吃中餐，也请杨绛做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杨绛对此十分得意，因为过去她来牛津多少有点沾丈夫钱钟书的光。现在他们一起去日内瓦开会，她却有了自己的身份，这当然令人开心。同行的人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教育家的陶行知。夜晚降临的时候，陶行知教杨绛如何用科学方法辨别头顶的星空。瑞士之行十分愉快，共产党方面的英文发言稿出自钱钟书之手，反响很是不错。在此期间，他们还一起畅游莱蒙湖，有钱钟书诗歌一首为证。莱蒙湖极目。
豹边犀利风头湿，雪外嶙峋石鼓斑。夜半不须持峡去，神州自有好湖山。日内瓦回来后，他们的落脚点依旧是巴黎。杨绛有清华旧友在巴黎大学读书，听闻那边入学无需牛津的吃饭制点名，他们便想着不如及早注册，早早成为巴黎大学的学生。1936年，那一年的秋天，他们人还在牛津的时候，但是却拥有了巴黎大学留学生的身份了。带他们办理注册事宜的就是杨绛的清华旧友。当年的他们什么样呢？也许从他们友人的回忆中能追寻到极光片语，那是他们即将为人父母前的样子。有一天，我与思静刚要走出公寓的门堂，看见一对夫妇也走进来，正用英语在商量着想租一间公寓。都是东方人的面孔，男的留着一小撮希特勒式的胡子，女的梳的是马桶盖的娃娃头。20多岁的一对青年，这种打扮，人在法国而说英语，真是不伦不类，因之引起了我和思进的注意，认为是日本人。我和思进都曾留学过日本。这就是钱钟书和杨继康一对夫妇，从此我们4人就做了好朋友。但时间不长，因为钟书夫妇是从英伦来度假，借以搜集一点法国文学的资料。我们的友谊进展很快，思进学理科，我学军事，钱氏夫妇学文学，个人的知识有相互交流的新鲜。地域跨越欧亚和日本、法国、英伦的国界，有摆不完的龙门阵。有一点是我们这4人帮所共同的，那就是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我呀，只要和钟书朝朝暮暮相会就够了。杨绛拉着钟书的手，圆圆的脸，笑起来像个洋娃娃。青年时代的钱钟书，对文学有一股奔放的思想，对于东西双方的文化都有极深的造诣。杨绛也不赖，真是一对天上的仙侣，人间的鸳鸯，而却是只羡鸳鸯不羡仙。这对人间仙侣在瑞士巴黎一圈旅行后，回到牛津的他们，发现令人又惊又喜的事降临了。杨绛怀孕了，他们要为人父母了。从此后，他们俩将成为我们仨行走于世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播讲竹溪暖阳，第20集，我加你等于我们仨。生命是一趟奇妙无比的旅程，有的人沿途奇峰迭起，有的人风平浪静，有的人匆忙地来，匆忙地走，有的人则留下打扫人生的战场，收拾最后的回忆。自打杨绛怀孕后，他们的生活就起了重大变化。对于毫无经验的青年夫妇来说，他们原本以为怀孕了还会和以往一样，但是肚子里的小生命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意愿。杨绛起先还想着照旧煮饭看书学习，后来发现非得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这小家伙才可以。这个尚未出生就已经占据父母全部的爱与精力的小生命，一定对未来的世界充满新鲜与好奇。向来凡事不操心的钱钟书，为了杨绛和腹中孩子的生命安全，早早地到产院定下单人房。这还不够，他又请产院的女院长推荐医生。院长问他，要女的？院长之所以这样问，乃是出于对他这张东方面孔背后文化习俗的了解。男女之大防，向来是中国人比较注意的，尤其是那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可是钱钟书的回答很是令院长吃惊，要最好的。
他不在乎医生的性别，只要能保证他的妻儿安全。预产期临近乔治6世的加冕日，他们的医生斯班斯先生很是希望他们能够生一个加冕日娃娃。但是这个小家伙似乎对英王加冕无所谓，慢悠悠地享受最后几日在母亲腹中的幸福。5月18日，他住进了产院待产，紧张、兴奋、焦虑，又充满希望地等待了一日。这个迷恋母腹的小家伙还是不肯出来见他的父母。19日，在各种努力均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安全的缘故，医生给杨绛用了药，用杨绛的说法是让他安然死去。其实那不过是催产镇痛之类的药物，他就这样睡过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腹中已经空空，浑身疼痛难忍，一动也不能动。怎么回事？他急忙问身边的护士。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护士这样回答道。一个探头探脑的护士十分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不叫喊呢？杨绛回答，叫了喊了还是痛啊。他们更加好奇了，中国女人都这样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其实中国的女人也叫喊，但杨绛在生产这件事上的表现颇能说明她的个性。她身上异乎寻常的坚韧品质，将在日后动荡的几十年里越加显得弥足珍贵。一个护士终于将婴儿抱了进来，她得意地说，娃娃出生的时候已浑身青紫，是她给拍活的。小家伙是牛津出生的第2个中国婴儿。杨绛匆忙看了一眼，无力说话，又昏睡过去。这个小家伙哭声嘹亮，英国人叫他 Miss Singhai。 杨绛音译过来，星海小姐。钱钟书这一天来来回回到产院4趟。当杨绛再次清醒的时候，他见到了钱钟书，那已经是钱钟书往返于产院和公寓的第7趟了。他们的公寓距离产院虽然不算远，然而没有公交车可以直达，因此钱钟书这就来来回回靠的是他那双健康的脚。上午他过来的时候，产院告诉他生了个女儿，然而尚不能和妻女见面。第2趟他再来，杨绛上了药，没有醒来。第3次他看见了杨绛，然而杨绛还处于昏睡的状态，尚未清醒。第4次已经过了下午茶的时间，杨绛清醒了，护士抱着他等待已久的女儿，让他们父女相见。钱钟书像所有初为人父的男人一样，得意而兴奋，将女儿看了又看，真是看千遍万遍也不厌倦。然后他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后来女儿长大以后，杨绛告诉他父亲的欢迎词，他很喜欢。每到他生日的那一天，钱钟书总是告诉女儿，那是母难日，所有的母亲都一样，从生产那道鬼门关里闯过来的。曾有一个电视节目让男人改变性别，体验一下女性的生活，其中一项是模拟生产的阵痛。2位健壮的男青年信心满满地躺在那里，接受痛感的袭来。一开始他们面不改色，甚至还能和对方轻松自如地交流。再后来，随着痛感程度的增强，他们的表情狰狞，忍不住哀嚎，眼泪也痛得落了下来，恳求停止实验。而这距离最后的生产疼痛指数还有很大的差距。钱钟书所言母难日一点也不假，这是对爱妻的疼爱，也是对爱女的教育，让他从小就知道母亲为了他的诞生做了怎样的努力。这样的女儿长大了，自然也对母亲知冷知热。远在大洋彼岸的钱基博得知他有了孙女儿，来信给孙女儿起名钱建如，
号丽英，因为女娃娃属牛，取牛立于英的意思。钱钟书夫妻俩觉得这名字拗口，见女儿圆嘟嘟很是可爱，便叫她阿圆、圆圆，大名钱圆。这样他们爱的结晶便有了一个可爱又顺口的名字。后来他们经常喊她圆圆头。原本是我和你，就是神仙世界，如今是我加你等于我们仨。有了圆圆头的到来，一向孩子气的钱钟书更加淘气了。过去他只会跟杨绛恶作剧，现在他开始跟女儿各种玩耍。等到女儿大了的时候，他们便一起做游戏，一起大叫着，请杨绛做裁判，彼此都声称遭到对方的欺负。这样快乐融洽的一家人，真是处处人间至暖情味。不过如此恩爱又喜欢孩子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一辈子只生了圆圆头一个孩子，为何他们没有继续追加这项繁重却幸福的任务呢？说来也很有意思。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元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元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力量，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杨绛如此写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21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无双赌书泼茶。每次看到纳兰容若的一句词，一生一世一双人，便觉得这世上怕没有多少人能担得起这理想境界的诠释，但又感到这样的无双，杨绛和钱钟书恰好是这样的一对。行过江南，行过无锡，行过钱钟书的故园，行过苏州，行过杨绛的母校苏州第10中学，行过上海，行过天耀桥路的启明女校，行过复兴中路，总要想到世上曾有过这样一对神仙眷侣，他们曾经就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在同一个国度。这样一想，就觉得幸运，我们的时代有这样美好的爱情。他们是罕见的，将精神契合的伴侣与生活和谐的伴侣二合一。平凡如我们，多数人的一生得其一便是幸运，饶是如此。还有很多人一生也遇不到精神的另一半，就算是朝朝暮暮相伴的伴侣，也未必和谐，这也许就是人类的命运吧。但我们有幸知道，有人不是这样。我们看钱杨二位是神仙眷侣，他们自己也视对方为自己的知己伴侣，是志同道合的夫妻。他们的一生是读书相伴的一生。留学欧罗巴的日子，他们读书竞赛，哪怕是在杨绛怀孕期间。那一年的日记里，钱钟书还写下了阿季读书书目不过关的话，自然是打趣他。他对他的恋与爱，从学问探讨到生活百科，无所不包。在牛津，向来大名鼎鼎的大才子，却因2门功课感到头痛万分。一个是古文书学，另一个是定书学。教材里画上方法，教导学生怎样将整张纸折了又折，还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然而钱钟书和他的一位名叫司徒亚的同学，却无论如何都叠不好。杨绛见2个大男人平时高谈阔论那样神采飞扬，此时面对一堆纸张，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竟然赌气似的跑到杨绛面前告状，说这教材真是岂有此理。面对孩子气的钱钟书，杨绛真是哭笑不得。凭借女人的本能，她要过来书本，很快就明白事情究竟在哪里出了差错。她告诉他们，
书本上的方法和实际操作正好相反，书上画的如同镜子里的反应式，就像达芬奇的笔记本一样，他使用的是所谓镜像体，自然不能按照常规的方式来理解。钱钟书二人听罢，照着杨绛说的方法折叠，果然对了。他们见杨绛这样厉害，赶紧拉着他一起学习古文书学。杨绛找出一根耳挖子，用针尖点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认。据杨绛所写，他们的考试并不难，只要求把字认得准确，不计速度，另外稍许翻译几行字即可，但假如有错的话，错一字倒要扣掉不少分。考试的时候，钱钟书慌里慌张，连题目要求都没看清，就急忙作答。他将整页古文字都翻译了出来，结果可想而知，他把分数赔光了，还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重考，真是令人意外的吃惊，又叫人忍不住想笑。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旷世大才子钱钟书的身上。钱钟书与杨绛在一起，谈论的话题无所不包。有时他怂恿杨绛作诗，杨绛很有自知之明地说他不会作诗，他就急吼吼地毛遂自荐，告诉他作诗并不难，只要让他来教他，保准一教就会。杨绛才不上这个当，他一口回绝：我不是诗人那块料。钱钟书只得作罢。然而等到日后他写作的时候，需要一两首写得不那么好的现代诗的时候，依旧央求夫人现写给他。杨绛只得依着他，写了拿给他，他总是说很好。他在别人眼中狂傲书呆子气，然而他看来却是一团痴气，十分可爱。杨绛心中的钱钟书从来不是狂傲的人，而是谦逊有礼、热情洋溢的人。他在他心中永远是人淡如菊，须臾不能离开的人生伴侣。杨绛笔下的钱钟书有时确实痴气十足，这痴气或为令人忍俊不禁的孩子气，或为不通世故的书生气，或为对学问文学认真的傻气。不论是哪一种气，他都喜欢、欣赏并接受。他最骄傲的是自己保住了他的痴气。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搞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有妻若此，夫复何求？别人都说钱钟书很狂很傲，有一句流传很久的话，钱钟书瞧得起谁呀？面对这样的铺天盖地的言论，作为妻子的他撰文为他辩护。钱钟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我为什么非要承认他的骄傲不可呢？钱钟书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可谓视书如命。不论处于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有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式大词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他读书多，记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贯通，文白圆融，大多缘由于此。钱钟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又几人能相比的吗？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老人曾对我说，如莫存者，200年300年一见。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
著作等身，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莱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对慕名选他课的学生，他挑剔拒绝，理由是你已有幸选过我一门课了，应当让让别人。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钟书会见谈学后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行惭愧。陪同的朱红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常有人玩笑道，朋友圈里有人晒美食，有人晒美娃美景，钱钟书如果在的话，他朝那儿一站，晒的就是图书馆。确实如此，他就像移动的图书馆。多么幸运啊，他的伴侣和他一样，他们都视书如命，相互欣赏，将彼此视为自己思想的知音。世人在意的，他们偏偏很淡薄；世人追求一生难以拥有的，他们偏偏一出手就摘取了最亮的星。多年后的杨绛曾这样写道：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的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这样朴素的良言，对于当下的我们也许是最为难得的。然而道理都懂，几人笃行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播讲竹溪暖阳，第22集。你在，便是心安。今生结发为夫妻，浪漫的诗人会说，这是在佛前求了500年换来的姻缘。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婚姻和爱情一样，需要2个人的共同维护经营，一饭一书，一言一行。久了，就像一件穿久了的衣服，一身褶皱，人衣合一。然而，这种熨贴的背后也有着某种危险性，即不再有新鲜感和惊喜。这样日复一日朝夕相对中，我们很容易忽略伴侣的感受，有时甚至看不到对方的付出。杨绛和钱钟书的婚姻真可算是一本模范婚姻教科书，尽管他们自己必定是要反对这样的说法的。然而我们从他们恩爱和睦的家庭氛围中，从精神契合的交流中，我们仍然愿意这样认为。久了，你在，便是心安。平时在身边触手可及，幸福也显得不那么隆重。那些小确幸，正是我们热爱生活、热爱彼此的动力。一向痴心不改的钱钟书，在杨绛生产住院的那段时间，可是苦死了。他向来笨手笨脚，一个之前连左右脚都分不清、蝴蝶结都不会打的才子少爷，如今又要应付学习，又要牵挂医院里的妻女，还要应对一个人的生活，想想都头皮发麻。他时常闯祸，那些不大不小的祸事常常让他苦不堪言。他像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一下子没有人庇护他、照顾他，他把好端端的日子过得颠三倒四起来。他去见杨绛的时候，经常苦着脸对杨绛诉苦，老老实实对着妻子招供：阿季，我做了坏事了。外人若听到这样的话，必定大吃一惊。什么样的事情能够称得上坏事呢？
原来不过是他打翻了一瓶墨汁，墨水倒出来，将房东家的台布弄脏了。可是这在这个孩子气十足的大才子眼里，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坏事了。他得一五一十地向杨绛汇报，请求他的支援，真是一刻也离不开。杨绛此刻还躺在医院里坐月子的产妇，却温柔得如同慈母般对自己的丈夫说：不要紧，我会洗。钱钟书听了不以为然，以为他是宽慰他，于是跟了一句：墨水呀。杨绛就是杨绛，他说墨水也能洗。他听了这样的话，放心地回去了，然后又做坏事了。下一次他依旧诚惶诚恐地来看妻子，告诉他把台灯砸了。杨绛听后细细地问明白是什么样的灯，宽慰道：不要紧，我会修。真是万能妻子，果真当得起婆家的那一句夸赞：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锅铲握的，笔杆摇的，钟书吃人有吃福。他听了这种话，就又放心地回去了。钱钟书对杨绛的这一句不要紧，我会，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仿佛妻子真的什么都能解决，他所闯的祸，他都在背后兜底儿。他之所以会这样信任他能解决这些事情，全是因为过去杨绛这样讲之后，确实都解决了。他们在伦敦探险的那段日子，钱钟书的额骨上生了一个钉，两个人都很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帮他们找了位英国护士，护士告诉杨绛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热敷。杨绛跟他说：不要紧，我会治。其实他这样说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没底儿，但为了宽慰丈夫，他面色如常，十分自信地告诉他会治。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每隔几个钟头，他都要认认真真地为他进行一次热敷。这样的热敷进行了几天后，令人惊喜的结果出现了。粘在纱布上的最后的那点东西被连根拔起，钱钟书的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疤痕。自此，他对妻子的不要紧，我会，深信不疑。我们都知道钱钟书任性的脾气，若没有稳重心细的妻子，他的祸事不知有多少。他的为人又颇为清高，这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在流传于世的有关钱钟书的淘气事情中，其中一件跟猫有关。多年后，他们在清华园的时候，和林徽因、梁思成一家做邻居，两家人都爱猫，都养了猫咪。有一回，两家猫咪打起了架，钱钟书看不过自家猫被欺负，书呆子气发作起来，竟然帮助猫咪一起欺负林徽因家的猫咪。杨绛知道后跟他说：都说打狗看主人，那么打猫要看女主人了，何况那只猫是他们一家爱的焦点。然后她带丈夫向林徽因赔罪，妻贤夫祸少，这俗语用在他们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可以想象，若没有杨绛的各种赔罪，钱钟书不知道得罪多少亲朋好友。这倒不是说杨绛是和事佬的个性，相反，他是个极有原则、是非观很明确的人。他和钱钟书两人志趣相投之外，难能可贵的是个性互补。钱钟书有时不免恃才傲物，脏痞人物的时候幽默刻薄，这时候杨绛的温柔含蓄就像润滑剂，让他在世俗生活里不致摔倒。至少他摔跤有人拖着，他闯祸有人按着。他像激情翻滚的大海，才情洋溢，世间罕有匹敌者。然而唯有在他的身边，他才像个淘气的孩子，接受他的管教，将自己全身心地托付给他。如果说他是汪洋恣肆的海，那么他就是那根定海神针。
不论他在外面闯了怎样的祸，做了天大的坏事，他在他这里永远是个亮眼睛的少年。任世间红尘怎样翻滚，任他风平浪静还是狂风暴雨，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有个人可以依赖的时候，那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人世浩渺，如小舟夜航，茫茫人海，我们总想要一个依归，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一双值得托付的眼睛，一双总是拉起我们的手。如诗人徐志摩所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找那唯一心灵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杨绛得了，他们是彼此的幸运儿，朝朝暮暮的相对，因为有你，人生才显得安定。如飞在空中的风筝，你是那根细细的绳索，也好似那不系之舟，你却是归人心中的灯塔。恰如了不起的盖茨比心目中那束银绿色的光，它是我们继续生活的理由。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23集，与你看尽人间灯火。爱是别在心间的一缕香，还是随身携带的温暖和喧嚣？有时是行走自由时甘心情愿的束缚，有时是夜半无人私语时，还有时是与你一起万水千山走遍，还要和你看尽人间灯火。在那一盏盏昏黄的灯盏下，听雨打芭蕉，哄小儿玩耍，闻人间至味。钱钟书在牛津顺利拿到学位后，他们的女儿圆圆也满了100天了。他们按照之前计划的行程前往巴黎继续求学。那时的圆圆已经是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小娃娃了，穿一身长过半身的衣服，十分安静，不爱哭闹，安心地随着父母舟车流转。他们先是从牛津乘车到伦敦，又从伦敦乘车到多佛港口。英国诗人、批评家阿诺德曾留下过一首广为流传的诗，名字就叫《多佛海滩》。今夜大海宁静一片，月明星稀，水涨潮满。清辉下的海峡，遥望法兰西的彼岸，隐隐绰绰，忽明忽暗。英格兰崖壁陡峭，高高耸立静谧的海湾，一望无际，微光闪闪。请到窗前来吧，夜晚的空气多么新鲜。这位牛津教授的名作，想必作为后辈的钱杨二位，在牛津的时候必定对他很是熟悉了。阿诺德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和钱钟书一样，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或许当他们行过多佛海滩的时候，也会想起这谜一样的大海。就像我们的人生遭际，无法预言，只能顺着它的洋流，慢慢地寻觅那灯塔，寻觅那彼岸人生。他们便是从这里，从多佛渡船到了对岸的法兰西，法国加莱港口，然后又从加莱前往巴黎。好在朋友们已经先行给他们租下了巴黎近郊的公寓。圆圆的可爱已经俘获不少成年人的心。在伦敦，一位中年人细细端详她后，说了句漂亮的双关语 A China baby。 杨绛听了颇为得意，既为圆圆得意，也为自己生出这样漂亮的娃娃得意。这个人的话还可以当作这样来看待， A China baby， 一个中国瓷娃娃。圆圆细腻的皮肤，吹弹欲破的肌理，完全可以想见。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因为脖子还很无力，3个月的时候还不能完全直起脖子。这时候抱孩子是很讲究技巧的。杨绛在牛津的产院里
是经过护士培训的，而向来生活自理都很困难的钱钟书，可想而知，定然是不会抱孩子的。这一路杨绛和钱钟书都格外辛苦，杨绛怀抱婴儿，钱钟书则两手都满满的，一手一只手提箱，两个人偶尔换一下，就算是休息。但是刚到加来港，港口工作人员远远的就看见怀抱婴儿的杨绛，立刻让他们优先下船。杨绛后来在文章中说，法国人似乎比英国人更体贴爱护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英国人做事刻板，为人严肃且严谨，法国人不是这样，他们浪漫优雅，热爱生活和艺术。当然，这样的坏处是散漫慵懒，做起事情来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这一点可以从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两校的校风对比看出来。牛津的严谨与保守，它的住宿吃饭制度，以及让学生穿上黑背心等服装，均可看作是英国人严谨的生活态度之表现。巴黎大学比牛津大学还要古老，但是它比牛津宽松自由多了。钱钟书曾经引用一句英国学者的话来评价文学学士，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知无识。因而他决心在巴黎大学学习，更随心所欲一些，要的倒不是那一纸文凭。这种观点也影响了杨绛。他们夫妇二人在巴黎，虽然上课的次数没有牛津多，然而却一点也不松懈。他们像吸饱了水的海绵，利用一切机会饱读诗书。他们的圆圆需要照顾，为此杨绛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有一张家人留下来的照片，那张照片中，圆圆安静地躺在她的婴儿床里。所谓婴儿床，那小摇篮竟然是一个抽屉。常人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忙碌到何等程度。与他们相识的诗人王辛迪通过回忆，为我们留下那时杨绛夫妇的一点生活轨迹。1936年，我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次年到巴黎短期度假，住在清华窗友盛成华寓处。是巧钟书携其夫人杨绛也由牛津来巴黎，同住在拉丁区，与盛处相去不远。成华专攻纪德作品，并常就近向纪德本人请益。不同于一般留学生为学位头衔事务，钟书对此颇有好感。大家在街头不期而遇，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由此可见，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不无道理。这位盛成华正是帮杨绛夫妇注册巴黎大学的昔日清华校友，也是他到火车站接他们一家三口，又为他们租下了近郊的公寓。他们的公寓附近有火车站，上车只需要5分钟即可达到巴黎市中心，算是极为便利的选择了。他们的房东是一位退休的邮政员，厨艺很好。不过法国人向来比英国人懂得生活的艺术，在美食方面，或许唯有意大利人可以与他们相比美。房东太太热情好客，房东先生也很大方，他们每天为房客准备一日三餐，伙食便宜又丰盛。钱钟书夫妻俩起先也加入了大家的用餐队伍，后来发现有些不合适。这不合适倒不是因为经济问题，也不是因为伙食本身，而是时间的消耗。法国人吃一餐饭很是耗时，这样视时间如金子的杨绛夫妇受不了了，他们要抓紧一切时间阅读书籍，抓住在巴黎的时光，了解法国的文化历史。因此后来杨绛又重操旧技，做起了家庭主妇了。他这样牺牲自己的时间，钱钟书当然很是感激和心疼，他为此甚至希望能有辟谷良方，像往神仙似的，不用吃饭也不感到饥饿，
他甚至还写了诗。当然，日子还是要照常过下去的。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做羹汤。幽清烟火熏颜色，玉蜜仙人辟谷方。这便是钱钟书的爱妻之道。因为圆圆的缘故，他们无论如何肯定不能如先前那样随心所欲的读书工作了。怎么办？他们在巴黎的朋友林黎光、李伟夫妇有一个和阿元一般大的儿子，他们给杨绛出了个主意。听说某某同学将孩子送入托儿所，那样大人就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可是杨绛听闻孩子在托儿所要接受类似军事化的训练，吃喝拉撒睡样样有规定的时间，他便取消了这个念头。他们哪里舍得让圆圆去受这个罪呢？杨绛对门是个没有孩子的公务员太太，她的丈夫早出晚归，时常感到寂寞。她很喜欢过来抱着圆圆玩耍，一来二去，圆圆跟她熟悉了，她对圆圆爱得不得了，甚至动了想带圆圆到法国乡下的念头。她跟杨绛说，乡下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努力说服杨绛将圆圆托付给他。再者，他说了，他们就算是到乡下去看圆圆也很方便。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尤其对于母亲，那是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啊。凡是为人母亲者，皆有这体会。憧憬怀孕的心情和真的怀孕的心情截然不同。刚怀孕的时候，和孩子在肚子里能够施展手脚踢打母亲肚皮的时候又是不同。你会感到一个新生命的力量，那种温暖和爱怎么形容也不为过。好不容易等到小生命咕咕坠地，那时候人一生最大的牵挂才刚刚开始。那种放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掌心怕摔了的心情，每一个父亲母亲都能体会到。那位法国太太曾经将圆圆的小床挪到她的卧室，看她离开父母能否习惯。想不到圆圆这个省心省事的孩子，乖乖睡到天亮，没有任何哭喊。她睡得倒好，可是她那狠心的父母却一夜未眠。经过这一夜煎熬，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将阿元托付给别人，哪怕那个人那么爱他。后来好在那位太太的先生还要留在巴黎工作，他也没能回到乡下。当他们夫妇俩需要出门办事又不方便带上圆圆的时候，他们就托他照顾圆圆，自然他们肯定会支付作为感激的报酬。日子就是这样流水似的，他们一家三口在巴黎的生活紧张中有闲适，快快乐乐，十分充实。杨绛在巴黎期间更加深入地了解欧洲各国文化历史、语言风情，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钱钟书在巴黎同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的阅读计划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法文自15世纪诗人韦荣读起，一直到19世纪的作家，挨个读下去。他今天读中英文，明天就读法文、德文书籍，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据杨绛撰文回忆，起初他们刚到法国的时候，两人一起读福楼拜的经典著作《包法利夫人》。那时他的生字还比杨绛要多，1年后他的法文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他们就是在这种读书写作、养育圆圆，偶尔和朋友聚会中度过了巴黎时光。平静的生活有平静的滋味，波澜不惊的状态让我们得以更加从容、更加优雅地应对日常的琐碎生活。剪一段月色黄昏，伴朗朗书声，小女玩闹，夫妻相视，默契于心。这是最好的时光，最好的时代。尽管
大的灾难用不了多久就射级而上，且温存着良宵，明日之事留待明日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24集，爱是一生也写不完的一首诗。爱是一生也写不完的一首诗，有壮怀激烈，也有花前月下，更有脉脉此情谁诉。爱，简单的一个字，写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想起来更是百般滋味在心头。爱的内容很多，不是某个具体的名字或某张具体的脸，当然这样的爱也是爱。爱情之外，尚有父母子女之爱，兄弟姐妹之爱，朋友之爱，家国之爱，甚至对全人类的广泛的爱，对动物之爱也在此列。杨绛二人去国3万里，远离父母兄弟姐妹，身在欧罗巴的他们，一颗心却在遥远的故国。他们总是盼望着家乡亲友来信，好知道他们的近况，也了解祖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上个世纪30-40年代，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家国飘摇。他们刚到英伦的时候，尚且还算安稳，但很快情势急转而下。谁都知道1937年中日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战争，山河破碎，这令身在海外的他们忐忑不安，对家人更是牵肠挂肚。1938年，身在巴黎的钱钟书写了一首名为《哀望》的诗，寄托家国情怀。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一吞声。孰知众死胜轻死，纵补他生惜此生。身即化灰上积恨，天为机器本无情。爱之欲时归同尽，哀望江南复不成。这首诗所写的情景，倒也不能算钱钟书的幻想，有一部分来自家乡的书信。其实早在这首诗写作前，日本人第一次空袭苏州的时候，杨绛的家就遭了殃。那时大约因为杨绛家大业大的感觉，建筑也比一般的民居为大，日本人疑心是什么机构所在，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一家人从前院躲到后院，又从后院躲到前院。小妹妹杨碧，后来同样成为翻译家的她，告诉姐姐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一家人在空袭的恐惧中，全都莫名其妙地开始腹泻。战乱中的一家人四处离散，一封家书真可抵得上万金了。我在牛津产院时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了。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我们迁居法国后，大姐姐来过几次信，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11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的不知怎么好，只会动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却没有报得娘恩。都说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如今棉衣尚在，想要温暖那个一生护佑我们的人，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过去儒家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如今这对远游的游子，在接到这样一封家书后，对家对国都比以往更加思念了。据杨绛后来的回忆，当时他们家在遭到日本人空袭后，一家人商量着逃往苏州郊外的香山暂避贼风。第二天，杨荫瑜带着一大家子人启程投奔乡下的一位熟人。那熟人曾经委托杨荫瑜为他打过官司，一直对杨荫瑜的仗义帮忙很是感激。逃亡的人中，除了杨绛的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大姐、小妹以及2个姑母。就在这一年秋天，杨绛的母亲唐须英得了严重的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奄奄一息，眼看着一个鲜活的人行将离世。杨荫行决定自己留下来陪伴妻子，让其他人继续逃亡。当时炮火连天，到处有不幸死亡的人。大姐和小妹坚决不走，说什么一家人要死也要死在一起。2个姑母走了，香山沦陷前，命悬一线的唐须英在万般不舍中走完了他平凡而慈爱的一生。杨荫行痛失爱妻，杨绛痛失慈母，此等哀痛非亲历者，笔墨难以尽述。好在杨荫行是个冷静理智的人，眼看着妻子气若游丝，他提前用几担白米换了一具特别简陋的棺材。父女几个人在细雨中，在四处逃难的人群中，为唐须英接来一块坟地，将他暂时安葬在苏州的荒野之中。杨荫行又请人在棺材外面砌一座小屋，然后他在一切可以写上字或刻上字的地方都写下了杨荫行这几个字，怕的是兵荒马乱的年代，等到太平的那一日来了，他将如何认领他的妻子呢？在他暂时安息的周围，每一棵树，每一片瓦上写上他的名字，除了好相认外，亦有陪伴他、护佑他的意思吧。人遇到怎样的艰难，活着总是最重要的事之一。杨荫行在悲痛中安葬完和自己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妻子，然后就带着女儿们回家。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再次返回苏州城内的家。那个家再也不复从前的温馨了，没了女主人的家总是寒冷，何况经过日寇的袭击，又被下人和乡邻们各取所需的洗劫了一番，真是乱世之中人性更乱，比平日更能见出真相来。杨荫行并没有追究他们，只要他和孩子们尚能安全度日。好在家中还有一些米可以食用，冒险回家后的父女3人每日还要面临城内日军的搜查。黄昏一过，他们总要挨家挨户地寻找花姑娘。大姐和小妹在乡下的时候已经剃光头，改成男装，然而即便如此也还不算安全。每逢遇到日军打门的时候，他们就连碗带筷子一起拿上，藏到柴堆里，由父亲杨荫行去和日本人周旋。杨荫行因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因而日语流利，这成了他一项优势，能够从容应付日本人。但同样的语言技能，对他的3妹妹杨荫瑜来讲就不是一件好事了。那时的杨荫瑜住在苏州盘门，他也因为曾经在日本留过学，会日语，因而每当日本人搜罗花姑娘的时候，杨荫瑜身上那股民族气节就不再允许他沉默了。他主动站出来和日本兵周旋，不少小门小户的姑娘家经过他的保护得以周全。然而她这样一个赤手空拳、无权无钱的知识女性，却忘了自身的安危了。也许她不是忘记，只是国难当头的时候，连沉默都是一种罪过。1938年的新年第1天，2个日本兵到杨荫瑜的家里，
不知用什么话哄他出门。当他走到一座桥上的时候，一个日本兵对着他后背开了枪，另一个日本兵将他抛到河里。可怜的三姑母那时还没有气绝身亡，求生的本能令他在受伤之后还能拼命游泳。日本人见三姑母竟然还活着，又朝他身上连开几枪。那个孤僻的三姑母死了，河水一片嫣红。邻居们将他从河里捞了上岸，然后将他草草入殓。棺木太薄了，等到洋银行来认领的时候，已经无法更换棺材，又没有现成的更大的棺材好套在他的外面，只得将棺材外面钉了一层厚厚的木板。后来洋银行将这个命运多舛的妹妹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埋在了灵岩山的秀谷公墓。等到下葬的时候，杨绛已经回国。他在文章里写了这样的感受：他望着仓促之间合上去的木板，都没有来得及抛光，疙疙瘩瘩，就像三姑母坎坷的一生。他追忆起母亲曾对他说过，三姑母其实是贤妻良母，只要她嫁个好丈夫，她一定是个贤妻良母。然而没有这个如果了。他可怜的三姑母一生怪癖，唯有这个嫂子宽容他，最终他们泉下相伴，也算是寒凉人生的最后一点慰藉吧。而这一切的死亡和离别，让身在欧洲的杨绛更是痛苦万分，因为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唤一声母亲，也不再有任何回应。那些孤灯下为他做衣裳的身影，将伴着杨绛的一生，直到生命的终点。爱是一生也写不完的一首诗。至此，杨绛生命中的爱之诗里，母亲的位置将永远空着了。另一个母亲，祖国的召唤已经响在他们的耳边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25集，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山河破碎，纸短情长。原来喜欢巴黎的杨绛夫妇，此刻却坐立不安了。除了得信之息唐薛英在战乱中溘然辞世，更多的煎熬却是来自他们对祖国、对亲人的牵挂。家国飘摇，山河破碎，风飘絮。欧洲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国，不是自己的家，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巴黎救国时报上的社论，内心激动万分。书生报国，国家危难之际，他们想要放弃巴黎的一切，不等拿到毕业文凭，只想一步踏入国土。其中有一篇名为《我们的主张》的社论，让他们很是喜欢。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需立即实行全国军事上的总动员；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需要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需立即实行民主自由；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需立即武装民众；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就必须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为抗战军队与政府之后盾；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需立即肃清一切日寇奸细。一声声呼唤，言犹在耳。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全是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热血青年，看了这样的社论，焉有不回之理？杨绛说，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1年，我们都急着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3等舱回国。那是1938年的8月间，归心似箭。当时的杨绛父亲和姐姐已经离开苏州的家，暂居孤岛上海。相比苏州，上海已经算是较为安全的所在了。
钱家也同样如此。钱基伯在浙江大学教书，钱钟书的母亲、弟弟、妹妹等人也只得背井离乡，逃到上海，跟着叔父一家住在法租界的拉菲德路，今天的复兴中路。他们都是花了大钱顶了上海的房子的。所谓顶，上海当时涌进了很多难民，一时间房屋难寻，承租人纷纷把所租赁的房再以高价将租赁权转让给他人，这就是顶。今天来说，就是他们花了大价钱从二房东的手里租了拉菲德路609号一所临街的3层楼弄堂房子，至今这里仍然住着钱家的后人。1938年9月，一艘法国阿多士2号游船正向中国驶来，这艘船上的某个3等舱里住着杨绛一家3口。他们匆忙结束学业，返回中国，内心激荡难安。就连一向细心谨慎的杨绛也没想到给圆圆准备充足的食物。海上漫漫长途，他还按照当年他们一起前往英伦的方法，想着船上的食物总是充足的，却不料如今是战时，一切供给都很有限，食物缩水，品质也没有那么好。这可苦了还是小婴儿的圆圆，这也令做母亲的杨绛多年后想起还要自责。上船的时候，阿元还是个白白胖胖的瓷娃娃，等到下船的时候却已经是个瘦弱的女娃了。行程20多天，又因为阿元已经断奶了，几乎顿顿吃土豆泥，这对刚失去母乳急需营养食物长身体的阿元来说，可真算是受罪了。战乱时节，不仅孩子受罪，大人也一样受罪。钱钟书本来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这一点可以从留学英伦时留下的照片看出来，自然还有其他文字凭证。然而在阿多士游轮上的他竟然手如飞蓬，活脱一个土包子。在回国的船上，他们遇见了诗人外交官茂孝鲁。在茂孝鲁的笔下，钱杨二位的形象如下：平郎钱子逆我笑，有句不吐亦则纳。故妻抱女渠自乐，丝丝乱发攒鸭窝。夜深风露不相容，绿灯漫舞扬清歌。喧挠巨帛惊作客，倾囊买醉颜微驼。钱钟书完全谈不上什么形象了，头发乱得像乌鸦的窝，海上风浪大，钱钟书又晕船，那滋味真是想想就叫人够受的。杨绛有一套非常管用的不晕船哲学，依我看这坐船不晕船，就要不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顺着船在波涛汹涌间摆动起伏，让自己的身子与船稳定成90度直角，永远在水之上，平平正正而不波动。钱钟书照着去做，果然不晕船了。这一套不晕船哲学完全可以看作是杨绛一生立身处世之哲学。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坐直了身子，岿然不动，身直心正，心无旁顾，风浪其奈我何。他的这套人生哲学在后面的半个多世纪可谓发挥了安身立命的巨大作用。船行至香港，两人暂时分道扬镳。原来钱钟书已经接受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职，按规定他要直接奔赴昆明，杨绛则独自带着囡囡回到上海。钱钟书的弟弟和亲戚等接到他们母女，回到拉菲德路上的钱家，见到了公婆、叔父、婶娘一并小姑子等家人。圆圆突然间见到了这么多亲人，很不适应，大声吼叫，连声哼哼啊啊说的竟然是法语，这令杨绛很吃惊。圆圆会说的第一个中文词是外外，意思是到外面去玩耍，如今他竟然说起了法语。
想来是对门那位法国太太的影响。见到钱家人，第二天他带着阿元回到了父母家，两家距离很近，父母家就在今天的淮海中路。圆圆这次倒是没有喊叫，小小的人儿似乎也感觉到和外公的亲近。当然，杨荫行不要孩子叫他外公，只允许叫公。他男女平等的观念一如既往，没有什么里和外之分，都是公，都是祖父。1938年10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恢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父亲老了，这是令杨绛倍感愧疚和心痛的一件事。父亲曾长时间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他愧疚于自己曾远离他，没能好好陪伴照顾他，以至于在家庭遭受重大不幸的时候，他也不在身边，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这是他心里说不出的痛。如今他回来了，他回到苏州看一看他的母亲，看一看他的家，昔日他成长玩耍的家，那个他和钱钟书结婚时的家，如今早已变了模样。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准备晚饭，路过一家餐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经过了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了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他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钟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记我昆明社馆7绝4首。第3首，苦爱君家好相访，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复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节后的家，在钱钟书的想象中，这个苏州的家依旧古朴典雅，碧绿的槐树浓荫蔽日，照着古旧的房子，绿树红蓝，粉墙黛瓦，真是美极了。然而这样的家只能存在于他们的回忆里了。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竖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2个秋千，旁边还有个当木架。可是当木用的木材太软，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子的当船用。我们常常坐在当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淡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钟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20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当木连架子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3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晨爬上香梯，去摘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
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很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脆，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去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汉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瓷古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跃动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莫惜，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食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归纳原处，地下还捡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钥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的。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他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摸，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服侍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矿，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有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多少繁花似锦，多少纸短情长的话，多少安闲度日的惬意，都随着山河破碎，随风远逝，渐渐地成为一代人心中无法言说的痛与爱。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26集，不计云间一纸书。归国后的杨绛在上海度过了颇为不平静的一段日子。那时钱钟书在昆明，夫妻二人分隔两地，想要说上几句贴心话也是很少有机会。西南联大条件之艰苦众所周知，校长梅贻琦的太太要亲自做东西补贴家用，教授们穿着打补丁的长衫，更有甚者常年穿一件雨衣，为的是下雨时挡雨，天晴的时候挡风。下雨天，门外大雨，屋内小雨，教授曾在黑板上写下停课听雨的话。钱钟书在这种情境之下，又因思念妻女，常给远在上海的杨绛写信倾诉一二。奈何杨绛还如从前一样，不太爱写信，一来是因为他的个性如此，二来却也是他分身乏术，忙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屋小檐深昼不明，板床支凳雾难平。萧然四壁尘埃秀，百变思君绕室行。这是钱钟书当时的心境。钱钟书当时从欧洲回来执教西南联大，冯友兰教授曾上书给当时的校长梅贻琦先生，请求破格给予钱钟书教授资格，月薪300元。钱钟书当年是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
其渊博的知识，学贯中西的博大精深，幽默犀利的语言，为他赢得了众多学子的敬意和爱意。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思想史。一次讲课既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杨绛是怎样的呢？归国后，他不是和父亲挤在一处，就是和钱家挤在一起，将就着过。婆婆和妯娌都是传统女性，杨绛日日和他们在一起，不是很有话题。再说杨绛本人也不是话多的人，当他们在东家长李家短的闲聊时，杨绛就躲在一个角落悄悄地看书。为何是躲？因为他怕被其他妯娌看见，怕他们多心，以为他看不起他们。对于一个从小就习惯看书的书虫来说，不让他看书的滋味很是难受，那感觉几乎等同于不让吃饭。因而他总是抽空自己慢慢看，但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实在太少太少了，有时他不能不出现在集体当中，他就在一旁的缝纫机上缝缝补补，他宁愿做活，也不习惯家长里短的闲聊。婆婆见他话少肯做事，后来干脆让他多做一点活计，有时甚至小叔子的裤子也要他来缝补。也是在这个时期，他的母校苏州振华女校因日本入侵无法继续了，校长王继玉女士将学校搬到上海，邀请杨绛来做校长。校舍好不容易找到，和赫德路小学共用一个，一家半天上课，轮流坐庄。这间租界内的地方还是当初的王继玉校长四处谋划才搞好的，现在非常时期，他自己不方便出面出任校长。听闻杨绛归国，喜出望外，当即登门拜访，请他接替自己做振华女校校长。杨绛本能的反应是拒绝，一来他始终对做官没兴趣，父亲也曾告诫自己，这辈子最好是不要当官；二来他的个性更适宜独自畅快，一个人埋头读点书，写写字更好。做校长就要事无巨细的管理，还要和各色人等打交道，这是他所不愿的。但王继玉校长再三恳求，他知道王继玉对自己的恩情，又是自己的母校，难以推却，便只好答应了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那简直是狗耕田。王继玉校长手把手教他，从资金管理到教学管理，样样都教。教好以后功成身退，他对杨绛说，我得走了，我不走的话，你施展不开手脚。于是杨绛就在这样风雨飘摇中走马上任了。他虽然年轻，人也秀秀气气的，但是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认认真真，追求完美。过去在苏州的旧部学生复学了，他又新招了一批学生。苏州学校的部分老师继续到上海教学，此外不得不新招一批教员。他做起这些事情来，竟然也得心应手。可是一个年轻的弱女子走马上任，有时不免也惊涛骇浪，三教九流都要应付。上海滩那时虽较为太平，是所谓冒险家的乐园，然而鱼龙混杂，许多阿猫阿狗小混子便也混在其中，吃拿卡要，颇为威风。杨绛在一篇散文里讲过这样的故事。我们的事务主任告诉我，凡是挂牌子的，包括学校，每逢过节得向本地地痞流氓的头送节赏。当时我年纪未满30，对未曾经历的事兴趣甚浓，地痞流氓平时逃避都来不及，从不敢正面相看，所以很想见识见识他们的嘴脸。
恰逢中秋佳节，讨赏的来了一个又一个。我的模样既不神气也不时髦，大约像个低年级的教师或办公室的职员，反正绝不像校长。我问事务主任，我出去看看行不行？他笑着说，你看看去吧。我冒充他手下的职员跑到接待室去。来人身材矮小，一张黑皱皱的狭长脸，并不凶恶或狡猾。我说，刚开发了某某人，怎么又来了？他说，某某啊，一是瘪三。那前天还有个某某呢？他说，一是告画假头。我诧异地看着他问，侬呢？他翘起大拇指说，阿拉是白象人了。接着一口气列举上海最有名的白象人，表示自己是同伙，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纸质精良，比通常用的窄1/4，名字印在上方右侧，4个浓黑的字，黑皮R2。我看着这枚别致的名片，乐得心上开花。只听他解释说，阿拉专管抢帽子、抢皮包。专管云云，可以解作专干这件事，也可以解作保管不出这种事。我当时恰似小儿得饼，把别的都忘了，没再多听听他的宏论，忙着进里间去向事务主任汇报，让他去对付。我把这枚稀罕的名片藏在皮包里，心想，我这皮包一旦被抢，里面有这张名片，说不定会有人把皮包还我，他们得讲哥们儿义气呀。可惜我几番拿出来卖弄，不知怎么把名片弄丢了，我也未及认清那位黑皮阿二。可见杨绛这个校长当得不容易，斗智还要斗勇，从人到事再到钱，没有一样不要他来管的。本来说好只当半年的校长，等到王继玉女士寻觅到合适的人就退下来，殊知这一干就继续下去了，一直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振华学校停办。在此期间，为补贴家用，杨绛还兼职为一个广东富商的女儿授课，做了几年家庭教师，起早摸黑的生活，回到家还有幼女和一堆家里的琐事要处理，早已精疲力竭了。因此他对钱钟书和女儿都感到愧疚。然而这就是生活，人长一张口就要吃饭，吃饭就得辛苦自己的一双手和大脑，辛辛苦苦刚够度日。人世如此艰难，应付肚皮已经不易，还有余力招架学问和艺术，真是超人般坚韧不拔的意志。或许我们必须承认，能够取得特别成就的人，天赋之外，意志力是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杨绛那些日子就是在这样精疲力竭中勉力支撑一个家，他的不计云间一纸书也是情有可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播讲竹溪暖阳第27集，人间烦忧，心上人影。如今网上时常能看到为人父母者的两难处境，孩子，妈妈抱起你就没法养活你，妈妈如果放下你，能养活你，却无法抱住你。职业女性的烦恼就是这样，不仅是为人母亲者，为人父亲者同样如此。杨绛在战时为养家糊口四处奔波，对圆圆的照顾自然就没那么精心了，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去上班，圆圆的日常饮食起居就落在了父亲杨荫行的身上。杨荫行特别喜欢阿元，杨绛的姊妹几个从来没有人和爸爸一床睡过觉，唯有圆圆享受到这份优待。以前爸爸的床很大很大，如今在上海床缩小了那么多，
然而他却要带着阿元一起睡觉。外公特别宝贝一个枕头，那是用台湾席子包成的小耳枕，中间有窟窿，可以将耳朵放进去。这是已经去世的外婆留给外公的礼物，是他生前特别制作的。平时外公宝贝的不要命，现在倒好，午睡的时候一定要让圆圆枕那个枕头。圆圆人虽小，可是特别可爱懂事，惹人喜欢。她回到上海的第2年春天得了痢疾，肠胃很是虚弱，动不动就吃坏肚子。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家伙，只要妈妈告诉他什么东西不能吃，他就很乖的听话。东西被人吃的时候，他也不哭闹，只在旁边玩耍。这样的自制力很像他的母亲杨绛。杨绛曾经在上海天耀桥路的教会学校读书时，有位牧师送给他一包巧克力，叮嘱他不要拆开，等到回家后再看。小小的他就能忍住，一直从上海带回苏州的家。在上海的时候，家中事务均由大姐处理，小妹妹杨碧还在工部局女中读书。他们家的楼上是三姨家，表姐有个比圆圆大2岁的女儿，小女孩正接受看图识字的启蒙教育。2个小朋友经常对坐在桌子旁。有一天，杨绛晚饭前到家了，大姐和2个妹妹连忙笑着说：“快来看圆圆念书。”他们把新买来的看图识字拿给圆圆，圆圆却把书倒了过来，然后从头念到底，一个都没错。这让杨绛们不明所以，他们以为圆圆一定是每天对着小表姐学习背熟了。后来还是大姐想到了，那是圆圆坐在对面，看到的字都是颠倒的缘故。血浓于水，尽管作为父亲的钱钟书远在千里之外，可是圆圆看书的姿势、走路的姿势都像极了父亲，这令做母亲的杨绛十分惊喜。1941年，父亲由内地辗转回到上海，我当时大约5岁，他天天逗我玩，我非常高兴，撒娇、人来疯，变得相当讨厌。奶奶说他和我是老鼠哥哥同年半，大的也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爸爸不仅用墨笔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儿。只不过他的拿手戏是编顺口溜起绰号。有一天，我午睡后在大床上跳来跳去，他马上形容我的样子是：身上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2只屁股猢狲。我知道把我的脸比作猴子的红屁股不是好话，就撅嘴撞头表示抗议。他立即把我又比作猪撅嘴、牛撞头、蟹吐沫、挖凸肚。我一下子得了这么多的绰号，其实心里还是很得意的。这对父女成为一对好哥们儿，大顽童和小顽童。可是在这之前，圆圆甚至拒绝认这个爸爸。1941年夏天，钱钟书车船劳顿，辗转回沪探亲。杨绛带着圆圆在拉菲德路住下，等待他的归来。钱钟书风流倜傥的气度已经完全变了。他穿一件下布长衫，头发很长，脸皮黢黑。布衫式样土气，布的质量也很糟糕，完完全全一个香窝宁进城。但是这个乡下人万般辛苦，也没忘记给女儿带上礼物。他的礼物也很特别，一把椅子。圆圆好奇地望着眼前这个人，他那么小，距离上一次分别已经太久，他完全认不出来他就是他的爸爸了。2年了，他看见妈妈将这个陌生人的行李放在妈妈的床边，一直很警惕。晚饭后他发话了：这是我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一句话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百感交集。钱钟书听了，像个孩子似的问圆圆：
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谁也想不到小小的圆圆语出惊人。自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杨绛听了十分震惊，因为女儿年龄太小，可是这个话却太丰富，于是他便一字一句地记下来了。只不过他将无锡话改写成普通话而已。正在大家不知如何应付的时候，钱钟书附在圆圆的耳边说了句悄悄话，立刻赢得了女儿的友情。从此他们成为没大没小的好哥们儿。至于钱钟书究竟说了什么，杨绛却无从知晓了。他有些遗憾，当时没有去问，没有将这一精彩的场面记录下来。他猜想，也许是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又或是你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的爸爸之类的话。但这样的话太平淡无奇，断乎不像一团痴气又才气纵横的钱钟书。这样的回答几乎要输给不足5岁的小朋友圆圆了。但不论怎样，这个令他牵挂的心上人影如今终于回来了，回到他们母女的身边，日日厮守，胜过纸上万语千言。有他在，人间所有的烦忧都不值一提。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28集，水木清华，山水迢迢。钱钟书回沪后，首先要解决的是住房难的问题。起先，他们一家3口都住在淮海中路的莱德坊。再后来，杨绛的弟弟从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归来，这样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就显得拥挤不堪了。杨绛觉得一家人无法再挤在一起，便在拉菲德路租了一间房。备受宠爱的圆圆要离开外公，这可苦了一老一少了。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杨荫行的一句话说得圆圆伤心大哭，圆圆的眼泪落在外公的衣裳上，向来不易落泪的外公也流泪了。好在他们分别没有多久，他们又搬回了莱德坊。那时的钱钟书回沪过暑假，久等清华大学下一年的聘书不至，内心诧异之余也颇感压力。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就是这个小家要维持下去，总也是要工作的呀。那时他们虽然住在莱德坊，但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还是到拉菲德路的钱家，向长辈请安。钱家比较传统守旧，杨绛起初和他一起去，后来因工作繁忙，就由钱钟书一人代劳了。姬伯频繁来信，一再敦促他速来师范学院。说来也巧，廖世成也在上海，他面请钱钟书，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英文系主任，公私兼顾的诱惑令钱钟书左右为难，但他为难的地方不在诱惑，而在他不太情愿去湖南。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的母校，当时已经化身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可是父命难违，他究竟该怎么办呢？妻子的意见也很重要。杨绛在此时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清华的工作不易，何况清华向来待钱钟书很厚道，焉有弃之不顾的道理。可是钱钟书家里从父亲母亲再到叔父弟弟，全部主张他前往湖南教书，顺便照料年龄已高的钱基伯。杨绛鼓励他如果不想去，那就应该跟家里人陈述一下不去的道理，但他没有强迫他硬着头皮去说。他先是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杨荫行，他将自己的难处讲给杨荫行听，指望父亲听了以后能给自己一点建议。谁知杨荫行听完后却默不作声。杨绛是个聪明人，见父亲一声不响，不便多问，
只是回来后自己认真琢磨，杨绛很快就领悟到这是父亲对自己的提点。人生在世，去哪里做什么，这是大事，旁人不便干涉，即便是夫妻，当由那个人自己拿定主意，自己做主，否则不论成败，不论快乐与否，旁人总要担责任，并且这责任是你担负不起的。毕竟我们只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至亲如父母、夫妻、子女之间，也是难以做主。带着这样的收获，他和钱钟书一同去了趟拉菲德路的钱家公寓。他已决计不强迫钱钟书，便沉默到底。怎知钱家人也是选择了沉默。这沉默如迷的空气，像一口巨大的钟，将钱钟书稳稳地罩在了其中，使他纵使有万语千言，也只好一声不响。杨绛在文章中形容自己只是出个场，照例做媳妇而已。难堪的脸色，难言的沉默，令他的内心陡然对钱钟书生出许多同情来。同情他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的为难，同情他在孝子和做自己之间无法平衡的尴尬。就这样，夫妻俩又默默地回了家。他原本还想给钱钟书一些意见，看到他这样的情形，想起父亲的不言之教，遂不声不响地陪伴他，给他精神上的自由与支持。这样，钱钟书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沉默的压力之下，终于决定前往湖南。他给当时的清华英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写了信，说明原委。但是叶公超先生未回信。这样，暑假一结束，他就和蓝田师范学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这一路的经验以及欧洲体验趣闻，后来都成为围城的写作素材。艺术来源于生活，不是一句空话。可是钱钟书前脚刚离开上海，杨绛后脚就接到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电报，问钱钟书为何不回复他的电报。这就奇怪了，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要知道，钱钟书可是苦等电报不至，又兼家庭压力，这才舍清华而就师范学院。杨绛接到电报后十分重视，立刻将电报转寄到蓝田师范学院，并立即回复了一封电报给梅贻琦校长说明情况。可是正如围城中所写的那样，他们经过漫长的时间，月余才抵达蓝田。所以等他收到杨绛转寄的电报和信件，已经是1个月以后的事情了。钱钟书赶紧给梅校长回复了一封电报，过后似乎觉得还不够，又追着回复了第2封，用于解释事情经过。他对自己的母校无限感激之余，又无限抱愧。清华对他如此厚爱，他却辜负了清华，这令他们夫妇都深感惭愧。甚至就是这封电报，也是他头一天离开，第2天才到的上海，真是擦肩而过。水木清华长在心上，却又如此山水迢迢，只好感慨一句造化弄人。就像当年杨绛投考清华一样，好事多磨。晚年的杨绛无所顾忌，在其著作《我们仨》中披露了当年的真相。2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那个遗失的电报。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我们对这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2个电报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时候无觅日记尚未出版，不过我们的料想也不错。陈福田拖延到10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钟书一口就辞谢了。陈未有意于挽留，我曾问钟书，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思索，斩决地说，我没有。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他就像我朋友蒋恩店带我看清华图书馆一样的自信又自豪。可是钟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理，叶先生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籍华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钟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钟书有气，但他生钱钟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钟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人性中嫉妒之心的必然结果。钱钟书恃才傲物的个性，又喜欢脏痞人物，不免得罪人，又因为他能力出众，博学多才，他留在西南联大，学生自然十分喜欢。但有些嫉贤妒能的人不免不欢迎他了。晚年的周汝昌曾经撰文回忆过钱钟书，称他一口标准英式英语，幽默风趣的授课风格，本人风度翩翩，是个明星般的教师。至于杨绛回忆录的陈福田究竟何许人也，缘何他要对钱钟书的返校有所动作，我们还是从杨绛的文章中寻找答案吧。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钟书在校时，他不过是外语系的一位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钟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陈福田，只称 FT， 他和 FT 从无交往。但即便钱钟书曾因等待聘书而有过2处落空的风险，清华大学和蓝田师院，他也不曾在困难时略他人之美。他当时的好友陈林瑞在暨南大学任英文系主任，钱钟书因而向他求过职。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宇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钱钟书只听过孙大宇的名字，不认识他，但他却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所以一口回绝陈林瑞。这就是一团痴气的钱钟书之为人，绝不落井下石。至于蓝田师院，他们对钱基博的命令，杨绛和钱钟书并不觉得如何过分。在回忆录里，杨绛如此写道，钟书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34天到达师院，他不过是听从严命，其实严命的骨子里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是传统家长，照例总摆出一副严父的架势训斥儿子。这回他已和儿子阔别3年，钟书虽曾由昆明赶回上海亲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见得几面，他该是想和儿子亲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边。侍奉云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的学生兼助手吴中匡一直侍奉着他。吴中匡平时睡在老师后房，侍奉得很周到，爹爹不是没人侍奉。钟书到了蓝田，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他在国外学会了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前夸他儿子孝顺，我公公说，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那位先生说，我倒是宁愿口体之养，可是爹爹总责怪儿子不能养志。钟书写信把这话告诉我，想必是心上委屈。钱钟书的这番委屈不无道理，因为他是钱基博的长子，不是他最宠爱的儿子。无锡乡间民谚，天下爷娘护小儿，因此对长子责望多过宠爱。后来圆圆得到了爷爷出人意料的宠爱，他在一次探亲时被爷爷珍宝似的发现他是钱家孙辈里第1等聪慧的孩子，
是读书的种子，因此这个不通世故又清高自许的老爷子对圆圆爱护得不得了，是孙辈里最受宠爱的一个。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钱钟书的补偿吧。而那心头上的水木清华，不论是旧北平还是西南边陲的校园，都将暂别钱钟书一家了。但是你的终究是你的，别人抢也抢不走。只是万物有自己的时间，很多事我们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时候，也许静心等待就是无招胜有招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播讲竹溪暖阳，第29集。出世提升，称心如意。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无心插柳，仿佛不经意间机会就送到你的面前了，像安静的处子，等着你去牵他的手。杨绛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也许是因为他的翻译以及那本回忆一家三口的散文《我们仨》，但谁会想到最初令他扬名文坛的却是巨作？这一点恐怕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想过。当初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他对文学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小说上，他如同一个水池，慢慢的积蓄能量。但要说起他写剧本这件事，可是一桩趣事。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2名拜门学生，3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越来越艰苦。当时上海有一支流行的歌曲唱道，粪车是我们的报晓机，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讲杨绛写剧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当时的他如何因为1两米1块煤发愁的。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具拌。分配的米只是稀，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砸在稀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要赶紧买。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稀不能过活，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煤货。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他操心，生计成为头等大事。杨绛就琢磨着怎样增加家庭收入。说来也巧，他们在上海常往来的朋友中，有几位是中国戏剧界的人物，这其中既有导演也有剧作家，如他们的好友陈林瑞、李建吾，以及因认识他们后来又加入这个小圈子里的黄佐临导演。陈林瑞是诗人柳亚子的女婿，那时他通过钱钟书的介绍，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抗战时期，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5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林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陈林瑞曾在哈佛大学专攻戏剧专业，对待戏剧创作十分严谨。在杨绛的眼中，他是个宽厚温和的长者。他曾笑眯眯地对杨绛说，他就是踢我一脚，我也不会生气的。这个他当然指的是钱钟书。20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是全国的戏剧中心，在上海滩活跃着一大批剧作家和导演。黄佐临、柯林、李建吾、陈林瑞等人
先后主持过一些剧团，诸如上海职业剧团和苦干剧团等。有了剧团，自然要演戏。要演戏，首先要的就是好剧本。他们也和杨绛一样，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一次，因为陈林瑞和李建吾帮助审阅了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杨绛夫妇为表达谢意，邀请他们一起小聚。席间，他们谈起剧荒情况，然后似乎顺理成章地邀请杨绛来写一写剧本。杨绛谦虚地推辞，认为自己从来没写过，毫无剧本创作经验。他们鼓励他，人做事情总有第一次的嘛，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于是杨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剧本写作的尝试。说来也怪，当时的孤岛上海看剧的人特别多，一边是国破家亡的危机，一边却是歌舞升平，纵情欢乐。想来也许正是因为民族危亡，人人有朝不保夕的感觉，这才从战争中催生了享乐的需要。正如同在孤岛的作家张爱玲所言，时代在崩坏，还有更大的崩坏要来，像一列车，人人唯恐被甩下，做梦似的，在这趟车上似梦似醒的度日。清醒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无望的人希望借着片刻欢乐，忘却一地鸡毛的生活，忘却无能为力的人生。越是这样的时刻，喜剧越是受到欢迎。此外，上海也成为地下党用剧作进行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1942年的时候，整个上海地区大大小小的剧团就有20多个，演出剧目近100。1年后，剧团更是激增，演员众多。在这样的需求之下，他们请杨绛执笔创作剧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杨绛凭借自己对知识分子和市民生活的了解，利用课余时间，快马加鞭地写出了一部喜剧《称心如意》。写好后，他先交给距离自己家很近的陈林瑞看。陈林瑞是个无比称职的师友，他很用心地看完，向他提出修改意见。杨绛也很虚心，毕竟在剧作写作方面，陈林瑞是专家，而他还是个刚入门的小学生。他回去后，按照陈林瑞的意见认真修改，改好后，他交给李建吾。在期待和忐忑之中，没过几天，他接到了李建吾的电话，是个喜讯。称心如意即刻排演，导演也是他们的朋友黄佐临。1943年的春天，此剧正式公演，大获成功。杨绛初出茅庐，大获全胜，真的是称心如意。也正是从这时，他的名字才从父亲给的杨继康变成我们所熟知的杨绛。那时朋友们问他编剧的名字用什么，他想了想，家里姊妹喜欢将继康2个字连读成绛，于是他就说杨绛好了。谁能想，此后这个名字将闪耀中国文坛半个多世纪。公演的时候，父亲杨荫行也去看了。父亲看剧场里欢声笑语一片，他感到很得意，私底下问他，这都是你写的吗？似乎有种杨家小女初长成，他这个做父亲的还无法置信的感觉。杨绛笑眯眯地回答，是的，都是我编的。他总是这样谦逊。多年后，复旦大学赵景琛教授在一篇忆旧文章中这样写道，杨绛女士原名杨继康，她那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在京都戏院上演，李建吾也上台演老翁，林彬演小姑女。我曾去看过，觉得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杨绛一出手就是喜剧，这大约跟他含蓄幽默又善于讽刺的个性有关。这在后来的小说《洗澡》里
也能见到一以贯之的个人风格。杨绛在上海戏剧界打开局面后，乘胜追击，很快又交出了令人击节称赞的剧本《弄假成真》，同样还是喜剧。此外还有《游戏人间》，悲剧剧本《风絮》。《弄假成真》公演后，受到的欢迎程度超过《称心如意》，好评如潮。从此，杨绛作为一个优秀的剧作家的身份，在上海滩乃至全国都很知名。那时，钱钟书和他一起出门，要被人介绍这是杨绛女士的丈夫的。《弄假成真》和《称心如意》这两部喜剧，不仅受到观众的欢迎，也受到很多业内人士的好评。这是两部长演不衰的剧作。剧作家夏衍当年从重庆回到上海，看了杨绛的剧作后，评价甚高，用耳目一新来形容他的创作。以《称心如意》一句出现于战后剧坛的杨绛先生，恰如早春的一阵和风，复生了冬眠的大地万物，平添上新兴的生意。在《弄假成真》中，如果我们能够体味到中国气派的机智和幽默，如果我们能够感到中国民族灵魂的博大和幽深，那就得归功于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灵活、丰富、富于表情的中国民间语言。鲁迅先生创造了民国时候某种故农的典型阿 Q， 杨绛女士又创造了现代中国某种平民老妇人的典型周大妈孟杜。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地道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假成真将是第二道继承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继承碑属于西林，人所共识。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先生。李建吾。各式人等，无论上层下层，都是我们在旧中国随处可见的人物，只是作者挑精拣肥，经过选拔，把他们当作样品搬上舞台，公开展览。对那些名门望族的绅士淑女，是透过衣冠楚楚的外表，脱衣舞似的细细剥露他们又丑又脏的灵魂，但其中也有些风趣盎然的形象。对那些蓬门小户男女老小，是带着深厚的同情，指出他们盲目的萦萦扰扰，可笑可怜，怜惜地抚摸他们的伤痛。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这是作者深入生活体察人生的结果。出发点是对人生的热爱，所以精神上站得高，看得透彻。柯林。面对这么多大家的好评，杨绛秉持他做人一贯的原则，谦逊中保有一份独属于他的自珍自爱。剧本缺乏斗争意义，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这低调的个性让他在此后的人生中屡次受益。他接着又说道，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日子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他自身在沦陷区的一言一行，可算是他这一番话的最佳注解。他们一家虽身在孤岛，经济拮据，然而都很有民族气节。他的父亲杨荫行某天回家对家里人说，外面有谣言，谣言杨某人眼瞎了。杨绛问起来怎么回事，原来是过去的老相识，杨荫行见了以后装作不认识，没打招呼就走了。杨荫行缘何如此？原来是因为老相识当了汉奸了。杨绛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
说到他和钱钟书在沪上生活，从不参加任何形迹可疑的活动。如果在某个公共场合看见下水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避而远走，坚决不与他们共处于一个空间。杨绛看似柔弱娇小，其实骨子里十分勇敢坚韧。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时，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这个小学教员的杨绛就这样拉开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大幕。他在育儿育人之余，还要操持家务，照顾那个憨憨的丈夫钱钟书。当所有人都以杨绛为重，夸赞他的时候，唯有他对他信心百倍。他始终认为丈夫的天分要高于自己，为了让他的天赋发挥到极致，他甘心情愿为他包揽下一切琐事。这样才有后来那围不住的城，以及学术史上留名的著作。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30集，围不住的城上。就在杨绛在文学事业上崭露头角的时候，钱钟书却面临人生至暗时刻。他在上海居然成为找不到工作的失业生。他们一家挤在拉菲德路的钱家，一住就是8年。孤岛岁月，最先感到的是经济困难。杨荫行见此，将自己在震旦女校2个钟点的课让给了他。杨绛曾说自己在小学代课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钱钟书自然也要为养家糊口而烦忧。有了老岳父的钟点还不够，他又招收了几名弟子。杨绛称他那时的收入全靠几个学生送来的束修。钱钟书的2弟、3弟已先后离开上海。杨绛开玩笑说，没个正经职业的钱钟书算是最没出息的那一个。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绝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3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他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他一本正经地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他觉得与有荣焉。他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有学生送西瓜给自己的先生，还有个学生给钱钟书送书。那个学生送书的方式也很特别，大约是为了体谅自己的先生在沪上经济困难，所以他总是请自己的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这简直就是鼓励和怂恿钱钟书买书了，并且买来的书他从来不看，全由钱钟书代为珍藏。这对困守上海的钱钟书来说，能够自由买书真的是莫大的享受。于是他就在每一本书上印上戒吃斋的印章，因为这是借来的一份吃，所以叫戒吃斋。然而经济上如此困窘的钱钟书，曾经面对联合国的职位却婉言拒绝了。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欣赏钱钟书，曾邀请钟书到他家里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杨绛夫妇沦陷在上海期间，饱经忧患，饱尝世态炎凉，各色人等粉墨登场。这种冲击渐渐地让钱钟书这个没出息的人竟然有了想写一本小说的冲动来了。他想将自己熟悉的人与事，那些知识分子的迂腐可怜相，可怜之余又很可悯，都写下来，完成一部新时代的新儒林外史。杨绛在一篇记钱钟书与围城文章中写下了事情的经过。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你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熏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经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造下壁也心甘情愿。有了甘愿做造下壁的杨绛的督促，钱钟书的围城也就说写就写了。当然不消说，杨绛是他的第一个读者，他每次写好一点就读给他听，看他的反应，听听他的意见。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么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500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钱钟书写围城是1944年的事儿，那时抗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等到完成的时候，抗战已经胜利了，那是1946年的事儿。2年里忧事伤生，这是钱钟书的原话。又要为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度忧愁，还要为生活在这里的众生伤感，这众生里自然也包括他自己，因此他的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然而他偏偏用讽刺幽默的方式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并且他创作围城的同时还写了另一本厚厚的截然不同的著作，那就是被奉为每个搞文学艺术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的好书《谈艺录》。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中断。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的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这本被夏志清誉为杰作的小说，甫一问世就风靡全国。当时他们的好友李建吾看完后，总是忍不住赞叹，想不到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能写起小说来了呢？关键是还写得这样好，这是一部新儒林啊。钱钟书不无骄傲，又带着玩笑地说，你们只会恭维嵇康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钟书的围城，钟书在抗战中所写的小说的好处。围城出版后盛况空前，有许多人想求见钱钟书一面不得其法，更有无数的读者来信，那些激动万分的慕名而来的信件雪花般飞向了钱钟书。好在钱钟书回信很快，刷刷刷就写好了一封信，但是读者的厚爱也会令他感到为难。为此钱钟书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何苦要去认识下蛋的鸡呢？不过这是几十年后围城改编成电视剧后的事情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讲竹溪暖阳第31集，围不住的城下。随着抗战胜利，围城的出版，钱钟书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折。他先是辞掉了震旦女校的钟点课，紧接着出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写《书林季刊》，后来又兼任过暨南大学的教授，兼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他们的交际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在沪上结识了一大批朋友。这其中就有他们的好友宋琦，张爱玲的好友。宋琦在沪上喜欢宴请朋友，于是一帮知识分子都聚集到他的家里。在这里，钱钟书夫妇认识了傅雷夫妇，并从此结为一辈子的挚友。傅雷性格严肃，为人正直庄严，脾气却有点暴躁，过于刚正。他的夫人朱梅馥温柔贤惠，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处处以丈夫为主，处处忍让。也许傅雷这样的个性就该搭配朱梅馥这样的一个夫人吧。傅雷学问很好，早年也在巴黎大学留学过，他清高自傲，平生极少有让他甘心情愿佩服的人，唯有钱钟书一人能令他如此。钱钟书因为工作关系，每个月都要到南京汇报工作，因为南京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他每次都搭早上的车去南京，晚上要很晚才能到家。有一次颇为意外，他早早的就回来了，杨绛特别高兴，问他为什么回来这么早。他说今天晚宴要和吉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这样的机会对多数人来讲也许是求之不得的，可是对钱钟书这个书呆子来讲却避之唯恐不及。与其与民国的总统握手，和一批名流政要晚宴，还不如回家陪伴自己的妻子。钱钟书和杨绛在复旦教授赵景琛的记忆里是这样的，像白朗宁和罗塞蒂那样，都是文艺上的双璧，一对理想伴侣。他们确实是世上罕见的理想伴侣，羡煞旁人，也令我们这样的后来者心生羡慕。他们的老友夏志清也正是在围城前后与他们相识的。钱杨二位当时还是30多岁的青年学者作家，他们在夏志清的笔下是这样的形象。钱钟书定居上海后，宋琦即同他交识。那时宋琦以包士威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他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琦在家里开了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我1942年大学毕业后闭门读书，除我自己同学谈谈外，不到哪里走动。那晚同不少文化人相聚一堂，可说是生平第一次。杨绛也是无锡人，人长得稍胖，很和蔼可亲。那时他的喜剧《称心如意》刚在上海演过，我不免向他恭维一番。钱钟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服，也戴了眼镜。看过一张写围城时期的钱钟书照片，短发偏分，脸型方正英俊，圆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西装领带，外面是呢子大衣，真是英气逼人，神采飞扬。后来这张照片，圆圆长大了还拿它来练过手，为钱钟书画过一张肖像。围城自出版以来，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关注和肯定。然而说到这只下蛋的鸡本人，钱钟书却很不满意。他在序言中，以及后来一版再版的杨绛代为序言里，
都提及到他本人十分不满意这一点。今天仍有很多好事者、爱好者以为小说里的男主角方鸿渐就是钱钟书本人，但是杨绛是这样道出了方鸿渐的原委。方鸿渐取材于2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2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是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过方鸿渐的经历。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但是杨绛也承认，钱钟书非常会抓人，抓人的特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抓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我爱读方鸿渐一行5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5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5人相似，连一丝影都没有。杨绛凭借对钱钟书的熟悉和理解，曾经为《围城》写过一句颇有概括性的题词：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后来在90年代初曾经被拍成电视剧，反响甚大。导演黄蜀芹的父亲是当年指导杨绛剧作的黄佐临，也算是一段缘分。围城的作者呢，就是那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合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饱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荡气回肠。他们在上海辛苦度日，也不全是。杨绛身上的坚韧，很会苦中作乐，一家人长相作伴，平平安安，就是另一种平凡的快乐吧。然而上海这孤岛，这围城，终究还是有城破的一日。那时美丽的思想就像鸟儿，翩然飞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32集，只有死别，没有生离。忧世伤生的岁月，使人困顿的又何止是那1日3餐的生活呢？表面看来，那时的上海是东方巴黎，是冒险家的乐园，歌舞升平，各色人等在这座东方都市都找到了自己恰如其分的位置。在这里有包着头巾的印度警察，也有来自法国优雅的绅士和落难的俄国旧贵族，甚至流亡的犹太人，大亨、小偷、工人、艺术家，应有尽有。作为又要谋生又要民族气节的杨绛夫妇来说，日子过得不免比较吃力。民族危亡如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于他们的头顶，随时都有倾泻下来的危险。这是刀光剑影、危机四伏的日子，每个中国人似乎都将头别在腰间的活着。杨绛家住在法租界的拉菲德路，但是他任教的学校却在公共租界，距离有点远。他每天的行程是这样的：先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紧接着他需要走上一段长长的路，一段既不属于法租界也不属于公共租界的路，直到走到公共租界内，他才乘坐电车过江。过江可是个大难题，因为有日本兵把守。起先他们让乘客全体下车，
空车先过江，乘客步行穿越黄浦江，到了对岸再上车。后来日本人改变了方案，他们先让车子开到江面上，在桥中心停下来，由日本兵上车检查，全体乘客必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接受审查。有一次杨绛站起来晚了，日本兵发现了，走过来对着他，把他下巴猛地一抬，这一动作一下子激怒了杨绛，他几乎是本能的反应，怒目相视道：岂有此理！一车子的人听了这句话，紧张到了极点，车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日本兵和杨绛彼此对视，杨绛想到国恨家仇，瞪着他，毫不退缩。就在大家都提着嗓子眼的时候，那个日本兵却踩着那笨重的军靴，一步一步走了。电车继续开动，好半天，车子里的人才缓过劲儿来。大家议论纷纷，有个人说：哎呦哎呦，侬下啥无来？侬哪能够？侬发痴啦？就是哎呦哎呦，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能这样？你发痴啦？杨绛闷着气，一声不响。面对同胞的责难，他选择了沉默。过了好一段时间，他才从刚才的恐怖中走出来，庆幸自己逃过一劫，并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坐那趟车，宁愿步行。这就是外表柔弱、内里倔强的杨绛。然而，这一次的惊险还不是最令人恐惧的。这次还是在一车人的公共场合被检查，下一次却是日本人登堂入室，一点预告也没有，一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找到了钱钟书的门上。关键是你还不能拒绝，还得小心应对。杨绛不愧是有勇有谋、美临大事、有静气的女性。1945年，日本兵败前夕，对上海的管控更加严厉，动不动就捉人审问。那年春天，某天上午，钱钟书已经出门上课去了，家里剩下杨绛和她的婆婆、弟弟还有叔父在家。圆圆在卧室里做功课，杨绛像往常一样忙着家务。突然，一阵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杨绛急忙去开门，迎面站着的却是2个日本宪兵。杨绛非常冷静理智，他请他们进屋来坐，然后趁着去倒茶的功夫，3步并作2步走到卧室，赶紧将钱钟书谈议录的手稿挪个地方藏好，然后很镇定地倒了茶出去。这里姓什么？日本宪兵问。姓钱。姓钱，还有呢？没有了。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是的，只我们一家。家里人无意间看到日本人的小本子上写着杨绛2个字，叫他赶紧躲一躲。他向家人交代一句，趁日本人不注意，顺着后门溜了出去。他去了杨绛大姐的一个朋友家，朋友见杨绛来访，很是高兴，他们像往常一样聊聊家常，还留杨绛在家吃了饭。饭后，杨绛才告诉他们家里还有日本人在等他，并从朋友家里借了一篮子鸡蛋，然后从容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刚进门就看见她的婆婆一脸慌张，欲言又止的样子。她连忙示意婆婆不必言语，不用慌。我给您买鸡蛋回来了。一边大声说着话，一边上楼。家里果然如她之前预料的那样，已经被翻了一圈。来人便问她，杨绛是谁？她回答一句，我就是。那你为什么说姓钱？我嫁到钱家，当然姓钱啊。原来你们是找我啊，不早说，我给婆婆买鸡蛋去了，真对不起，耽搁你们了，我这就跟你们走。日本宪兵却摆摆手说，你明天上午10点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走后，一家人吓得要命。杨绛自己倒是很镇定，该干嘛干嘛。他仔细地整理那些被翻乱的书籍、通讯录之类的东西，
暗自庆幸钱钟书的谈艺录被他转移了。第二天，他如约来到宪兵司令部，结果却是只问了几句话，填了一张表格，确保以后能联系到他，就让他回家了。过后他们得知，原来日本人要找的那个洋将不是他。也是在这忧事伤生的2年里，洋将夫妇经历了扬名上海滩的同时，也再次承受了痛失亲人的苦楚。杨绛的剧作《弄假成真》上演后不久，杨荫瑜因为惦记故乡的妻子，遂回到苏州居住。还是这一年的春天，杨绛接到家里电话，说是父亲病重，让他回来。他听了很急切，和弟弟一道，找了一辆车就要往回走。当时因为战争缘故，火车票一票难求。可是坐汽车并不顺利，路上一道道都是路障，又是毁损又是河道，又怕劫匪。走到半途，司机害怕了，直接将车开回了上海。一到家，发现一家人沉默不语，都在客厅里等着他，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钱钟书把他拉到暗处，悄声说：“刚才苏州来了电话了，爸爸已经过去了。”一句话如巨石击中了他，这个疼爱他、理解他、总是支持他、关键时刻指点他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而他这个做女儿的，近在咫尺，却未能见上他最后一面。从此以后，他就是个没有来处，只有归程的人了。他的母亲，他未能守在身边见上最后一面，这次是父亲，他的心头涌起痛苦和歉疚。兜兜转转，他还是回到了苏州的家。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像，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了一碗艳艳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熙熙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杨荫行去世以后，杨绛曾在霞飞路如今的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过他生前用过的物品，也不知道那些物品是怎样辗转到了上海的，也许是那时家里遭难，下人们各取所需拿走的，又因为生活所迫变卖的吧。杨绛看了，真有前世今生的苍凉之感。几年时间，他失去了他挚爱的双亲。战争期间，钱钟书的母亲后来也被送回了无锡老家。上海不断有空袭，家家户户安上了厚重的窗帘，外面黑里面红，人人生如蝼蚁。又怕空袭的时候窗玻璃误伤人，窗户上都贴了像封条一样的东西。空袭来了，钱钟书一家也不出门躲避，只是藏身于自己家中。他对妻女说，要死也死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悲欢离合，世态炎凉，他对着杨绛发愿道：这辈子只有死别，没有生离。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鸡暖阳第33集，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一生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那一身东西古今相结合的气度。他常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都不屑，不卑不亢，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也没有在下位者所常见的谄媚与驯顺。他就像一株倔强的植物，严寒与酷暑，雨露风霜一一经历，然后回到他同志的心灵状态。但我们世人所有的赞誉，都不及他的灵魂伴侣钱钟书的8个字：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一生为钱钟书奉献自己的才智与体贴之理解，钦佩之欣赏，对他们共同的小家更是劳心劳力。他的身上可谓兼具东西方女性的美德，既有传统女性温婉贤淑的一面，也有现代女性独立自强的一面。在沦陷区的时候，他的一双手和眼就像自动炼成的机器，能够一边打毛衣一边看书。这是母亲的遗传，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家务总要有人做的，而读书成癖的他，作为作家的他，又不能不阅读，这是他的精神食粮。因此他才从一个大小姐练成了这样同时做2件事的本领。她的婆婆因此对她大加赞赏。都说婆媳关系是天底下最难相处的一对关系。英国作家萧伯纳曾经就说过这样的话：谁要是能处理好婆媳关系，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自然是作家的调侃，但也道明了一个真相：不论在哪个国度，婆媳都是对令人棘手的关系。钱家的儿媳妇不好当，何况她的婆婆是个保守的旧派女性，为人谨小慎微，较为严肃，而她个性幽默，是个留过洋的女作家。然而正是这个喝过很多洋墨水的儿媳妇让婆婆放心。向来难得对小辈说句外露的关心话语的婆婆，有一次竟然对杨绛说，要她多买点好的东西补补身体。这对杨绛的婆婆而言，就算是12分肯定赞誉了。杨绛因为身兼数职，又为钱钟书做造下壁的缘故，居然累病了。要说什么病，却也无人能诊断出来，只不过每天午后3、4点钟的样子，总要发烧一阵子。此外，每个月还掉1磅肉的体重。她时常感到疲乏无力，病因一直找不到。可是即便在这样的时刻，对于朋友的需求，她并不推辞，该帮忙的总去帮忙。陈恒哲女士，胡适的恋人，当时是他们在上海的朋友。陈恒哲人很瘦弱，双手捧不动3磅水的水壶，挪动个水壶也要杨绛来，自然他是一定要去的。更为要命的是，非但他自己发烧，家人也总是生病。杨绛在《我们仨》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1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6年，他从未上足1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1947年冬天，他右手食指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节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这种病中医称瘤柱或穿骨瘤柱，据医书发在骨节或骨空处，难全。大夫和我谈病情，圆圆都听懂了，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我忙安慰他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的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 A、D， 吃补养的食品。10个月后，病完全好了。大夫对我说，这是运气。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圆圆病愈，胖了一大圈儿。我睡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一个母亲为自己心爱的女儿这样担惊受怕近1年，可想而知，其心力交瘁到怎样的地步。因此，杨绛那莫名其妙的低烧，其实也是为圆圆担忧所致。钱钟书《围城》里那段感谢杨绛的话，发自肺腑。除了《围城》，他的第1本集子写在人生边上，也是多亏了这贤妻的帮助。挑选、审核、编订全靠杨绛。
甚至在钱钟书逝世以后，他的手稿文集都是沉痛的老人杨绛一手编选的。这当然是后话，在当时他的主要帮助是以上几本著作，因此钱钟书每每都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赠与嵇康的字样。1948年3月，钱钟书还应邀参加了当时教育部组织的活动，前往台湾访问。同行的人共有20余人，其中有中央图书馆馆长、上海博物馆馆长等人。大家都很兴奋，参观博物馆，与台湾学者交流。在台大举行的学术交流活动上，钱钟书做了名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台湾之行回来后不久，有一次钱钟书和他的好友王辛迪聊天，王辛迪突然开玩笑地问他 Uxorius 是什么意思，中文翻译过来是怕老婆的意思。钱钟书这个书呆子却也有趣，卖了个关子，回答说不知道。回家后却笑嘻嘻地跟杨绛说，王辛迪说我有预期癖。杨绛听了也高兴，连忙问他此话怎讲，你预我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但对于钱钟书来说，却是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可以这样说，他的一生在预期这件事上都是不遗余力的。当然，杨绛这样的贤妻也是世间罕见，他吃人有吃福。那么他是如何预期的呢？他随口列举了3件事：一是你写的剧称心如意，剧本是第一次操刀，却获得了无数声誉，你一夜成名，可是还是跟以前一样，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照旧烧饭、洗衣、料理家务。那时我还是在生病，没有去看戏，你没生我气，还照顾我吃药。第2件事是日本人那次来家里要抓你去讯问，你不慌不忙，随机应变，假装倒茶的功夫把我的谈议录稿子藏好，免得遗失。日本人传你，让你第2天上午去宪兵司令部，我都担心的睡不着，你却很镇静，那晚还睡得挺香。第3件事是家里的佣人把煤油炉灌得太满，煤油溢得到处都是，一点火油全着了，火势迅猛，火舌四窜，周边都是干柴，一旦点燃，后果不堪设想。佣人早已吓呆，你过来一看火势凶猛，用进水的棉被去灭火已经来不及，你顺手拿起一个近旁的尿罐倒扣下去，一手抄起铲子，用炉灰扑灭其余的火苗，一下子就把火压下去了。杨绛听到这里，赶紧制止他继续说下去，因为如果你不制止的话，钱钟书一定会说个没完。他的内心无比骄傲满足，一番话说下来，杨绛也很得意。他们一辈子不吵不闹，杨绛从不以爱之名干涉钱钟书的事情，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我们时常以自己的所好为好，以自己所是为是，以自己所非为非，尤其在最亲近的人中，出发点全是爱，但是一不小心就越界，稍有不慎就变成束缚。有人以为钱钟书对杨绛的8个大字赞誉，最才的女可能难以做到，最贤的妻容易做到。其实多数情况下，多数人的一生一个也做不到。最才的女固然很难很难，但最贤的妻却也难上加难。或许这才是这位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用她的一生所留给我们的珍贵的启迪。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溪暖阳第34集，万人如海一身藏。朴素的低音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举国欢腾，
上海市民走上街头，人潮涌动，到处是笑脸，到处是欢庆。唯有杨绛一个人，他在人们欢笑的时候，独自躲在一角，默默地落泪。这泪水滋味万千，既有终于赶走侵略者的喜悦，再也不用担心受怕了，也有这些年难以言说的苦楚。他的双亲没能等到日本投降的这一刻。现存于世的杨绛家庭相册里，有一张非常有名的3口之家合影，就是拍摄于这一时期的上海。他们在日本投降后的下一年，一家人郑重地到照相馆拍了那张合影。这是喜悦的团聚，这是刹那的快门将幸福和自由捕捉为永恒的瞬间。紧接着就是等待上海的解放。1949年的上海谣言遍地，有人讹传共产党来了以后要天天开会，会上就是大家互相谩骂。更有甚者，谣传凡是4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要处死。人心惶惶，人人都在命运的岔路口。正如我们的国家民族一样，大家都在选择，或者说被选择，不知该往左还是往右。迷茫和慌乱充斥众人的心灵。钱钟书夫妇倒没有如此，他们似乎一直都很镇定，哪怕当时他们在上海的邻居都搬走了，他们也没有走。有一次，杨绛看见进驻的解放军战士朴实可爱，几个人分享一根冰棍儿，宁愿自己啃干粮，也不看橱窗里的蛋糕。杨绛认为谣传太过夸张。当时像他们这样知名的青年知识分子，自然是有很多橄榄枝的。换句话说，他们的选择机会要远远胜过大多数人。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都曾预聘请钱钟书，他都拒绝了。为什么呢？今天许多人看来也许觉得匪夷所思。在历史的路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下而非出走？真相嘛，说来也同样简单朴实。杨绛在《我们仨》和《干校6记》中皆有所披露。郑振铎先生、吴晗先生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我们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这是一个老人朴素的声音，朴素的低音号。这不是杨绛一个人的声音，还是钱钟书的声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我们的国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这份拳赤子之心，用钱钟书的话来说，倒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然是为祖国消得人憔悴。他天性幽默，常爱引经据典，用古诗词来表达爱国之情，正像他的个性。正如诗人艾青那首广为流传的诗所言，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他们早在1938年计划从巴黎归国的时候就表达了这样的心情。那时钱钟书给牛津的同学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连接在一起的。也许台湾诗人雅贤的作品《我的灵魂》更能表达杨绛夫妇这样留过洋，又有很多机会远走，却偏要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心。啊，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我虽浪子，也该找找我的家。那时候，我的灵魂被海伦的织机编成一朵小小的铃铛花，我的灵魂在一面重重的铜盾上忍受长剑的击打，我的灵魂燃烧于巴尔纳斯诸神的香炉，我的灵魂系于荷马的第7根琴索，我的灵魂在特类成蝶的苔藓里倾听金铃子的怨嗟，在圆形剧场的石凳下面偷闻希腊少女的群香，在合唱队群童小溪般的声带中悄然落泪，在沙夫克里斯剧作里悲悼一位英雄的死亡。啊，在演员们的辉煌的面具上且哭且笑。我的灵魂藏于木马的肚子里，正准备去屠城。我的灵魂躲在一匹白马的耳朵中，听一排金喇叭的长鸣。我的灵魂震动于战车的浮凑上，陆路挺进，像雅典，像斯巴达，像渺小的诸城邦。颤栗于农民的葡萄里，遭受狄奥尼塞斯的捶打，怯怯地走向炸床。晃动于大楼船的桨叶上，波动着爱琴海碎金般的波浪。啊，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如今已倦游希腊，我的灵魂必须归家。啊，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我听见我的民族，我的辉煌的民族在远远地喊我哟。黑龙江的浪花在喊我，珠江的藻草在喊我，黄山的古钟在喊我，西蜀栈道上的小毛驴在喊我哟。我的灵魂原来自殷墟的甲骨文，听以我必须归去。我的灵魂原来自九龙顶的转烟，所以我必须归去。我的灵魂啊，原本是从敦煌千佛的法掌中逃脱出来，原本是从唐代李思训的金碧山水中走下来，原本是从天坛的飞檐间飞翔出来。啊，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我虽浪子，也该找找我的家。希腊哟，我仅仅住了一夕的客栈哟，我必须向你说再会，我必须重归。我的灵魂要到沧浪去，去洗洗足，去啄啄鹰，去引我的黄骠马，去听听伯牙的琴声。我的灵魂要到汨罗去，去看看我的老师老屈原，问问他认不认识沙弗和但丁，再和他同吟一夜芦苇，同食一角米粽。我的灵魂要到峨眉去，坐在木鱼里做梦，坐在禅房里喝彩，坐在蒲团上悟出一点道理来。我的灵魂要到长江去，去饮陈子航的泪水，去送孟浩然至广陵，在逆流而上白帝城听一听两岸凄厉的猿鸣。啊，我的灵魂已倦游希腊，我的灵魂必须归家。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35集，京华烟云
散了又聚。上。1949年是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年份。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纵使有的人试图逃避它的时代，最终也是枉然。个人命运总是与家国相连，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这一年的春天，战乱几近结束，人们在盼望中迎来久违的和平。杨绛因过度操劳，总是疲乏，钱钟书便想带他去散散心。去哪里呢？地点选择了杨绛小时候曾经居住过的江南名城杭州。虽说钱基博曾经在浙江大学教过书，可是他的儿子钱钟书，同为江南之子的他，却从未到过杭州。这是他们自欧洲游学归国后难能可贵的一次出游。他们自归来之日起，国家就一直在动荡不安中，他们在忧事伤生中度过了7年，期间聚散两依依，时而昆明，时而湖南，时而无锡苏州，时而上海，最终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算是在风雨飘摇中有个寄居的家。两个人非常愉悦，虽然只有短暂的4天。春日江南是最美丽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些诗词里的江南，人在其中如游画中，能不忆江南？仿佛古典中国里最美的景致，汉语里最美的词汇，都献给了江南了。他们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黑暗的岁月里畅想过，如果能平安健康地活着，将来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现在愿望实现了，钱钟书很是激动，登车时甚至说下这样的话：4年夙愿，今日始偿。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清华大学到上海招聘，钱钟书前去应聘，他想带着妻女换个环境。杨绛那每天下午3、4点钟就发低烧的毛病始终未好，原因不明。钱钟书对杨绛说，也许换个地方就好了。果真如此。1949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8月24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26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钱钟书曾经兜兜转转的聘书，如今晚到了几年，终于还是来了。正如多年前那个江南少女的清华梦一样，是你的，终究还是你的。山路18弯，绕来绕去，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是抵达自己想到的地方。这真可算得上命运的奖赏。钟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我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1门到2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3反运动。在这场运动前，杨绛一家3口算是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时光。钱钟书向来是名师，走到哪里都受到学生欢迎。他渊博的知识，风流倜傥的风度，旁征博引的授课风格，再加上幽默风趣的个性，使他刚回到清华外文系就成为炙手可热的教师。那时他的每月薪水被评定为1100斤小米，只比系主任少20斤。
其受重视和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外文系换系主任，教务处的领导也要征求钱钟书的意见。至于杨绛，他虽然自称是打散工的，但是他谦逊严谨的个性让他赢得学生的喜爱和尊重。名为散工，其实他教起书来非常认真用心。当时清华大学的翻译课，有位老师只教中译英，不教英译中。系里找到杨绛，请他帮忙，他听了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教翻译，杨绛很有经验，也很细致。他渊博的知识系统，对东西方文化的熟悉，以及对中英两种语言的了解，让他得以从容地进行分析，一本进行比较讨论。他的授课风格非常受欢迎。在这期间，杨绛读书创作不断。有一次，他偶然间看到一本英文小说托美斯河的小拉萨，他被深深吸引了，当下决定翻译成中文，将它介绍给更多中国读者。这本书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对西班牙读者来讲却很熟悉，因为它是一本16世纪西班牙文学名著。书里的典故出自圣经，里面有个赖皮花子名叫拉萨路，这个名字成为一切赖皮花子、乞丐等的统称。杨绛在考虑翻译的时候，怎样不失去其本意，又要跟中文语境接近，翻译的难，杨绛深有体会。他曾说过一仆二主的境遇，翻译家自己毫无主动权，既要伺候好原著、原作家，还要面对新读者。中国古典小说里也有接近这个叫法的，对这样的人我们叫喇子。考虑再三，杨绛把喇子和赖子的音转一下，这便有了后来的小赖子。小赖子的作者究竟是谁，无人知晓，但他是举世公认的流浪汉小说鼻祖。杨绛翻译好之后，这本著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受到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从此之后，杨绛才算是真正走上了翻译家的道路。这本小赖子也算是他和西班牙文学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为以后的煌煌巨作《堂吉诃德》的翻译打下基础。此外，他还抓紧其他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方面的，其中《小阳春》受到的赞誉颇多，钱钟书也很欣赏。杨绛这一时期人到中年，褪去青涩的味道，学历与见识积累到了相当深厚的程度，正为日后叱咤文坛做了从容自然的准备。家里每个人在这2年都还算平静顺利。钱钟书在回到清华任教1年后，被选为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任务自然是参与翻译。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钱钟书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监管研究生。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英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试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而秉持但求无过的钱钟书，即便是在毛选委员会里，也没能改掉他那率直的口无遮拦的个性。钱钟书字默存，就是他的父亲钱基博给取的。父亲见他很喜欢脏痞人物胡说八道，希望他少说点，少得罪人，少惹祸，于是才有了默存。杨绛说，显然这个默存完全没有起到任何克制作用，他依然故我，还是照说不误。他在毛选委员会的时候指出毛泽东书里有错误，这是跟《西游记》情节有关的内容。钱钟书从小熟读这本书，很是喜欢。他小时候被过继给自己的伯父，伯父对他十分疼爱，几乎像个慈母，
这和钱基博的严厉很不相同，因而他在伯父的家里看了很多演义小说，什么都看，只有在伯父家才能这样自由放肆，因为很多书籍在钱基博那里是不被允许的。也多亏了他自小博杂的兴趣，才有了后来那个风趣渊博的钱钟书。毛泽东书里写的是孙猴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钱钟书指出书里写的是孙猴变成小虫，被铁扇公主吞进肚子里的。毛选委员会主任特别重视，在请示了上级后，从全国各地调来不同版本的《西游记》进行核实，最终发现钱钟书是对的，只好让毛泽东修改了文章。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夕暖阳第36集，京华烟云散了又聚下。这段时间的圆圆过得特别轻松快活，几乎是家里最欢脱的那个了。她跟着父母一起离开上海的时候，还是个刚满12岁的少女，一手抱着洋娃娃，一手提着小小的手提袋，手提袋里全是她为娃娃做的衣服。她还是个大孩子，但是非常懂事了。她到清华后，原本要进入清华附中上学，但是校方认为她要从1年级读起。母亲杨绛见这样情况，尤其是那时的初中生还有很多会要开，时间又总是挑选在午后，这让她很是担心，因为圆圆的病刚好不久，午休是必要的休养。她思考后，干脆决定让圆圆休学，功课全部由她来上。这给了阿元很多自由时间，他有时也会帮助父亲做点事，比如帮助他给学生登记分数什么的。这个活儿本来很枯燥，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小就观察敏锐、记忆力又好的圆圆，却能发现钱钟书也没能发现的细节。那会儿他才多大呀？一个小人儿就能从学生试卷上墨水的颜色判断出哪2个人是一对儿。原来他们用了与众不同的蓝色墨水，后来经过检验，他们果真是恋人。聪明的圆圆最让父母心疼的是他的懂事体贴。钱钟书进城工作，嘱咐阿元照顾好妈妈，居然不是让妈妈照顾圆圆。我们这位可爱的圆圆很负责任地答应了爸爸，并且以超出父母预期的方式照顾妈妈。那时他们家帮忙的老李妈年老多病，生病回家休养去了。大雪天，圆圆跟杨绛说：“妈妈，该搓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想象一下，做母亲的杨绛在听到这样的话是什么心情？她明明知道母亲不会让她去搓煤，又冷又脏，而她那双稚嫩的小手才刚痊愈不久。杨绛一定是既心暖又心酸心疼这样乖巧懂事的女儿啊。杨绛还记录下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又不敢为傲，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最喜爱的唱片，阿元照例陪我同去。我说：“我自己会去。”他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他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他乖乖地上床躺下了，可是他没睡。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的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了又向前，2次3次，前面可怕的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元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他没说什么，他很乖。
阿元个性方面，有些地方像父亲钱钟书，有些地方像母亲杨绛。在自制力这方面，向来像杨绛。他休学在家，学习上虽有母亲指导，但杨绛忙于家务以及教学，还要创作，能留给他的时间非常之少。杨绛给他买了初中2、3年级的课本，数理化由杨绛辅导。周末的时候，钱钟书回家就辅导他中英文。代数越来越烦，杨绛就想偷偷懒儿，于是就问圆圆：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圆圆特别听话，做起数学来无师自通，这一点倒是完全不像他那个数学糟糕的父亲，他的全面发展很像母亲杨绛。杨绛见他完全能跟得上，过一天就问他能否自学，他爽快地答能。过了几天，杨绛不放心，对女儿说：你要是不会跟不上的话呢，你就早点说。圆圆表示完全可以，这样杨绛就为他买了一套参考书，直接放羊。圆圆很争气，虽然休学在家2年，靠自学于1951年秋天考取了备满女中，当时的女12中，她的代数得了满分。遗憾的是，这样恬静美好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洗澡运动正在等着他们，也等着全中国数以万计的人们。这些精华烟云聚了还散，散了又聚，在此后的20、30年里，成为主宰整个中国人命运的风向标。个人完全像怒海里的一只小舟，出没风波里，也像风前的一盏灯，随时有陨灭的可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37集，落在纸上的雪。飓风降临，百草枯黄，凛冬已至，人人都像大地上的一株草，随风飘荡。1951年，一份影响全国亿万知识分子的报告诞生了，报告的名字叫《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号召全体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努力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的杨绛还是清华的散工，他一生不喜欢站在政治的洪流中，躲避政治会议。然而政治不是你想躲避就能躲避的。有人开始对杨绛有意见，询问杨绛为何每次开会都不来。杨绛听闻后心内忧惧，此后开会次次都到，学习讲话精神。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3反运动。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俗称脱裤子割尾巴，也被称为洗澡。杨绛后来写有长篇小说《洗澡》，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事情。小说一如既往杨绛的风格，含蓄幽默，哪怕是在写苦难的时候，他的笔始终都能让人笑中带泪。运动一旦开始，高校校园就再也不是平静所在了，整天开会，开会之余，清华校园里举办了一次小型书展，展出的均为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图书书籍。那些曾被杨绛串过门的邻居，如今在那里接受众人的审判。当时的外文系有3门功课非常危险，那就是诗歌、戏剧和小说。后来这3门课改成选修课，诗歌和戏剧学生退选，也就取消了。可是杨绛教授的英国小说课程依然有学生选，杨绛只好继续上。但是他不得不改变授课风格，少讲文学方面的，多讲语法方面的。因为语法方面的属于技术层面，而非思想和审美层面，别人就算是想找他的茬儿也不好找，
他以为这样大概总是可以了。钟书在城里也参加了运动，也洗了个澡。但毛选翻译委员会只是个极小的单位，第一年原有1班人，1年后只剩下钟书和助手7、8人。运动需人多势众才有威力，寥寥几人不成气候。清华大学的运动是声势浩大的，学生要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我就进城带他请了2星期假，让他回校好好学习一番再洗澡。钱钟书虽然留给世人的印象是狂傲，但他其实是个很乖的人。他回校后就和杨绛一起参加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会，学习如何洗澡。他洗了中盆澡，杨绛洗一个小盆澡。他们认真检讨自己，用杨绛的话是忠诚又老实，不管是不是问题，只要他能想起来的都一一写下交代。有一天，杨绛夫妇和清华同学一起排队见一位党代表，那位代表见了他们，一一和他们握手，党信任你。这样他们就算暂时洗干净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们2人都被调到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做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的编制暂时属于北大，因此他们一家随之从清华搬到北大所在的中关园，那是新北大，旧燕京所在地。搬家的时候，钱钟书和圆圆都在城里，只有杨绛一个人，难免忙乱。他忽略了他们的猫咪，等到周末再回清华找到了猫咪，用布袋子装到中关园的时候，猫咪一直瑟瑟发抖。虽然带到了新家，最终猫咪还是走了。没了猫咪的钱钟书一家很是伤心，动荡中连一只小生灵也感到不安。从毛选英译委员会回来的钱钟书突然间变得无处安放。文学研究所里的外文组已经满员了，当时的文学研究院院长是郑振铎，他同时还兼任古典文学组的组长。于是将钱钟书借调到古典文学组，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选著宋词。这一借调就是永远。此后的钱钟书再也没有回过他喜欢并擅长的外文组。钱钟书一开始觉得非常委屈，因为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来讲不是科班出身，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从清华读本科开始，一直到牛津和巴黎，学的都是外国文学。归国后也一直教外国文学。现在突然之间让他放弃自己的半生事业，像个半路出家的人一样，投入到古典文学事业中，这其中的委屈不言自明。但钱钟书就是钱钟书，他后来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建树有目共睹。在这些日子里，他们一家3口几乎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们害怕惹是非，于是就尽量少与人来往，时常在家里工作。偶尔他们也偷偷地溜出去玩耍，一家人常去颐和园的后山，在那里与一株株树木相对比较安全，植物比人安全，动物也是。于是动物园也成为他们喜欢逛的地方。他们仔细地观察每种动物，仿佛是人的众生相。不同动物有不同动物的个性表现。他们喜欢的是一对小熊猫，安静地并排坐在窗口，不跑不闹，不像其他动物那样满笼子走动。熊也很聪明，然而更聪明的是大象，因为大象的聪明不外露，一般人看不出来。还有灵活的猴子，丑陋的河马，以及见了食物就不顾夫妻情分的狮子。他们很爱大象，朴实厚重又聪明的大象。其实他们自己不就像那对熊猫和那只大象吗？后来他在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小说《洗澡》里，曾写过一个非常叫人厌烦的不学无术的丑女人。那女人在小说里的绰号就是河马。想来跟这段时间的经历以及逛动物园有关。杨绛如此谈论这段经历：
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是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不变。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旦也不合规格。他们其实就是那对偷偷不变的人，在时代的洪流中能够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这是何等的艰难啊！在巨变之中，他们的不变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分子的一个范本，让我们相信在理智丧失的年代，还有人能够坚守清明的理性，并用局部妥协的方式保持了这份清醒。这相当难得。这些纷纷扬扬的落在纸上的雪花，打湿了知识分子的眼睛，也打湿了大家的心。谁会想到这只是漫长的序曲。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暖阳第38集，寥落见人心。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运动的风一阵狂似一阵，就连那个总给杨绛留下最好位置，挑选他最爱听的唱片的教授温德，一位外籍教授的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早年间，钱钟书和杨绛都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同事。院系调整后，温德教授一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担任教授。当年有个他的老学生过来让温德用马克思主义来讲解文学，这本来倒不能算得上是多大的罪过。然而这个学生思想极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偏狭，否定了多数文学经典，这就让温德先生特别恼火。他对杨绛说，我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他倒来教老奶奶做鸡蛋。这时候也有杨绛的老友跟杨绛说，你那一套不行了，让我来教教你。杨绛表面上答应，私心里压根儿就回避。杨绛在洗澡前左思右想，不明白自己的思想根源问题出错在哪里。一个好心人路过他身边的时候，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 Animal Farm， 动物农场。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这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部反乌托邦寓言小说。杨绛曾经在课堂上讲英国当代小说时对他进行了介绍，讲过这部小说，这就是他的问题。他如实交代，因此他的洗澡顺利过关。负责洗澡的全校学习领导小组还将他的检讨作为范本进行表扬。杨绛的思想检讨一次性通过，这是幸运。学生们认为他的问题倒不是很大，主要是不上进，满足于当贤妻良母，没有新中国主人翁的感觉。杨绛有位活动家朋友还为此特来祝贺他。杨绛后来跟着这位亲戚一起参加了一次控诉大会，关于高校教师如何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以及用此来毒害学生的大会。本来是听着别人的控诉的，突然之间，一个杨绛压根儿就不认识、没见过的女学生站起来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控诉。杨继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杨继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杨继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就当脸发白，腿发软。杨继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就应当谈恋爱。这一番话下来，如惊雷般在会场里炸响，一字一句如同箭矢般射向毫无准备的杨绛。
大家都目瞪口呆地望向中心人物杨绛。杨绛自己更是瞠目结舌，他脑中搜集了一遍自己的思想问题，想起那天检讨的时候，也只是提了反动小说，压根儿就没有谈恋爱这回事。当时一致通过，并没有什么人提出质问。现在突如其来的质问令他惊颤，而他那位活动家亲戚早已不见踪影了。散会后，大家如同避瘟疫般避开他，唯有系主任一人走过来悄悄地问他：你真的说了刚才那些话吗？杨绛反问：你想我会吗？系主任立刻说道：我想你不会。杨绛对系主任的关心和支持心下很是感激，但为了不连累他，就远远地保持距离，不再和他多说一个字。杨绛性格坚韧，能屈能伸，他受了多大的委屈，总还是心平气和的如常生活。带着不解与委屈独自回到家的他，女佣已经睡着了，而钱钟书和阿元又在城里，无人安慰，万事需要自己排解。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既不壮士，受辱而不休，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于是他竟然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常地看书，然后安然睡去。第二天一早，他甚至还特地打扮得喜气盈盈的，挎着个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专挑人最多的地方去，借此看看周围人的反应如何。有的人见了他就躲开，有人则是佯装不认识，还有人一切如常，见面依旧跟他打招呼。这一番菜市场现形记也算是一人间喜剧。没用多久，人民日报上便刊登了女学生控诉杨绛的文章。杨绛心想，这下教师生涯肯定要到头了。没想到到了下学期，课程非但没有取消，还有很多学生来上他这个恋爱老师的课。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勤能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5万字的学术论文。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带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对这本书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这是钱钟书借调到古典文学小组后的第一份重要工作，他耗尽了巨大的心力，以一己之力读遍宋词，又以一己之力选定诗稿，其中没有一个助手，只有杨绛这个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和他一起商榷诗稿。他从浩瀚的书海里挑选了这些诗，其工作量的巨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若非对文学的热爱，对学术的钻研精神的坚守，最后的《宋诗选注》是无法完成的，至少不是眼下我们看到的能够传之于世的版本。然而学无止境，饶是如此，
还是有人对钱钟书的工作表示了异议。有人认为他的选目欠佳，对此钱钟书自己也承认，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些他喜欢的诗却不能被选入，难免割爱。还有一些为了符合当时的政治导向，也许没那么好也得选进来，但像众所周知的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他特别大胆的不选，能做到如此已经十分难得了。当时又没有现成的全宋诗给他看，他要搜集的书籍太多了，全亏杨绛的陪伴和交流，难怪杨绛将夫妻关系中的朋友关系看得那样重。日日相伴，若不是个贴心朋友，没有话说，那该多么孤独无助啊！只需想一下后来在文革中跳湖自杀的老舍，若他能得到妻子的一点温情，哪怕只是一点点，他也不会走上这条绝路。他是在太平湖坐了一天的人啊，他坐在那里干什么呢？也许是在回忆他的一生，但或许更多的是等待家人的寻觅和呼唤。然而并没有，家人对他的走失当作没发生一样，这样他才在绝望透顶的一刻结束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与之相比，钱钟书能有杨绛这样的贤妻，不能不说是命运的恩赐，让他们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能够抱团取暖，知道自己的亲人还关爱自己，没有和自己划清界限。这份清醒的判断和温情的支持，正是他们日后在历次运动和灾难中都能好好活着的力量。没有这个，人生在世也就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了。人们为何那样看重共患难的真情呢？想来还是在寥落的世界，人心沉浮之中，终有一人，终有一颗心可以依靠。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39集，风前灯易灭，川上月难留。人生如海，万人如海一身藏。杨绛在长久的政治风暴中，早已学会了一套隐身衣哲学，或者说甘当零的觉悟。杨绛和钱钟书在运动中受到打击，钱钟书被人举报，说他是个思想反动、政治复杂的教授。杨绛作为没和他划清界限的妻子，自然也一并打入冷宫。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学研究所的所有研究员都是代表，除了钱钟书和杨绛。随后外文组集体编写的西洋文学史，唯有杨绛一个人被排除在外。但是吊诡的事情却是这样的，虽然他们夫妇都是反动教授，可是他们的才学得到研究所的同仁认可钦佩。因此杨绛虽然不是这本书的编委，但是一旦作者、译者和责任编辑起了冲突，他们还是要来请教杨绛，请他决断。最终审阅书稿的时候，杨绛这员猛将发挥了大作用。他们对他的每条意见都很服气，他们以为杨绛的工作背后必然是有钱钟书帮助。这让他啼笑皆非的事儿，虽然有点令他委屈，但他也不放在心上，只要最终的结果大家满意就好。何况那个叫人钦佩的对象是自己的丈夫呢？他的一生总是不遗余力地对人说自己的才学有限，钱钟书才是个难得一见的天才。他甘当天才背后的女人，甘愿为他奉献自己的才智与生命。这就是他甘当零，做一件隐身衣的哲学。自然远不止于此，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波中，他这套处世哲学让他远离风暴中心，更好地保护了自己和家人。别人踩他骂他又不少什么，那么他过后总能调整心态，恢复到正常状态去工作去学习。反过来，这种隐身衣哲学
也给了他局外人的身份，让他尽可能地站在风暴边缘，保持清醒，观察芸芸众生的表演，以及一个民族的不幸。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份坚韧的耐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他这样善于忍耐和等待。比如他们的一位清华时的老友，化学系的教授高崇熙，还比如他们在上海时就结识的终生挚友傅雷。高崇熙先生不仅是化学系教授，还在一个化工厂里做个兼职厂长。某一日，他们夫妻俩溜达着就走出清华，穿过麦田，前往化工厂去看望老友。因为想起高夫人送过鲜花来，他们还没去表示过感谢。他们到了化工厂，七拐八拐找到了高崇熙的公寓。不巧他夫人进城了，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们到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孤坐在像是教室又像是办公室的客厅里。对于钱杨二位的突然造访，他显得很意外。他的笑容勉强，找出2个杯子给他们泡了茶。期间也不像往常那样说笑，只简略应个声。钱钟书问起他们厂里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得如何了，高崇熙回答一句：没什么事，快完了。杨绛凭借女性的直觉，感知到高崇熙今天心情不好，他们来的不是时候，于是就想着到别处转转好了，反正那是个天气晴好的日子。他们借故要走，高崇熙也没挽留，可是他却将他们送了又送，从客厅到走廊，送出院门外，又送出厂门外，还要送。钱杨2位赶紧让他留步，他竟然还想往前送。厂门口有个看大门的，他就站在那个人旁边，一直目送他们的离开。回家的路上，2个人开始了一番交谈。他们总觉得高崇熙怪怪的，也不是冷，可也不欢迎他们。杨绛对钱钟书说道：他好像不欢迎我们。不欢迎，他答道。所以我不敢多做了。是该走了。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不再看书？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哦，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我问起他厂里的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可是他送了又送。2个人带着这样迷惑不解的对话回到了家，然后忙着自己的事，也就丢开了。谁成想，才过了1天，星期2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噩耗。消息传来，化工厂的高崇熙死了，自杀身亡。当天，他的太太正和一些女职工在会客室里煮元宵吃。等他回到卧室的时候，发现高崇熙躺在床上，脸都变黑了。他一个搞化学的教授，自然知道如何自杀，他服了氰化钾。钱杨2位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的悔恨难以言表。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冤案错案如今正一一落实。高先生自杀后，高太太相继去世，多少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们呢？是啊，有谁还记得他们呢？若不是杨绛的这支笔，我们恐怕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更别提记得了。风前灯易灭，川上人难留。无数的冤屈和死难者，都在肉身陨灭后，精神也随之陨灭了。在高崇熙之后，和夫人双双上吊自杀的傅雷先生，也许要算是一种幸运吧。毕竟今时今日的他，
还有那么多人纪念他，甚至他的骨灰当时无人敢接收，还被上海一个普通女性收藏着，算是护他最后的体面与周全了。傅雷一生骄傲，为人严肃正派，平生只服气钱钟书一个人。他们在上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等到杨绛夫妇北上后，他们还书信往来不断，和杨绛讨论翻译上的文学上的问题，有时也说点生活上的。傅雷有次从外地出差经过北京，就住在钱钟书的家里，在那里盘桓了数日，畅谈文学艺术人生，那该是他人生最后的快慰的日子吧。我曾去过上海的傅雷故居，在江苏路上。所谓故居尚未对外开放，如果不是有心人，压根儿就不会注意到那里曾住着傅雷先生。那个小庭院，院门开着，现今还住着人家。我们在院门外徘徊了好一阵，终于从地上捡起了一枚香樟树叶带回，算是另一种纪念吧。这段时间，钱钟书夫妻俩的亲友们各有各的不幸遭遇，我们今天这些后来人应该感谢杨绛的一支笔，为我们画下时代的侧影，否则那样鲜活的生命逝去了也就逝去了，连风中的叹息声都没有。杨绛还写过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园林专家于先生。那时旧燕京的东门外有个果园，名叫于园，于先生就是这个园子的主人。他们经常向于先生买水果。那时于先生头发花白，50来岁，和蔼可亲，特别有教养。杨绛时常看见于先生坐在树荫里看线装书。每次他们去买水果，他总见着他爱把那些有点残次的水果捧出来塞给孩子们。他甚至亲自上树修剪果树，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工人们十分爱戴他，叫他吴生，我们先生的意思，这是相当尊敬他了。可是运动开始后，一切情形都变了。有一次杨绛见到一小部分工人，那气焰比于先生要高出一头。有个工人告诉他说，这个园子现在充公了。杨绛就问他，那么于先生呢？工人回答，和我们一样了。于先生成为自己果园的雇员了，和那些工人一样，拿同样的工资。但他的命运却并没有因此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杨绛看见他晒太阳，却远远地离开果子摊儿，为的是避嫌，怕人家说他偷果子。他自己如果要吃果子呢，也得到市场上去买，不能在鱼园里买，人家会说他多拿了果子。他为此很是悲伤。杨绛自然要劝他学会变通，不要太执迷，毕竟果园也是身外之物，何况他不是还伺候着这些果树吗？但是于先生不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学了一辈子园林学，和果树打交道，亲力亲为，果子也归公家了，为什么要说他剥削呢？他受不了这些气，闷了一程，病了一程，最终还是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触电而亡。许多年后，杨绛还为他专门写了文章，纪念这个不幸的可爱的园林学者。那些不幸的人们啊，他们的生命就如同一盏盏疾风中的灯，出于种种原因，就这样一盏盏地灭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鸡暖阳第40集，一帘一炉，风雨同舟。人生悲欢一梦。在层出不穷的斗争之中，杨绛和钱钟书夫妇还是尽一切可能的阅读写作。我们这样的后来人几乎难以想象，在他们被打倒的这些年，
杨绛为了能够更好地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1958年，近50岁的他开始自学西班牙语。钱钟书流传于世的学术著作《管锥篇》，也是在这艰难时刻锱铢积累的创作的。他们都很喜欢苏东坡的一句话：万人如海一身藏。是啊，人头攒动，人人都想往上爬，唯有他们只想要个安静的读书所在。用钱钟书的话来说，就是容安，只要有他们的安身之处就可以了。因此他们给自己的小窝取名容安室。钱钟书写有一系列容安诗稿，他们向往陶潜的那份诗意，苏东坡的那份豁达洒脱，并赞同英美人对社会现状的说法：蛇井，井里压压挤挤的蛇，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探出身子，把别的蛇都排挤开，压下去。一个个冒出又没入的蛇头，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蛇身，扭结成团，难分难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断的挣扎斗争，钻不出头，一辈子埋没在下；钻出头，就好比大海里坐在浪尖上的跳蛛飞沫，迎日月之光而斗辉，可说是大丈夫得志了。1955年的时候，杨绛接到一份特别邀请，5月1日劳动节那天，可到天安门广场观礼。这对别人来讲，也许是莫大的荣耀，很可以大书特书一笔。然而，杨绛一切如常，照常参加观礼，照常回来。伟大崇高感伴随着个人的渺小感一起袭来。大鸣大放的时候，有人怂恿杨绛鸣放，这其中有吴晗、萧乾等人，他们都来动员钱杨二位。他们不愿意奉旨鸣放。杨绛对钱钟书说，以后饭少出去吃，话少讲，不要起哄。后来这些劝他们鸣放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冯友兰的女儿冯中璞问杨绛：杨先生，你为什么有先见之明？杨绛回答：我毫无先见之明，只是不喜欢跟着起哄而已。鸣放之后是大跃进，紧接着文学所开始分批派人到乡下接受再教育。杨绛是第一批。那时一家3口分居3地，圆圆下放炼钢厂锻炼，钱钟书要比他晚1个月下放。她颇有点放心不下，因为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她无论走到哪里都很牵挂。这次要靠她自己打点行装了。按理说这一次的下乡，杨绛可以被免除。当时规定45岁以上的女同志可以不用下乡。杨绛主动要求下乡锻炼。她这样一个旧中国过来的大小姐，很好奇乡下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另一方面，她想看看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能否和农民打成一片。带着这样的目的，她和一些同事一起被分到了郊区山村。这帮知识分子到了乡下也还是难改旧日习惯。他们瞧见一些乡里人比较特别的，就用绰号代替本名。很快，堂吉诃德和蒙娜丽莎都来了。可是说着简单，下乡锻炼其实很艰辛，尤其这些久居城市、习惯书香陪伴的知识分子，突然就要干起粗重的活儿，一双手又脏又累。杨绛负责剥玉米，他很快和干这个活的老大娘熟悉了。他走到哪里都凭借其善良谦和的待人品格，获得令人羡慕的好人缘。过了劳动关，还有好几个关口等着杨绛呢。首先就是居住关。生性爱干净的杨绛要在孩子尿湿过的被子里过夜。他们先是住在灰尘扑鼻的冷炕上，后来在托儿所的教室里，睡在桌子拼凑成的床上。这些
杨绛都过来了。关于吃也是个大问题。起先他们对老乡们的粗茶淡饭感到好奇而满足，早上稀粥，主食是玉米面做成的窝头。一开始的新鲜感很快被不经饱和单调所代替，人人都感到饥饿的袭来。杨绛有一次做梦，梦见桌子上的小碟子里有2个荷包蛋，他推开说不要吃。醒来后，他将这个梦告诉了同去的同伴，同伴埋怨他怎能不吃这样的美味呢？吃早饭的时候，他又讲给了同桌的老先生，依旧是引来一片责怪声。这样以后，他们就养成了过嘴瘾的习惯。大家空闲的时候聚在一起，专门讲吃的，各式各样的美食，那些吃不到的美味。好像这样讲了以后，便可以舒缓饥饿感。正如思乡的人们聚在一起，各自谈论自己的家乡，怎样的山水，怎样的植物，怎样的乡邻，人们在讲述中获得了奇异的满足。过了吃的这一关，尚有卫生关要过。杨绛下放的地方很缺水，这对喜欢清清爽爽的杨绛来说，又是一头疼无比的地方。因为缺水，他们每天很少洗手，更不洗脸。他的手背比手心略微干净些，每天吃过饭，他就用舌头把自己的嘴舔干净，然后再用手背来回抹一下，就算是洗脸了。2个月无法洗澡，洗个头发换件衣服都是大事。人心不同，不论哪个阶级什么民族，浮浮沉沉，各有各的表现。有个农民大妈看见杨绛们还打官腔，真是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满满的酸味儿。另一个大妈会这样说，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羊刀挖萝卜，真心疼你。我说，瞧那小眉毛，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让你们早点回去。过5关斩6将的洋将们，尚有一个方便关难过。乡村里的厕所特别简陋，为了沤肥，他们往往在装粪便的大缸上放个板子，又薄又滑，下面的缸里总是满满的。蹲在这个板子上，时刻有跌下去的危险，真是令人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杨绛在郊区锻炼的这段日子，钱钟书这个总爱写信的人又开始了一段因于书写的日子，3两天就是一封信，同屋的人中就属他的信件最多。因为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搞得他神经敏感，他将信揣在贴身的口袋里，渐渐的信多得不好随身携带了，他带着这么多的信也不方便劳作。想到这个，他就硬心，将它们付之一炬。其实这些信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敏感问题，但是他实在是有些害怕，担心任何白纸黑字的东西成为罪证。这是莫存一辈子写的最好的情书。他到昌黎天天倒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30，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午打劫。杨绛在回忆录里写下那时的钱钟书，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元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观花，我们一伙儿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3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倒粪，吃的是梅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
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因为饥荒的缘故，政治运动暂时安静下来，但搁在他们心上的一块巨石却无法落地，因为他们的宝贝女儿阿元要毕业了。她的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砖，又加上父母双白，她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她自己响应号召，填写了支编。杨绛觉得女儿上大学后和家里生疏了不少，毕业后如果分配到遥远的地方，那就和他们更加疏远了。人生的事情吧，就是这样，人算不如天算。学校最终让钱媛留校当助教。杨绛夫妻俩听到这个消息，只感到说不尽的称心满意。这悲欢一梦也没有太久，很快就醒了。下一场飓风已经来临。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晚阳第41集，山雨欲来风满楼。1966年，这个年份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特殊的一年，是改变国运的一年，也是亿万中国人从此彻底分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年的中共8届11中全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年，阿元刚从山西回京不久，山西某公社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找到他，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钱媛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个好人，不该揪斗。这群学生听了以后，对钱媛老师很信服，决定不向校长闹革命。10年以后，这位校长为此特地进京，找到钱媛当面致谢，谢谢他为他消解了一场灭顶之灾。但钱媛自己的父母就没这么幸运了。8月间，杨绛和钱钟书2人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杨绛在《我们仨》中如此回忆道：阿元要回家看望我们，而他属于革命群众。他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的大院儿。他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限，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他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限。他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限，然后一言不发，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他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了一套睡衣。他缝完最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他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他说现在他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以省下来补贴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2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元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他是眼泪往肚子里咽。看了阿元，我们直心疼。而他们夫妻俩究竟是如何被揪出来的呢？在相关规定出来的第2天，也就是8月9日，外文所里虽然没有张贴杨绛的大字报，但他敏感地感到事情不妙。某次开大会的时候，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他的时候，很奇怪，他被跳过去了，就像他这个人不存在似的。他预感到自己即将不属于群众的一员。后来
又有一次大会上，有人问杨继康他是什么人。会后就有人通知他，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出来。2人被揪出来以后，钱钟书负责打扫院子，杨绛的职责是扫女厕所。因为牛鬼蛇神的罪状要写在牌子上，所以杨绛给自己和丈夫都做了一个。我给莫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裁下，2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公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几场斗争下来，示众的牛鬼蛇神们罪名又有新的。杨绛有幸从资产阶级学者升级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终于和钱钟书一样了。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妻，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有幽默的态度面对生活。干校六记里，他写过有人贴大字报声讨钱钟书的事儿。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莫存轻蔑领导的著作。略知莫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事告诉莫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2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2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群众对杨绛进行一番触动灵魂的审问，谁也没料到向来文弱的他，这一次没有低头妥协。问：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杨：是我。问：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杨：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台下人声鼎沸，谁是你的同志？杨绛赶忙改口，称你们。随后杨绛带着高帽游街，走几步就打2声锣，让他喊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他们想让他低头认错的时候，这个文静柔弱的知识分子跺着脚怒斥，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一声怒斥里有良知的担当，也有因爱而生的勇气。此后她和丈夫挨得批斗不断，有时单独被斗，有时有钱钟书作陪。被审问，被游街，甚至扫厕所被抽打，在她这里都算不得什么。有天钱钟书回家，他的发型变成奇怪的十字，杨绛也不多说，干脆给他剃了光头。不久，他自己也遭遇了这样的特殊待遇。在同一天，他早上被抄走了黑稿，堂吉诃德的译稿，晚间则被剃了阴阳头。当时有人双手合十，几乎是求佛的姿态，求一位姑娘开恩。他终于被赦免。但杨绛的为人向来是外柔内刚，不愿长他人志气，便没有去求，然后他就顶着这样的发型回了家。钱钟书急得团团转，这可怎么见人呢？他还可以做个和尚，光头出门无所谓，杨绛呢？他总是那样不慌不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有的是他的法子。他想起几年前钱媛剪下的一条大辫子，他没舍得扔掉，用手绢包裹着放在柜子里。他耗了一夜的功夫，为自己制作了一顶假发。在经历这样的历险和羞辱后，他竟然还有心情笑着对钱钟书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
第二天，他顶着这样的假发，闷热难耐中挤上了一辆公交车。可是售票员一眼认出他来，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他连连辩解道，我不是黑帮。可是不是黑帮又是什么呢？一车上的人都望向他，他心里明镜似的。他下了车。此后1年，他便靠着自己的一双腿走路，但走路也未必安全的。就像电影里遭人嫌弃的哪吒一样，他的每次出场都伴随着同伴的羞辱和嫌弃。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儿，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莫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这个世界在杨绛的眼里、心里、笔下都颠倒了，完全乱了顺序。他们这些学者开始去做扫院子、扫厕所的活儿。杨绛的领导小刘，原本这个工作是他的，现在落到了杨绛这个牛鬼蛇神的头上。杨绛做事向来认真，爱干净，谁也想不到他就是扫厕所也比别人扫得干净。那些污秽的地方，逼人呕吐的所在，全是人类的排泄物。但是他竟然拿着扫帚拖把，用小刀子、小铲子去污粉、肥皂等一点点清理了出来，厕所里瓷片上的污垢也被清洗了。几年后，翻译家潘家寻的太太对杨绛说，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杨绛的含蓄幽默在这种时候又体现了出来。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都可向他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2间厕所是他的领域。我遇到了非常好的领导，他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他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他，却丝毫没有妒忌之心，对我非常欣赏。我每次向他索取工作的用具，他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非但如此，他还能从常人无法忍受的境遇中得出几个好处来。第一条就是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第二条是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第三条是想到向所未识的自由，摆脱多礼的习惯，看见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他反正不在乎，也无所谓了，因为他已经不是人，而是牛鬼蛇神了。一个人谁会跟不是人的东西计较呢？就这样，日子在困苦中勉强度过，直到他们俩又一前一后到了武器干校下放锻炼，才有了另一番况味。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42集，长啸一声天地秋。钱钟书快要过虚岁60岁的生日了，杨绛商量着要为他祝寿。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是跟他一起吃顿寿面，就算是庆祝了。时局艰难，他们害怕等不及70岁就要告别这尘世了。然而这个60岁的生日，他们也没能等到。在距离钱钟书生日还有几天的时候，一个久已猜疑的消息得到证实，他们社科院里的人要下放到干校去锻炼了。那年11月的一天，杨绛站在学部大门口的公交站等他，远远地看见钱钟书走了过来。他走到杨绛跟前，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猜不出究竟什么事算大事，但肯定不能算是开心的事儿，否则他的脸色一定是像个孩子一样。
上了公交车后，他告诉他，这个月11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为什么你要先遣？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这次下放有点连锅端的意思，收拾起行李来不免很费心费时，只有这几天准备行李。杨绛赖了几天学，为他打点行装，衣服、书籍，还有钱钟书须臾不能离身的笔记，零零碎碎很多个箱子。杨绛力气又小，平时也没人帮忙。钱媛那时已婚，丈夫是自己在北师大的同学，后来一起又做了同事，名叫王德一。他们在工厂里劳动，唯有等到周末的时候才能回家帮忙，帮母亲捆绑箱子。杨绛又拾起旧日在上海时练就的缝纫好本领，给钱钟书补了条厚如龟壳的裤子。他看了十分欣赏，因为下放锻炼是要劳动的，平时的旧衣物不仅不耐脏，也不耐穿，甚至不耐寒。下放的地方在河南省罗山，一个偏僻的乡下。11号说着就到了，一家人为他送行，杨绛、圆圆、女婿王德一。莫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歇着等待上车。候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的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德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的无法摆布的人。莫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德一和善忠厚，阿元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好容易挤上车，安顿好了钱钟书，一家人下来，痴痴站在月台上，等火车开动。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袋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袋先后蹦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蹦断的彩带好似蹦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伤干笑，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绝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蹦就断。钱钟书走到车门口，叫他们回去吧，别再等了。杨绛明白他的意思，3个人一起回家，他也放心。强过火车开走的一瞬，月台上的3个人都担心他一个人，于是他们便默默回家。钱媛和她的丈夫王德一也各自回自己的工厂去。回来的杨绛除了学习还要挖防空洞，成天教育他们的工人师傅也腻了。一个20来岁的小师傅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疼，脑袋也疼，浑身不得劲儿。杨绛幽默地说，显然练人比炼钢费事儿，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挖防空洞的时候，重活累活都是所里的年轻人在做。即便在最险恶的时分，人性中也有良善的一面。杨绛自嘲自己是弱者，弱者总占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儿，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莫存。莫存得空就写家信，3言2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文学所通知他，下干校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要用绳子捆绑好。他请了1天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给拆掉，捆绑对年过半百的他来说，
已经是件特别费力的事情了，没人帮忙，一切都靠自己。他的手没有力气，就用牙齿来咬紧绳索。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步，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莫存来信，那3部分重新团聚一起，却也害他好生寻找。文学所和另一个所最先下放，下放的时候各自有了统一的名称联。2联动身的时候，学部敲锣打鼓去欢送，杨绛也在其中。他一眼看见人群中的俞平伯老先生和他的夫人站在那里领队。俞平伯比杨绛大了11岁，下放的时候已经是年近70的老人了。杨绛看了不忍心，抽身退回。一路上，他发现所谓欢送的人缺乏热情，大家纷纷回去上班，众人一脸淡漠。没有多久就到了杨绛下放的日子。钱钟书下放的时候，尚有一家人为他送行，还有杨绛为他打点行装。轮到他下放的时候，却只有女儿钱媛一人了。他是1970年的夏天前往干校的，这期间发生了太多的悲欢离合，后来都在杨绛的笔下，以一种看似轻描淡写的方式被一笔带过。谁能想到他承受了多少悲痛？在这场炼狱中，有的人实在无法忍受折磨，选择自我了断，这其中就包括杨绛年轻厚道的女婿王德一。他在学校被诬为516分子，工宣队带领全系的人对他轮番斗争，非要他供出所谓516名单。他最后一次见到杨绛的时候，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绝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王德一这个厚道人，左右为难，既不能坑害无辜的人，又无力对抗斗他的人，最后他只好选择为难自己，就这样走上了绝路。王德一自杀这件事就发生在杨绛下放干酒前不久，他的旧日好友也在此期间含冤自缢。小妹妹杨碧，中国第一个翻译萨克雷的名利场的人，也因多次被逼引发急性心脏衰竭，于睡梦里去世。那真是人间炼狱，不仅活着的人凄凄惨惨，就连死去的人也未必安生。杨绛父母和三姑的墓碑也被砸毁。杨绛处变不惊，待人和善，在所里向来人缘很好，他帮助过的人不可计数，但在这种情境之下还帮助人，尤为难得。他们所里那时有个被冤枉的年轻人，也和王德一一样是516分子，他被逼认罪，莫须有的罪哪里去认呢？他想到了自杀，但死之前他又想起自己还欠杨绛75元钱，于是把自己50元存折和25块钱塞进他的办公室抽屉里，留个纸条给他。第二天，杨绛发现这个纸条，立即赶到他的办公室，见他正独自垂头叹息，准备等人散了就自杀呢。他快步走到他身旁，塞给了他一个纸包。他打开后一看，除了退回来的钱和存折，还有他写的字条：来日方长，要保重身体，要耐心、冷静、坚强。这些钱我不需要，你自己买些生活必需品吧。一个人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刻，看见了一束光，摸到了伸过来的一只温暖的手，他就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了。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能给钱的他就给钱，能给物的他就给物，能出力的就出力，能给精神安慰的他也绝不吝啬。他就靠着这种坚韧不拔和待人以诚、待人和善的处事作风，
赢得了众人的喜爱与尊敬。然而她没能及时挽救自己的亲人阿元的丈夫，她在文章中也不太提女婿的死，留下这样一大片空白与真空地带，给我们后来人想象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想象一个时代的疯狂要以多少无辜的性命为代价。钱媛来送他上车了，他催他回去，别等开车了。火车开动的一瞬间，他心里凄楚得无法言语。他望着女儿独自一人的背影，不忍心看下去，闭上了眼睛。闭上眼睛，心里也是乱如麻，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媛一个人在家收拾乱局的场景。想到这儿，他又慌忙地睁开眼，然而车窗外已看不见女儿的身影了，于是只好再合上眼，让泪尽情地流。的确，送钱钟书的时候，一家人还齐齐整整，德一还是个得力的帮手。他们见他朴实善良，还特别放心，以为钱媛跟着这样的人一辈子多好。没用多久，轮到他离京的时候，已经换了人间。随着火车的长鸣，他将带着满身的伤痛与不舍，以及对女儿独自流经的种种不放心，前往罗山，与钱钟书会合。准确地说，还不能算会合。他们虽然相距不到1个小时的路程，然而各有各的领导，各有各的规矩，并不是说见就见的。但到底是在一处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43集，爱竟是这样难以言明的事。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绝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这是逆境中的他一辈子的处世之道。他在没有钱钟书陪伴，又失去女婿和小妹的日子里，过着任人蹂躏的生活。他不是没有愤怒，他的愤怒都在忍辱负重里。他的忍辱不是为了偷生，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人不能为不爱自己的人、憎恨自己的人、厌恶自己的人活着，更不该为这样的人死去。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这番话其实细思量，和他们欧洲归来时他的不晕船哲学是一样的。他就这样到了罗山，在干校他见到了自己的丈夫。此时的钱钟书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子。但是奇怪的是，他一见就认识。兴许这就是共同生活几十年的缘故吧。所谓夫妻一场，不管你变作什么模样，我总是认的。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莫存去看病，他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莫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莫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将信不信。不过莫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儿，他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但钱钟书的脸上却又长了脓包。杨绛心里很忧心，想起在欧洲的事情了。现在这条件，还有谁会为他天天热敷呢？他们毕竟不住在一起了。好在打了几针，终于痊愈。钱钟书改行，从锅炉工变成一身多职，白天看工具，晚上夜巡，还要充当邮差。这在那种场合已经算是一种美差了，也许是对我们的学者的特殊照顾。至于杨绛呢，他也算是受到大家的照顾，把他安排在菜园小组。菜园需要日夜看守，她年龄大又是女同志，因此被安排在白天。一辈子看书写作习惯了，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只要条件允许，她总是会看看书，写些东西。有些是写给钱钟书的书信。钱钟书这个邮差呢，每次送信要经过菜园附近，相距也就100-10来米，这样他们便有了时不时的菜园相会的时光。干校6记里，他十分生动地记下来这样一段浪漫时光。班长派我看菜园是照顾我，因为莫存的宿舍就在砖窑以北不远，只不过10来分钟的路。莫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长常叫我去借工具，借了当然要还。同伙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莫存看守工具只管登记，巡夜也和别人轮值。他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联分发。邮电所在我们菜园的东南。莫存每天沿着我们菜地东边的小溪，以里往南又往东去，他有时绕道到菜地来看我，我们大伙儿就停工欢迎。可是他不敢耽搁时间，也不愿常来打搅。我和阿香一同留守菜园的时候，阿香会忽然推我说：“瞧瞧，谁来了？”莫存从邮电所拿了邮件，正迎着我们的菜地走来，我们3人就隔着小溪叫应一下，问答几句。我一个人守园的时候，发现小溪干涸，可一跃而过。莫存可由我们的菜地过溪往邮电所去，不必绕道。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然后他看着钱钟书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过会儿他取了信，再经过的时候，杨绛有时会将自己写的东西交给他，有时将刚才想说没能说的话着吧上。每次都匆匆忙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走了，杨绛站在菜园那里望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直到再也看不到。在干校，好在劳动时间多一些，劳动令人忘记忧愁，劳动总比斗争强。何况劳动收获的蔬菜瓜果，自己吃了也有成就感。但在小小的干校，有时也会有一些历险。当地的道路，有句话形容的到位，下雨全是脓，天晴就变铜，可见土壤的性质，湿滑淤泥。有一次他们组织看电影，看完电影，杨绛随着大部队往宿舍走，他一边走路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因为不专心，年纪也较大，只顾着跟着前面人的脚后跟。等到了宿舍的走廊，但发现竟然不是自己的宿舍，走错地方了，赶紧退回去，跟着剩余的队伍尾巴继续走。可是人越来越少，大家各自都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杨绛却找不到自己的宿舍在哪里了。他着急地连忙问人，可是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也不太想搭理他。杨绛忽然有种流落异乡、举目无亲的感觉涌上心头。他一抬头望见满天星斗，想起自己还认得几个星座，可惜如今连星座位置也颠倒了，他的衣品也没了。
营房里各个宿舍都亮起了灯，他得抓紧时间找到那条距离放电影不远的大路，否则他连最后的方向也没有了。黑灯瞎火的，往哪里去呢？因为赶时间，他顾不得顺着小路走，只顾抄近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营地的菜圃。营地里因为要种菜，所以每一两挖就有一处沤肥的井。这个粪井特别深，有一次杨绛连里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失足掉了进去，好不容易爬上来，顾不得天冷，在水房冲洗了好半天，才悄悄地回到屋里。杨绛感到胆颤心惊，万一自己掉进去，那简直是想也不用想了。以他的身高，压根儿就别想爬上来了，只会一沉到底，连那冷水冲洗之恶也不用了。他心里惊慌要命，手电几乎没有什么亮光，只能够勉强看到菜叶，远一点的事物压根儿看不见。他一手提着马扎，一手打着手电，每一步都得踢开菜叶，就怕一脚踏空，踩进粪井。好容易走过了这一片菜地，过一道沟，竟然还是菜地。总是这样走呀走呀，怎么也走不出这菜地似的，仿佛整个人梦魇一般。他的心就更慌了，幸亏大方向没错，终于出得菜地，谢天谢地。他越过铺煤渣的小路，又越过乱草石堆，终于走上了石块铺的大路。上了大路那就不一样了，年近60的他，整晚慌乱中找路的他，竟然是一路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发现屋里还没有熄灯，还有人上厕所刚回房，大家还像平时一样各忙各的，各讲各的，唯有他刚刚历险一番。然而这历险只是一个老人暗夜里独自惊慌失措的心灵冒险，不为外人道，别人也无从知晓。他想的是，若他掉进了粪井，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发现他。他睡在又冷又硬的小床上，感到享不尽的安稳。这一场小历险被他特别写下来，足见对他的心灵冲击之大。在干校还有另一件看不见的历险。有一次他在菜园值守，遇见几个军宣队的人手指着菜园附近的2个坟包，问那里是不是他们干校的坟地。杨绛回答不是，他们就在西边的干地上挖土，挖了不太久，又从车上拖下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席子一卷，就地埋了。这件事让他和钱钟书2个人都十分害怕，一个人就这样从尘世消失了，什么也没留下，甚至连个消息也没有。他的家人显然连他的死活也不知，更不用提他的埋葬地点了，那里压根儿就不算是什么坟，只是一个小土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压根儿不敢相信那土堆下面躺着的是一个刚逝去不久的生命。当然，人对自己亲人的去世也有另一种不知情，比如出自善意的隐瞒。杨绛到干校后，压根儿就没有向钱钟书说过德一的情况，这是他在离京时就和钱媛商量好的事。他们不愿让他在那样悲苦的境遇里又添一桩悲痛的事。爱竟是这样难以言明的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播讲竹溪暖阳，第44集，一只狗的使命。一草一木，人间万物有灵，动物也是如此。我们常说某种动物特别通人性。何谓通人性？大约不过是在它们的身上被人类观察到了近似的情感。听闻牛羊大牲口在被宰杀前会向宰杀它的人流下乞求的眼泪，仿佛是请求，又好像是叹息，如同我们人类一样，人之将死也会流下最后的眼泪。这种场景
往往使人不忍闻也不忍观看。常常觉得一个人的灵魂是否高贵，往往不是看他的衣食住行，甚至也不是看他的学问，而是看他如何对待比自己还弱小的人与动物。人在面对比自己弱小的对象时，他的态度最能说明他是个怎样的人。使人强大的不是权力，而是手中握有权力却能自我控制的人。杨绛的小妹杨碧曾是个特别爱猫的人，杨绛一家也是爱猫人士。他们在清华的时候就养了一只猫，名叫花花。还因为花花和林徽因家的猫打架，钱钟书发了痴气，居然帮助花花和别人家的猫打架。后来这只通人性的猫咪在院系调整那一年，杨绛搬家时忘记了它备受冷落。等到再找到它的时候，它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一样，不久还是走了。此后杨绛家里再也没有养过猫。没有养猫，但是他却养了一条狗。这只狗有个奇怪的名字，小曲。小曲原来叫小曲，是他们一起下放在干校的一位姓屈的诗人抱回来的土狗。屈在姓氏里面本不读作屈，但是当地老百姓错误地读作屈，从此这位诗人就叫小屈了。那么按照狗随主人的逻辑，叫这只小狗小屈也是理所当然。小屈这名字倒是很好，小奶狗很粘人，确实是亦步亦趋。在一切的动物中，猫和狗也许要算得上和人类生活最近的了。然而狗派和猫派却一直争个不休。喜欢猫的人自然是称赞猫咪的娇俏可爱、爱干净，甚至它们对人类爱理不理的傲娇姿态也成为令人类痴迷的原因。喜欢狗的人又要称赞狗的懂事与忠诚，是人类生活的好伙伴。确实如此，很多电影都拍过与狗相关的内容，比如忠犬八公的故事、一条狗的使命等等。任何人看了那样的影片，无不动容。但若论起干校里的那只小土狗小曲，也许他的小小生命的使命，便是让杨绛夫妇在寒冷的干校也能体味到来自生灵的爱与需要吧。他刚到杨绛他们的据点时，还是一只小奶狗。为他的到来，穷困不已的老教授们用破砖搭起了一个窝棚，里面垫上熟秸。可是这样简陋的小窝，对小曲来说实在是太寒冷了。小曲在又冷又硬的窝里冻得瑟瑟发抖。杨绛的一颗心为这只小狗的到来感到了寒凉中的温暖。他原本就是那样一个充满爱意的人啊。他是带着人世的伤痛来到河南的干校的。人就是这样，有些事难以消化，有些话无法诉说。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个可爱又忠诚的生灵陪伴着，心里无言的孤独与失落会瞬间消解许多。小曲非但住宿让杨绛牵挂，他的吃食也让杨绛挂心。且看他笔下的小曲吃的是什么吧。小曲虽是河南穷乡僻壤的小狗，在他妈妈身边总有点母奶可吃，我们却没有东西喂他，只好把厨房里那些白薯头头和零碎的干馒头泡软了喂。我们菜园班里有一位十分正确的老先生，他看见用白面馒头，虽然是零星残块喂狗，疾言厉色地把班长训了一顿。瞧瞧老乡吃的什么，你们拿白面喂狗。我们人人抱愧，从此只敢把自己嘴边省下的白薯零块来喂小曲。其实馒头也罢，白薯也罢，都不是狗的粮食，所以小曲又瘦又弱，老也长不大。一次阿香满面扭泥，悄悄在我耳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说完又怪不好意思地笑个不停。然后他告诉我，小曲，你知道吗？在厕所里偷
偷粪吃。我忍不住笑了，我说，瞧你这副神气，我还以为是你在那里偷吃呢。阿香很担心，吃惯了怎么办？脏死了。其实阿香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在乡间没有哪条狗没有吃过屎，听起来或看起来十分不雅。然而这却是狗的生物本能，毕竟穷乡僻壤的狗，人家养着不是为了换钱，就是为了看家护院，并不像富贵人家的狗，养着用来赏玩。一般没有多余的饭给狗吃，狗要活命，它总是要想方设法填饱自己的肚子的。人在绝境之下还会喝尿逃生，何况一条狗。杨绛因此很是为小区辩驳了一番，他甚至列举了猪。我下了乡才知道为什么猪是不洁的动物，因为猪和狗有同事，不过猪不如狗有礼让，只顾贪嘴，全不识趣，会把蹲着的人撞倒。狗只远远坐在一旁等待，到了时候才摇摇尾巴过去享受。我们住在村里，和村里的狗不仅成了相识，对他们还有养育之恩呢。所谓本性难移，中国人骂狗改不了吃屎，还有老话叫狗对着粪缸发誓。但是同样是动物，同样是生灵，猪狗的待遇却是很不同的。因为猪是生产的一部分，所以杨绛他们的厨房就会将剩下的食物留给猪吃，小区只能偷食。可怜的小区一直在苟活的边缘艰难成长，所幸他遇到了杨绛和钱钟书夫妇。杨绛继续写道，莫存每到我们的菜园来，总拿些带毛的硬皮肉或带筋的骨头来喂小区。小区一见他就蹦跳欢迎。一次莫存带来2个臭蛋，不知是谁扔掉的，他对着小区啪一扔，小区连吃带舔，蛋壳也一屑不剩。我独自一人看园的时候，小区总和我一同等候莫存。他远远看见莫存从砖窑北面跑来，就迎上前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欢心，特有饶上个打滚儿。打完一个滚儿，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儿。莫存大概一辈子也没有收到过这么热烈的欢迎，他简直无法向前迈步，得我喊着小区让开路，我们3个才一同来到菜地。小区在杨绛和钱钟书2人的照料下慢慢的长大，他是那样活泼，给全连的人带去欢乐和温暖。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杨绛舍不得他走远路，常常关注他，将他小小的窝堵上，不让他出来。可是忠实的小区依旧是破窝而出。狗窝关不住他，杨绛就想了个法子，把他锁在窝棚里，但是依旧无效。小区好像认定了他是众人中唯一的主人，他走到哪里就亦步亦趋地跟着。小区跟着杨绛，只要见到钱钟书，那个高兴快活劲儿就别提了。同屋的人也都爱这只娃娃狗，争着给他喂吃的。小区跟着杨绛又饱餐了一顿。小区先不过是欢迎莫存到菜园来，以后跟随不舍，但他只跟到西边就回来。有一次莫存走到老远，发现小区还跟在后面，他怕走累了小狗，捉住他送回菜园，叫我紧紧按住，自己赶忙逃跑。谁知那天他领了邮件回去，小区已经在他的宿舍门外等候了，跳跃着呜呜欢迎。他迎到了莫存，又回到了菜园来陪我。小区因为时常跟随着杨绛的缘故，连里的人自动将他视为小区的主人。杨绛晚上回去的时候，别人常会对他说，你们的小区来找过你几遍了。想象一下，这是多么温馨的一幕。我们在外劳作一天，尤其是在那样的心境下，在那样的环境下，人比不得一条狗忠诚。晚归的时候有小区陪伴，
或者他在家等候他归来。不消说，杨绛听到这样的话，内心一定充满柔情蜜意，这是一个对他怎样依赖的生灵啊！因此他们时常相伴，有时和钱钟书一起相伴着走路。不过小区还太小，用杨绛的话来说，他才2-3个月大，只是从一只娃娃狗变成小姑娘狗。他只是依恋杨绛，却不能保护他，甚至时常要他的保护。往来途中，他们会遇到一些威猛无比的狗，以及他的同伙。杨绛为此特意巴结过老虎，那条猛犬的名字。某一次，杨绛晚归途中，突然遭遇老虎的袭击，他一声不吭地就窜了出来。杨绛立刻被吓呆住了，几乎出于本能，他喊了一声老虎，老虎就此乖乖停下，不再攻击他。此后，他每次路过这里，总会带点东西给老虎以及他的同伴分享。一来二去的，老虎就认识了他，不再狂吠不止。自然，小区跟着他身后的时候，也就没有被攻击的危险了。小区渐渐长大，杨绛看守菜园子，他喜欢值夜班，正是下半夜，很是难熬。小区就像一个忠诚的伙伴，呜呜叫2声，陪着他巡夜。小区陪他巡夜，每每令他想起从前在清华时候的花花。杨绛生性胆小，尤其怕鬼，夜间行走在偌大的清华园里，不免有些心惊。然而那只通人性的花花猫咪却会迎接他回家。小区也这样，认定杨绛是他的主人。杨绛在这篇铭文中写了一段颇为感人的片段。一次，我们连里有人骑自行车到新蔡，小区跟着车直跑到新蔡。那位同事是爱狗的，特地买了一碗面请小区吃，然后把它装在车兜里带回家。可是小区累坏了，躺下奄奄一息，也不动也不叫，大家以为他要死了。我从菜园里回来，有人对我说，你们的小区死了，你去看看他吧。我跟他跑去，才叫了一声小区，他认得声音，立即跳起来汪汪地叫，连连摇尾巴。大家放心说，好了好了，小区活了。然而小区和杨绛这样和谐温馨的日子并没有太久，干校要搬家了，领导传下话来，各连养的狗一律不准带走。他们搬家前有一队解放军进驻中心点，于是将小区托付给解放军。小区一只孤苦无依的乡下土狗，突然之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它失去了它熟悉的主人，它所熟悉的连队的人们。命运将给它怎样的结局呢？杨绛用一支温情克制的笔写上这段往事的结尾。然而任你怎样铁石心肠，看了也不免叹息。我们搬家那天乱哄哄的，谁也没有见到小区，大概他找伴游玩去了。我们搬到明港后，有人到中心点去料理些未了的事儿，回来转述那边人的话，你们的小狗不肯吃食，来回的跑，又跑又叫，满处寻找。小区找我吗？找莫存吗？找我们连里所有关心他的人吗？我们有些人懊悔没学别连的样，干脆违反纪律，带了狗到明港。可是带到明港的狗终究都赶走了。莫存和我想起小区，常说小区不知怎样了。莫存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一堆大粪了。我说，给人吃了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捡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45集，半夜灯前10年事。
1973年的一天，钱钟书和杨绛终于等到了回京的日子。此前，他们曾听闻钱钟书要作为头一批老弱病残先行回京，然而不料等了好久，却发现名单上并没有他。杨绛分析，一定是一封有关他的黑材料捣的鬼。钱钟书此时却显示出更加难能可贵的洒脱，不计较。以前面对运动中坑害他的人，钱钟书会对杨绛说：“不要急，他也不会好，也不会得到他想要的。”事后多年，确实也如他所说。3月早春，他们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终于得以回家了。杨绛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儿的。”从武器干校回京的他们，依然著述不断。钱钟书继续他的管锥编，杨绛则继续重温他的堂吉诃德译稿。他们对读书写作的热爱持续终生，即便是在条件艰苦的干校。有一天，钱钟书路过菜园子的时候，杨绛指着一个小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钟书认真想了想，然后说：“没有书。”杨绛立刻就表示认同了。对他们来说，什么物质享受都可以抛弃，唯独不能没有书。没有书，这人生就没有一丝滋味了。但他们虽然以老弱病残的身份回了北京，用杨绛的话来说，我们还是最可欺负的人。他们有强邻。钱媛建议他们搬走，但搬到哪里去呢？搬到师大宿舍，钱媛过去的宿舍。阿元人缘好，钱钟书、杨绛夫妻俩名声也好，这对颠簸了一路的老夫妻很快就受到师大人的热烈欢迎，大家都跑到楼道里来看他们。张家拿来被子枕头，李家拿来锅碗瓢盆，王家就拿来蛋呐、菜呀，甚至柴米油盐酱醋茶、煤炉子、煤球之类的，应有尽有。这是冬天里的一束光。这些阿元的朋友让杨绛感到温暖舒坦。他到了阿元的房间里，阿元却两只手背着，说道：“哎呀，不好了，大暴露了。”他的屋里那么脏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杨绛会到这里来收拾他的房间。阿元遗传了父亲的习惯，笨手笨脚，没那么爱整洁，比较随意。杨绛则是个特别爱整洁的人，不仅爱清洁，还极爱秩序感。比如他会将毛巾边对边、角对角地摆放。钱媛和钱钟书认为那样太麻烦，随手一放就好了。所幸的是，一家人历经劫难之后又团聚了。虽然这时的钱钟书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一家人在一起，强过分散几处。幸运的是，钱媛留守北京期间，杨绛说他单打独斗，一个人居然在那样的大时代里没有犯下任何错误。这意味着钱媛没有坑害过无辜的人，还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在激流湍急的浪潮里，他这艘小船竟然安然无恙，全身而退，怪不得要被母亲赞扬。另一件好事，也许要算钱媛无意间的善心，为自己找来了一个好人家。当时有个被红卫兵逼迫扫街的大娘，钱媛帮助她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老太太精明能干，是一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很喜欢钱媛，总想要她做她的儿媳妇。老太太后来请钱钟书、杨绛二人都看过了她的儿子，他们也同意了。钱媛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他们不好勉强她，但是做母亲的还是这样对她讲。
将来我们都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那边的老太太锲而不舍，终于在1974年，他们又搬到学部的同一个月里，如愿以偿地把阿元娶回了家。这期间，他们的日子在疾病和小小的安稳中度过。杨绛说，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他忙于继续翻译《堂吉诃德》，其实这时候的所谓翻译已经是重读和提炼的过程了，因为稿子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说到这部黑稿子，还有段故事。如果不是杨绛的阴差阳错，如果不是他的念念不忘，恐怕早已充当废纸了。当年抄家，杨绛很是担心自己的译稿，他没有舍得烧掉，但就在那个他被揪斗出来并被剃了阴阳头的同一天，他锱铢积累的译稿《堂吉诃德》也遭了殃，有人让他上交黑稿子，他没法子，只好抱着自己沉甸甸的心血跑到办公室，心里在想究竟该交给哪一位保管，因为他没留底稿，只此一份。后来他选择交给一个名叫小 C 的人，组秘书郑重地对他说，这可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这一份，得好好保管。小 C 并不搭话，抱起稿子就走了。杨绛望着他的身影，一颗心直往下掉。他不知道人家会拿他的稿子怎么办，也不知道这位来自西班牙的骑士究竟会在古老的东方受到怎样的礼遇。后来杨绛一直惦记自己的作品，为了救出这位骑士，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他向当时没收他稿子的头头去追问，请求返还。头头回答他说，黑稿子没收的太多，你那一份早就找不到了。杨绛并不会就此死心，他趁着自己打扫厕所的便利，开始寻觅起他的下落来。扫厕所轻车熟路以后，每次用不了多久就打扫干净了。那时打扫院子的人还没结束，他为了寻找到自己的译稿，便自告奋勇充当起了帮忙的，帮人家打扫窗台、擦擦玻璃之类的，借此好好检查一下。然而这位英雄就像真的落难了一样，怎么也找不见他的踪影。杨绛心里又急又心疼。机会终于来了，年后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就在这里他找到了朝思暮想的堂吉诃德。那欣喜简直像一个老母亲找到了自己失散许久的儿女。他惊喜地跟人说，我的稿子在这里呢。然而找到了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拿回家，他决心铤而走险偷回去。他知道楼下就是一个女厕所，他可以趁人不备放进去，下班的时候再带回去。可是当他抱着自己的稿子准备下楼的时候，同为牛鬼蛇神一员的一个人厉声问他，杨继康，你要干什么？听到声音的负责监管他们的老干部也转身了，一脸诧异地看着他。他有些生气地说，这是我的稿子。是他的稿子也不能带回去，这是规定。老干部答应会好好保管，让他随便挑选个地方重新放好。他怕放的位置太好，人家要用，这样会丢了译稿。于是思来想去，最后将稿子放到书柜的顶上。后来牛鬼蛇神多半恢复身份，杨绛在下放干校的前夕找到当年的秘书，秘书问明情况，几经周折，译稿终于回到了主人的手里。杨绛难掩激动心情，抱着堂吉诃德就像抱着好容易找回来的儿子，赶紧回家藏好。落难的堂吉诃德
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贫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1978年，汉译本《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刚出版，立刻就引来阅读狂潮。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西班牙政府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杨绛颁奖，这是翻译界少有的殊荣。杨绛说，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将几个甚至整段文句子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我翻译得很慢，平均每天也不过500字左右。可想而知，这本译著的诞生经过了怎样的血泪和怎样的毅力，无法想象，这是他在几乎没有什么自由的情况下完成的。整天不是学习就是斗争，中间还下放锻炼。然而，正是这苦难将他百炼成钢，终于向全中国的翻译界，向全中国的读者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半夜灯前10年事，那些伴着昏黄灯光里的对文字的锱铢必较，那些字斟句酌的瞬间，往事历历在目。然而一晃眼就这么多年过来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既然在历史的长河里都是一粒沙，在时间的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渺小人类，那么如何为自己的今生今世寻找点存在的价值呢？或者杨绛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可供参考的建议。不论外部环境怎样，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脚步不能乱，选定一个目标，踏实持久地去做，奇迹就在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46集，一帘一炉，风雨同舟。人间万象，闲居书斋内，看不到，或者说看到的都是二手经验，纸上得来终觉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苦难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至少不全是坏处，我们可借此看清自己，也看清周围人的面目，借此重新梳理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在历史的波澜中，杨绛偶尔从作家翻译家变成扫厕所的，他在这场运动中见了世道人心的惊人变化，甚至发生在很小的孩子身上。一次，我们这会儿牛鬼蛇神搬运了一大堆煤块，余下些煤沫子就兑上水，做成小方煤块。一个小女孩在旁观看，我逗她说，瞧，我们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她乐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边跟随不舍。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不大愿意，我也不大舍得。过2天，我在厕所里打扫，听见这个小女孩在问人，她是干什么的？有人回答说，扫厕所的。从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么也不肯理我了。一次我看见她买了大捆的葱抱不动，只好拖着走，我要帮她，她却扭转了脸不要我帮。我不知该慨叹小孩子家也势利，还是该赞叹小孩子家也会坚持不与坏人为主。因为他懂得扫厕所是最低贱的事，那时候扫厕所是惩罚，受这种惩罚的当然不是好人。至于区别好人坏人，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令人伤心和失望。那些困境中送来的温暖话语和无声支持，最令人难忘。
在杨绛打扫厕所的时候，遇到过去熟悉的同事朋友，有的人会善意地问：你还好吗？或顶得住吗？还有些人表达善意的方式很特别。杨绛戴着假发，他们就凑近细看，然后说：不知道的就看不出来。还有人用言简意赅的方式表达愤慨：嗨。不相熟的年轻人见到他，对他做了个富有同情心的鬼脸。杨绛说：事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过一阵子天气转凉，杨绛和一群牛鬼蛇神以及本所的黑领导被安顿在一间大屋里。屋子有2个朝西的大窗户，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夏季的暴晒，帘子旧了，他们就计划将这窗帘撤掉。当中有些人曾经整过杨绛，不是东风吹倒西风，也不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而是大风大浪来临的时候，他们都被打翻在地。用杨绛的话说，叫一丘之貉了。有一位老先生慨然说：咱们是难有了。陈祥鹤同志一次曾和他的难友发了一点小牢骚，立即受到他领导好一顿训斥，因此他警告莫存：当心啊，难友会卖友。我为此常有戒心，不过既然和难友风雨同舟，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2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做准备。他们观察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那2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我们有帘子隐蔽着，又没有专人监督，实在很自在。如果不需写交代或做检查，可以专心学习马列经典，也不妨传阅小报。我抽屉里还藏着自己爱读的书，革命群众如有事要找我们，等他们进屋，准发现我们一个一个的都规矩地伏案学习呢。这风雨同舟的帘中往事，很多年后令老年的杨绛还感到心口温暖。他们当时除了这一帘幽梦，尚有炉中往事。在乌云蔽日的岁月，这些点滴想起来，就是饥饿时的一口小食，口渴时的一滴水，寒冷时的一炉火，困乏时的一个臂膀。那间屋子里没有暖气片，所以给我们装了一只大火炉。我们自己去拾木柴、捡树枝。我和文学所的木工老李较熟，我到他的木工房去借的一把锯子，大家轮着学锯木头。我们做过些小煤饼子，又搬运些煤块，轮流着生火和封火。封灭了，明天重生。检查之类的草稿正可以用来生火。学部的暖气并不全天供暖，我们的炉子却整日熊熊旺盛。大家一起说说闲话，讲讲家常，虽然不深谈，也发点议论，谈些问题。有时大家懊悔，当初该学理科，不该学文科。有时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大是非，什么是小是非，一起琢磨研究。有时某人出门买些糖食，大家分享。常言道，文人相轻，又说是同行必妒。我们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融洽洽，同享帘子的庇护和炉子的温暖，实在是难而又难的难有啊！同舟共济，同舟共济。多数的时候，这句话只是一句高岛的口号。人唯有在真正的困境里，才能检验这个词语的力量。
有人会临时弃船，甚至为此不惜推你下水，也有人会与你共同划桨，免得这艘小船在巨浪里失踪或倾覆。这一帘一炉就是人性的闪光，如同那个善意的鬼脸和你还好吧，都是我们继续活下去，并且要好好活下去的意义。任何时候都不能小瞧一个善意的小举动带来的力量。刘震云在《一句顶10000句》里写过，多处陌生人的小举动最终令人放弃自杀，甚至无意中令人放弃去作恶。在这篇重要的漫长的散文最后，杨绛如此写道：按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滋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成金色。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47集，相濡以沫，乱世之中小安稳。上。杨绛夫妇自巴黎归国以来，几乎没过过什么安稳日子。先是抗日战争，后是解放战争，紧接着便是层出不穷的运动，各式各样的斗争，变换着花样的下放锻炼。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从他们的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老年才结束。而钱媛则从一个小娃娃圆圆头成长成年，从学生到教授，历经结婚、丧夫、再结婚，种种磨难。这样的事情换到今天的我们，可能都要追问一句：他们为什么回来？或者他们为什么不走？事实上，确实有青年人在杨绛的晚年这样追问过。杨绛在《干校六记》里写过一段话，可算是他们的情感立场与回答。回京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我独往菜园去，忽然转念，我如送走了莫存，我还能领会咱们的心情吗？只怕我身随在干校，心情已自不同，多少已不是咱们中人了。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莫存常引刘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一，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于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只希望莫存回京和阿元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其他。解放以来，经过9蒸9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莫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犹疑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
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动荡之间，他们也不能有个恒定的温暖的小窝，不断的迁居，仿佛就是他们这40年的轨迹。钱钟书曾经将他们的一个居所取名荣安室，愿望朴素又直接。伴随着朴素愿望的实现，一直是2个人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生活。他们在社科院学步的时候，那住所之简陋令人吃惊。钱钟书那时身体也不好，病病歪歪的，只能在屋里待着，连出门都不能。那是怎样的住房呢？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我们这间房2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2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全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1沓稿纸和1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私事陋室，往来无白丁，大约就是杨绛他们家的情况了。当时江青派远水拍来做他们的工作，要给他们换个环境，他们异口同声地拒绝了。一个说这里很舒服，另一个说这里很方便。后来江青又传话说，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斯文的杨绛竟然回复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一天，那边又传话说，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一时间2个人毫无心理准备，只是为难了回话的远水拍。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杨绛跟钱钟书2人差点给煤气熏死。他们临睡前忘记检查烟囱管，那里已经被堵住了。杨绛睡眠不太好，睡前又吃了安眠药，睡梦中闻到一股煤气味，却无论如何也醒不过来。就在他挣扎着准备醒来的时候，忽然听见重重的一声，那是钱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一声不得了，杨绛一惊一着急，马上醒过来了。他赶紧穿上衣服，3步并作2步，给钱钟书找了件厚棉衣盖上，然后赶紧开窗。这就是杨绛的个性，美临大事有静气，一点也不慌乱。原来钱钟书之所以会摔倒，正是因为他也闻到了煤气味，想要起身去开窗，却不料头晕，一头倒下，脑门磕到了暖气片，这才完全摔倒。他给他扶上床，跑去开另一扇窗，然后用帽子围巾将他裹得严严实实，自己也穿得很厚实。2个人相对，再无睡意，等待天明。若无钱钟书那一跤，杨绛和他恐怕要在明知煤气中毒的情况下绝望丧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48集，相濡以沫，乱世之中小安稳下。一对相濡以沫的老人，共同抵挡了这么多人生风风雨雨，又在这看不见的日常凶险里过来了。此前钱钟书还曾发生过因为哮喘发作急救的事儿，那一次也幸亏杨绛和邻居们通力合作，才将他从死神的手里抢救了回来。他的哮喘好转了，然而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尚需扶着杨绛。
病弱的他甚至需要全身都靠在杨绛身上。杨绛年龄也大了，渐渐地扶不动了。他躺在椅子里看书，他阅读书籍有个习惯，保持终身，就是记笔记。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很糟糕，却手不应心，无法控制。渐渐的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了舌头也大了，话都说不清楚的地步。杨绛担心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于是又带着他2个医院里检查，诊断的结果倒是一样，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静养，看看是否能恢复。好在他在杨绛的细心照顾下，渐渐地恢复健康。脚力有了以后，他们会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一起到日坛公园散步。这对饱经风霜的老人仍然像个大孩子，将这种散步称为探险，一如当年他们在欧洲。他们的好奇心从未退场过，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他们在一起，总能探索到新鲜的事物。在大动荡结束后的1977年1月，某天忽然有个办事人员给了杨绛一串钥匙，叫他去看房子，并且还叫上了钱员，有人开车送过去。这个房子就是后来杨绛一家难得的安定之所——三里河南沙沟寓所。在2月4日立春那一天，在众位朋友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迁入新居。飘飘摇摇大半生，这才有了个安顿肉身的居所。但究竟是谁送了他们一套房子呢？他们夫妻俩猜来猜去，却怎么也猜不出个所以然来。何其芳和他们是由领导而变为朋友的。他们迁到新居以后，何其芳还带着夫人一起来看过。他很欣赏杨绛家的洗墩布的地方，心里很愿意有这么一套房子。看来不是他给分的。10月的时候，钱钟书一位不相识的清华校友胡乔木突然来访。他曾经是毛选英译文员会的上层领导，虽然和钱钟书同学过，但是不相识。但他以前因为在毛选英译文员会的缘故，算是间接的有了小小的联系。胡乔木认为钱钟书很狂傲，还有一次不点名批评钱钟书服装很守旧，因为他穿了长袍。在钱钟书得了哮喘病期间，他也曾寄过2回药方给杨绛，但钱钟书尚未有过道谢。这一次突然造访，杨绛猜大概房子是他给分配的吧。可是他一句也不提房子。杨绛家里有个帮忙的周奶奶，不爱睡在吃饭间，一到晚上就把床铺到走廊里。后来胡乔木偶尔会来夜谈，夜谈则不免看到大门口堵着一张床，于是就问他们房子是否够住。他们便明白了，原来房子是胡乔木帮的忙。杨绛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他们对胡乔木表达谢意的话了。后来身为领导的胡乔木时不时就来找他们聊天，但杨绛说，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绝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钱钟书的《管锥编》因为有了胡乔木的支持，出版社用繁体字排印。钱钟书高兴地对杨绛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3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4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杨绛就俏皮地问，那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钱钟书则答，留个纪念，好玩，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
于是他们就签订了这样一个不平等条约。奔波了大半生的他们终于有了容安之地了，而钱元周末也可以回到他们身边小住一下，一家人难得这样的好时光，真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但在1978年的时候，钱元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他本来是俄语系老师，后来改学英语，转到了英语系。他原本还是担心自己考取不了，因为他毕竟不是学习英语的。他的名额是替补的，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了。他于是又要教学又要学习，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然而他最后竟然考取了，不愧是杨绛和钱钟书的女儿，不愧是令钱基博倍感骄傲的钱家读书种子。但钱元留学英国的1年，他们想女儿想得万分辛苦，简直像当年他们初到牛津想母亲一样，也许还要更甚。因为人类的感情总是这样向下流动的，我们总是爱我们的后代胜过爱我们的长辈。他们开始盼着钱元的来信，每当有大洋彼岸的信件漂洋过海飞到他们的手里时，他们总是争着要看圆圆的信。杨绛说，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元1990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他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肠挂肚的离别。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或压根儿就不去想，生离或许还不算什么，死别才是真的无能为力。那种悲痛感，那种无力感，将会摧毁任何看起来坚强的人。只要一个人心中有爱，只要一个人心中有自己在乎的人，哪怕是陌生人，哪怕是动物，面对生命的枯萎，我们都会感到人生的残酷和无常。而这些正是杨绛这位老知识分子在好不容易迁居三里河后就要面对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49集，人生只似风前絮上。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我们太渺小，面对强大的历史、无情的时间、强悍的时代，个人显得那样无可作为，仿佛无论做什么，最终的结局也没有太大区别。王国维词里说，人生只似风前絮，一点也不假。我们每个人不过是风中的柳絮杨絮，风来了随风走，风停了，我们也就暂时得以安身，寄居在某处，一点也做不得主。太轻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然而这样轻飘飘的我们，对于深爱我们的人来说，则是难以承受的重。三里河的公寓对于杨绛一家人来说，非但宽敞舒适，环境也优美。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圆圆终于可以回来和他们一起了，他们又回到了我们仨的状态，尽管只是偶尔。杨绛说，这就像是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有个可以安顿的家了。他们一家人各自找到一个据点，静静地读书工作。这段难得的时光，在我们仨里有最为深情的描述。我们仨却不止3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元小时候才5、6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元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元常说，
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2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叔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元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绝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他们2个会连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元轻声嘀咕：狗窝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儿，他们得意地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连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4种颜色。其实钟叔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叔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连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然而这样温馨的一幕在1995年冬天的时候戛然而止。钱元病倒了，他被累病了。他是个特别认真的人，比较死心眼儿，做任何事都这样，从不肯马虎一点儿。他在北师大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然而又同时给本科生开课。学生的毕业论文他总是改了又改，不合格的就让学生重写，费时费力。杨绛问他，就不能偷点懒吗？他回答说没办法。母亲的话倒不是真的让他糊弄工作，只是看着心疼，想让他多一点休息而已。那时他住的地方和学校相距很远，一天要坐很久的公交车。有一天他起晚了，头天夜里熬夜工作的缘故。起来后他急匆匆地梳洗，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赶车。等到赶到学校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脚上穿着2种颜色的布鞋。他只好请同事找来他的夫人的鞋子换上。这件小事看起来荒诞，不禁又让人啼笑皆非。但细思量真不是滋味，一个人得忙成什么样，神经得紧张到何种程度才能如此呢？这样的事对于做母亲的杨绛来说更是心疼。有人问钱元近况如何，他老实作答，心力交瘁。他又跟人说自己是骑在老虎背上。就这样，他终于累倒了。起先他出现了咳嗽，以为是个感冒，对付一下就过去了。接着是腰疼，让他去看病，他想着手头那么多的工作，总是拖着，以为不要紧。他一边工作一边喝着止咳糖浆。这个做事认真的圆圆哪里知道等待他的是一场难以治愈的大病呢？因为他还年轻啊，才5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系里那么多的事等着他呢。他身兼多职，可是这些职务用朋友的话来说，都像一根根绳索，将他生生地套住了。他的腰疼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无法蹲下，洗脚困难，只能用棍子挑着毛巾擦脚。然而就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告诉杨绛。他知道母亲太难了，太累了，因为在他病重之前，父亲钱钟书已经住院了。1996年春天的一个清晨，他的腰疼加剧，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坐立起来。他只好求助于系里的人，让人带他去医院检查。去的时候，他的心里还在想着工作，想着看一下总要回来教书的。
他甚至对杨绛说：妈妈，我很快就回来。杨绛曾问钱钟书说，我们的女儿像谁？钱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这个爱教书又很刚正的圆圆，一到医院再也没回来过。他拍了片子，做了核磁共振，腰椎上有阴影，肺部也有阴影。一个不祥的消息传来了，癌症。但医生一开始没告诉钱媛，只告诉了她的丈夫。等到她告诉钱媛的时候，就变成了非常严重的骨结核，需要大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然后钱媛又告诉母亲杨绛，最终躺在病床上的钱钟书听到的消息，则是没那么严重的骨结核了。从脊椎癌扩散到肺癌晚期，再到休养一阵就能出院的骨结核，这期间一个个谎言的背后，全是爱与体贴。他们爱自己的亲人，他们要自己承担的更多，不愿亲人痛苦。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50集，人生只似风前絮下。钱钟书在听了杨绛转达的病情后，宽慰杨绛，也宽慰自己道：坏事变好事，从此可卸下校方重担了，此后也有理由可推脱不干了。杨绛因为要照顾钱钟书，已经80多岁的他，每个周末还要赶一趟西山脚下，去看看女儿钱媛。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屋子里都是人，母女俩也说不上什么话。何况那时候的钱媛身体状况很差，说话有气无力，已经到了说一会儿话就乏力想要睡觉的程度。于是他们就约好每晚打电话，母女俩那样就可以说说体己话了。他们将这个事情称为拉指头，因为不能像平时见面那样可以手牵手很亲密，就当是拉指头的游戏吧。可是就是这样，钱媛在病榻上依然坚持工作，指导博士生论文，撰写杂志约稿。此外，因为他人缘好，终日有人来看望他。这些人虽然是出于好意，但其实对病重的人来说并不合适，因为每一点精力的损耗都对病情的加重有影响。他住院2个月后，病情急转直下，因为化疗的缘故，他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为此，在头发掉光的时候，他不得不戴着一顶小白帽。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他依然表现得很乐观坚强，开玩笑说：我现在是尼姑了。朋友安慰他说：还是个漂亮的尼姑呢。过去的隐瞒，这时候因为病情的加重，便渐渐知晓了。钱媛的一个学生在美国教书，他给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听着老师声音微弱，心里很痛苦，难过地问他，美国这里有什么药能治他的病吗？钱媛回答：你还不知道，有的病药是治不了的。他这句话一说完，学生在那头放声痛哭。再后来，钱媛已经无力支撑说话，他每日要靠吸氧机的氧气供给存活。老母亲分身乏术，一头是得了膀胱癌住院的丈夫钱钟书，另一头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媛媛年纪轻轻，却备受病魔折磨。1996年底，医院下发了钱媛的病危通知书，让家里人准备后事。这时的媛媛自己已不能进食，却还操心着母亲的饮食问题，支撑着病体，为她写下了简易菜谱。也是在这样的时刻，她还坚持写回忆与父母的散文《我们仨》，头一篇就是爸爸逗我玩。1997年2月26日，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完成了前5篇，再也无余力写作了。他对杨绛说：娘，你从前有个女儿，现在她没用了。杨绛听了锥心刺骨的痛，仿佛是种预感。聪明如钱钟书，虽然杨绛一直不告诉他圆圆的真实情况，但是在杨绛去看圆圆的时候，他突然在背后大喊了7、8声阿元，然后对杨绛说：让司机小王送阿元回去。杨绛问：回三里河？钱钟书摇头，他只好又问：西施曹？钱钟书说：让他回家里去。这个家究竟是哪里呢？圆圆弥留之际，杨绛拉着他的手，附在他的耳边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这是最后的叮咛。在1997年的早春，在勉力写完那5篇回忆录之后，不到1周的时间，他们的宝贝女儿终于走完了短暂的一生。那时距离她的60岁还不到呢。这一声叮咛仿佛又回到了她过去的时光，回到了她的童年。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晚睡觉前，她一定听过这一句来自爸妈的祝福。她回家了，回到她真正的家了。她太累了，这下终于可以放心地睡个大觉了，并且是舒心的，毫无恐惧的，没有忧伤的，就这样安心睡个觉。她还留着生养她的人在人间，继续跋涉。钱媛去世后，他的本意是不留骨灰，但北师大的师生舍不得阿元，将他的骨灰带回去，埋在他生前经常路过的一棵松树下。后来的杨绛经常到树旁坐坐，不说话。母女俩阴阳永隔，就这样默默相对。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常青树。圆圆走了，可难为了两头跑，一直充当信息员的老母亲杨绛。她独自承担着巨大的悲痛，还要须臾不离地照顾钱钟书。她该如何去告诉钱钟书呢？从前他们一起瞒着他女婿德一去世的消息，现在他只有一个人了，一个老弱病残的躯体，该如何面对另一个风中之烛的病体？他选择循序渐进的方式。他说阿元现在没病了，又说阿元不咳嗽了，没痰了，然后说阿元不疼了，能睡安稳了。最后一句是他去了。其实聪明如他，和阿元最哥们儿的他，又怎会不知呢？从他说第一句话开始，他就明白了。他听着妻子说到他去了那句话时，紧握着杨绛的手，手心发烫，不发一言。后来杨绛替代女儿完成了《我们仨》。在这本书的尾声，他这样写道：阿元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才，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他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久蒸久备，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这几句简单的话里有多少深沉的爱和委屈啊！可爱的圆圆，父母的心头肉，一生为人善良又刚正的她，错生了时代。好在她有这样一个温暖的家，有这样一对令她骄傲的可亲的父母。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
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溪暖阳第51集，彩云易散琉璃脆上。那2年，杨绛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先是钱钟书住院，后来是钱媛。这位银丝满头的坚韧女性，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年纪大了，身体就像一架机器，不是这个零部件坏了，就是那个零部件坏了。机器坏了还能修理，身体坏了比这个还糟糕，只能慢下来，只能选择少工作，或干脆不工作，用来休养。等着我们的身体真的报废，那是一种在痛苦中绝望的滋味。杨绛喜欢将老年的他们比作红木家具。年纪大了，别看咱们外表挺结实，其实是红木家具。你知道红木家具吗？那是一种用胶水粘起来的家具，摆在那儿挺好看的，就是不能搬动。确实如此。自1994年开始，钱钟书就像个贵重的红木家具，只能从家里挪到了医院。起先他只是发烧，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膀胱癌，手术之中发现他右边的肾也坏死了，于是癌变组织和坏肾一起被切了。住院期间，杨绛寸步不离，在他的旁边按一张小床，日夜伺候。但因为他自己也是件红木家具了，亲友、医护人员无不劝导他回家休息一下，让别人来替代。然而杨绛却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此心安处是吾乡，人们常这样说，但不曾想过，我们的家可能未必是某处故园，而是那个我们深爱的人。钱钟书不忍心看着他太憔悴，也劝过他好多次，但他都拒绝了。他说过这样的话，论照顾人，男人不如女人，我努力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争取夫在先，妻在后，顺序不能颠倒，乱了就麻烦了。他一生样样把钱钟书放在自己的前面。一篇名为《魔镜里的钱钟书》记录下病中的钱钟书和杨绛在医院里的对话情景。嵇康，不是说咱们找的人明天就来吗？明天你就回家吧。黑暗里钱钟书说，这怎么行？咱这只是从帮忙辅助的意义上找的人，我不走。折叠床上的杨绛说，你可以站在一旁看着他做，看过了你总该放心。就明天一天啊。莫存，我发现淮剧诗存上有几处我抄错了字，书都印出来了，这可怎么好啊？打岔，说你该回家的事。我怎么能把你的诗抄错了呢？真是的，我怎么会抄错了呢？小床上他叹着气。明天你就回家吧。没有回答。在被街区道路包围的医院里，夜深时总能听见车声，雨滴过车声又有不同。床头柜那边传来钱钟书摸索的动静。杨绛问，找安眠药？睡不着，闹离愁了吧？吃一片吧。不用你，不用开灯。杨绛起身，按亮壁灯，端上温开水，看着丈夫服下舒乐安，她自己也拈出一片。钱钟书伸手接住，杨绛争道，这不公平，在家时不时我吃安眠药，你也陪着吃吗？你说过中毒俩一块中，岂可让我独中乎？
钱钟书拉着他的手臂：“你不失眠，最近睡得挺好，白天一累，夜里呼噜打的跟咱家原先养的猫似的。你告诉浙江文艺，他们不是让我给你的散文集题字吗？我写。”再朴素不过的对话了，然而读后只令人感到通身温暖和窝心。爱原来也可以不注一字，尽得风流。钱钟书近2个月在医院里，杨绛就是这样陪伴的。等他出院的时候，他也快病倒了，整个人成了纸片人。然而他回去后不久再次生病住院，这一住就是4年有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不能进食，只能用鼻饲的方法，又要保证钱钟书的营养，又要保证食物便于他独特的进食方式。杨绛每天要在家里炖了鸡汤或鱼汁送到医院，这样才能和医院里医生开出的营养液合在一起。他需要每天准时送到，虽然食材的准备可以有保姆帮忙，但每次做他都亲力亲为，为的是放心。4年多来，天天如此。别说是个80多岁的老人了，就是青年人恐怕也倒下了。但是他没有，他日日如此。期间他还经历了女儿钱媛的病故。他在给一封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实在太疲劳了，不得不要女儿带我送去，让我休息几天。但我女儿工作极忙，我又心疼我的女儿。这时候还有女儿可以依靠，后面他只有自己了。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有时用无锡话，有时用英语交流。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杨第52集，彩云易散琉璃脆下。1998年11月20日，钱钟书在医院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第2天，北京飘起了洋洋洒洒的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在副院长王忍之的陪同下来到医院看望病危的钱钟书。他们带来了祝福的花篮，花篮上写着祝钱钟书先生88华诞，李铁映贺。另一个花篮上写着祝钱老88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敬贺。此后的10来天里，钱钟书病情较为稳定，但到了12月初，却又开始高烧。他的病情牵动很多人的心，北京各大医院名医会诊。然而，他的人生之路就要走完了。他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那里已经有圆圆在等着他了。他在自己还很清醒的时候，交代杨绛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追悼仪式，也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没有告别仪式。他留给陪伴自己一生的伴侣杨绛最后一句话是好好活。这也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临走的时候，他有一只眼没合上。杨绛握着他的手，附在他耳边，像从前一样对他说，你放心，有我呢。然后他用自己的手轻轻地替他合上了眼。他走得很放心，因为有杨绛。确实，任何时候只要有这位最贤的妻在，他总是放心的。他一生闯了那么多的祸事，都是他给他挡着。现在他走了，他走出了那个住了几年的311病房。杨绛知道，从此之后，他的心上又多了一个断肠处。钱钟书逝世以后，当晚杨绛就接到了总书记的电话，
对钱钟书的离开表示哀悼，请杨绛先生节哀保重。杨绛同志，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钱钟书的遗体火化的时候，只有少数亲友参加，一切都遵照他生前的遗嘱执行。他走的时候，身上穿着杨绛亲手为他编织的毛衣、毛裤，还有阿元为爸爸做的裤子。当年他曾想把这些旧衣服捐赠出去，是钱钟书给拦下的。他戏称这些衣物都是慈母手中线，一针一线的情谊，怎么能扔掉呢？于是杨绛亲手编织的这些衣物就被保留了，一直留到了陪伴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护佑他到彼岸世界，给他最后的温暖和慰藉。从前杨绛的父亲杨荫行去世后，钱钟书就曾保留下岳丈的鞋子等物品，还亲切地说这是爸爸的鞋，这是爸爸的衣，他向来深情。杨绛后来撰文说道，从前在欧洲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痛哭不已，但是尚有钟书陪伴宽慰。现今他只能把所有的悲痛独自吞咽了，再无他在旁边宽慰。他说想起来，那时倒是幸福的。他一直陪他到最后，站在焚化炉前，等着他出来。有人担心他承受不住，跟他说，不如出来等吧。他坚持说不，他想再陪陪钟书，多陪他2分钟。他和众人一起将他的骨灰就近抛洒在北京的大地上，脱体同山阿，他将与大地永在。杨绛说，人世间没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1997年早春，阿元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3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熙暖阳第53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上。原本是我加你等于我们仨，如今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老人形影相吊。送走钱钟书，那时的他已经是个87岁的老人了。原来的赌书泼茶，现在只有他独自面对宽大的房间，安静的书桌，过于安静了，一个人的叹息都会成为回声。在与人倾诉和独自吞咽悲伤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变得闭门不出，白天还好消磨，发发呆，静静地想着他那个有些痴气的丈夫和圆圆，也可以读读书，借此转移一下注意力。然而夜间就难了，他的失眠症犯了，他不得不求助于安眠药，且需要一夜吃2次，因为1次不够整夜安睡，总是半夜醒来，被锥心的痛和无法习惯的安静给吵醒。那时他就起身再吃1片。从前要跟他一起中毒吃安眠药的那个人不在了。
他们从无锡种下姻缘，再到清华一见倾心，风风雨雨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期间多少会心的瞬间，多少欢乐又多少哀愁，这些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生活细节，唯有留在他一个人的记忆里了。回忆起我们仨的过去时光，杨绛说自己像做了一个万里长梦，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住在人间客栈了。他不论是醒着还是梦里，都盼望着我们仨早日团圆。他曾说钱钟书不喜欢人家哭他，不知道他只和一个老保姆相对的那些日子里有没有落过泪，想来一定有的。那些日子偶尔会客，他身着的总是黑色衣裤，他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纪念着他呢。在罗荫胜的书里讲过这样一则小故事。据说舒展在钱钟书离世以后，曾经安排自己的夫人去看望杨绛，表达一下哀思的同时，也安慰一下这个外表文静柔弱内心孤独的老人。哪知道他一进门还没等开口，发现家中只有杨绛孤身一人的身影，他就忍不住悲伤哭了起来。哭得忍不住，最后竟然是放声大哭。这一声痛哭里，有对他孤独的同情，更有对他过去忍受的，现在仍在忍受的，将来也不可避免要忍受的寂寞的同情。同为女性的身份，更明白这份外人看来坚韧的内心里有多少眼泪和血。杨绛见他痛哭不已，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沙发上，请他坐下，然后柔声地说：你比钱媛小4岁吧，傻孩子，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不懂呀，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钟书前面，你想想，钱媛、钟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这样回来后的舒展夫人被他先生笑话，瞧你那点出息，请你去安慰老太太，反倒成了被安慰者。闭门谢客的杨绛选择了躲进书海里，他开始继续圆圆没能完成的写作。他要在纸上复活一个鲜活的女儿和一个顽皮的丈夫。于是他开始创作《我们仨》。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都是我们仨失散了，上来就是万里长梦的梦境。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2个玩得正酣，钟书怪可怜的大声求救：娘娘，阿元欺我。阿元理直气壮地喊：妈咪，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货。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做坏事就是在他屋里捣乱。我走进阿元卧房一看究竟，只见他床头枕上垒着一叠大词典，上面放一只4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显然是阿元回家后刚脱下的。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里面有阿元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等，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沿着枕头是阿元带回家的大书包，接下来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元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元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阿元得意地说：当场拿货。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哈哈，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
我隔着她的肚皮也能看到她肚子里翻滚的笑浪。多么美好又温馨的一个梦啊！虽然是梦，然而却是他们过去的日常之影。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54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下。还在圆圆很小的时候，钱钟书就爱捉弄他们的宝贝女儿。每次家里有好吃的东西，他就对圆圆说 Baby no eat， 说多了她慢慢就懂了，然后开始学会看妈妈的脸色，从杨绛的脸上表情分析一下自己究竟是否可以吃。有一次钱钟书故技重施，又说了这句话 Baby no eat。 小鬼灵精看了看妈妈的脸色，然后破天荒地自创了一句英文 Baby yes eat。 这是6岁时候的他和父亲。自然一身吃气的钱钟书对女儿的逗弄何止这一项，比如被窝里藏东西，脸上画大花猫，这都是他做过的事。在钱媛去世前记录的那篇的《爸爸逗我玩》里，他这样写道：爸爸还教我说一些英语单词，短的如牛、猪、猫、狗，最长的是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的意思。见还有潜力可挖，就又教我几个法语或德语单词，大都是带着屁屎的粗话。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有朋友来时，他就要我出去卖弄，我就像八哥学舌那样回答，客人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自己很博学，不免沾沾自喜，他鼻子都要翘起来了。这些都是后来年近90岁的杨绛所记录下来的生活片段，在旁人眼中的他们又是另一番风景。杨先生是钱先生的理发员，钱先生是杨先生的书法老师。年逾70旬的杨先生拿起毛笔练字，他请钱先生当教员，钱先生慨然接受，但提出严格要求，学生必须每天交作业，由他评分，认真改正。钱先生审批杨先生写的大字，一丝不苟，或画圈或打杠子。杨先生嫌钱先生画的圈不够圆，找到一支笔管，让他蘸印泥，在笔画写得好的地方打个标记。杨先生想多挣几个红圈，钱先生了解杨先生的心理，故意调侃他，找更多的运笔差些的地方打上杠子。我见过杨绛先生的大楷作业，他很重视钱先生的批示，两位老人童心不泯，感情纯真如初。这是高芒笔下的钱杨二位。在我们仨这本书中，中间部分有好几张家庭照片，从他们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老，从留洋牛津时候的风度翩翩大才子与时尚雅致的闺秀，到怀抱幼儿的母亲，再到圆圆的逐渐长大，与之相随的是他们的逐渐衰老。有2张照片特别有趣，也特别有爱，正好和高莽的描述可相印证。一张是钱钟书手里拿着剪刀给杨绛剪发，另一张则是杨绛拿着推子给钱钟书剪发。他在2张照片的旁边写下了文字：钟书和我互相理发，我能用推子，他能用剪刀。他独自坐在三里河的家中，为世人写下了这样一本温情脉脉的书。他说，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但是尽管这么说，
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2人，添上子女就成了3个或4个、5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罢了。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3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叔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负困难。还有个阿元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耦合。现在，我们仨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书写就是抵抗遗忘，书写就是让人复活。他读、写，都是用他的方式。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后来，在钱钟书100年诞辰纪念日的时候，以及同一年的中秋，杨绛悄悄地写下了2首诗，一首名叫《中秋》，另一首就叫《忆钟书》。中秋，离合悲欢世间事，阴晴圆缺平天公。我今无意愁佳节，但觉凄凄秋意浓。忆钟书，与君结发为夫妻，坎坷劳声相提携。何意忽忽暂相聚，岂以缘尽永别离。未问何时再相见，有谁能识此天机。家中独我一人矣，形影相吊心悲戚。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播讲竹溪暖阳，第55集，站在人生边上。在利益之外，尚有诚挚的情感。在女儿钱媛和丈夫钱钟书去世后，杨绛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随着痛苦的隐遁，平静如水的规律生活一度成为她的日常。但是就在2013年，当她已过100岁后的2年，一个新闻如一枚深水炸弹，炸开着平静，余波如涟漪不断扩散。杨绛以100岁之身，不得不出来面对这一波又一波的袭击。据《东方早报》或《光明日报》的报道，110件钱钟书一家与人书信往来的手稿，将于6月22日在北京万豪酒店拍卖。据拍卖方称，这是出于对杨绛一家人的尊重，认为他们与友人的往来通信很有学术研究价值。这样的观点原是不错的，但是杨绛先生还在世，何况私人信件往来肯定涉及一些对别的学者、艺术家的评价，一旦公开，于人于己都是不合适的事情。杨绛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第一时间致电给香港广角镜杂志社的总编辑李国强质询，因为他正是书信的接收者和保有者。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
面对杨绛的质询，李国强支支吾吾，无法作答，只好用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来推卸责任。这自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借口。朋友所为不过是经过他同意的行为，可以想象当年的杨绛面对这件事情的愤怒与失望。什么都可以拍卖，人生不能拍卖；什么都可以拍卖，人生的秘密不可拍卖。正如诗人北岛的一句诗所言，什么都可以交出，但我不会交出那一碗。什么都可以交出，家人的尊严体面不能交出。想象一下，当我们出于对老友的信任，在我们的通信中，我们恳切地谈论一切，最终他却将我们的言论公之于众。5月26日，在杨绛得知消息不到1周的时间，他通过《新民晚报》等媒体发布公开信，坚决表示反对这次拍卖计划。近来传出某公司很快要拍卖钱钟书、我以及钱媛私人书信一事，媒体和朋友很关心我，纷纷询问。我以为有必要表明态度，现郑重声明如下：一，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100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二，对于我们私人书信被拍卖一事，在此明确表态，我坚决反对。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三，现代社会大讲法治，但法治不是口号。我希望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维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一基本人权。我作为普通公民，对公民良心、社会正义和国家法治充满期待。一时间，这件事成为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来自一些高校的法学研究者也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铁凝作为杨绛先生的后辈同行，发表了声援杨绛的谈话。公开和出售别人的隐私，有悖于社会公德与人的文化良知。关于钱钟书、杨绛私人书信被拍卖一事，我看到文汇报上一些法学专家的意见，我是同意的。这一行为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以往国内外也有类似的案例被裁定，在当事人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公开拍卖和公开出版的性质完全相同。最重要的在于公开，任何未经许可的公开都是对隐私权的侵犯。私人间的通信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的基础上的，利用别人的信任，为了一己之私，公开和出售别人的隐私，有悖社会公德与人的文化良知。在当事人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如果还执意要这样做，是对当事人更深的伤害。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家、翻译大家，深受国内外众多读者的喜爱，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杨绛先生是亲历五四运动唯一仍在世的中国作家。钱钟书、杨绛二人把一生全部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至今捐赠累计逾1000万元，受益者已达数百位学子。如今102岁的杨绛先生精神矍铄，身体康健，
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幸事和喜悦之事。拍卖之事让这位年逾100岁的老人在安宁和清静中被打搅，他的情感、精神受到伤害。让这样一位老人决意亲自上法庭，一定是许多喜爱钱钟书、杨绛作品的读者不希望看到的，一定也是善良的国人不乐意看到的。人心的秩序、人际关系中信任、坦诚这些美好的词汇，万不可变得如此脆弱和卑微。这一次拍卖风波终于有了转机，在杨绛的强烈反对下，在铁凝等声援下，中国国家版权局也表示支持杨绛先生维权的声明。这样一波三折的拍卖最终以杨绛这位100岁老人的胜利而告终。或许使他获胜的是微茫人士的良知与信任，毕竟在利益之外尚有诚挚的情感，否则人若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岂非是将自己也当作一件可以售卖的物品？人与人之间所有珍贵的情感和伦理道德都成为可以售卖的东西了。在人间，若这些都可以进行交易，若人的良知也被标上了价码，那么我们的一切也被毁了。人间很值得，因为我们尚没有售卖这些看不见的珍品。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溪暖阳第56集，死者如生，生者无愧，上。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这是他100岁时留给世人的朴素的生活箴言。我们的肉身就像是一块铁，必须经过尘世的不断锤炼，才有可能淬着这生命之火，涅槃重生。在女儿钱媛和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的近20年时间里，她几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令生者如生，死者无愧。她孜孜不倦地看钱钟书留下的海量笔记，各种诗稿文存，整理出版钱钟书不同版本的文集。钱钟书的笔记不仅繁多，而且引注浩繁，又用中、英、法、德、拉丁等不同语言记录，其难度可想而知。凭借对钱钟书的深情与对他才华的赏识，他日日夜夜地工作着。不仅如此，他还邀请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参与到这项杰出的工程中来。他几乎是从钱钟书刚去世不久就开始这项工作了。钱钟书留下的手稿都是当年他千辛万苦珍藏、辗转、腾挪才得以保存的，自然十分珍贵。偏偏他的手稿零散而残破的也不少，他就每天坐在书桌前，戴着眼镜、笔、胶水、剪刀各种工作，一个也不少，一张一张精心拼贴，再分门别类地整理好。钱钟书生前，他为他洗衣做饭，做他的灶下婢，替他挡掉不少耗费时间精力的来访者。他去世以后，因为要出版他的作品的缘故，他戏称自己成了钱办主任。其实钱钟书尚在病中的时候，就有人来问关于出版他的作品的相关事宜，但那时的他哪里有余力去整理呢？他只跟人讲，我的东西非得要经过我自己审过才可以出版。后来计划出版他的手稿，杨绛如此说道：我这么做，出版他的东西，他本来是不同意的呀。可是我怎么办呢？
难道我亲手毁了它们？我下不了这个手呀。我想来想去，还是想把它们当作资料留下来吧。这番话除了深情厚意之外，更多的还是对丈夫才智的信任，以及对此相携而来的文化遗产的责任担当。她时而对丈夫的成就满是谦虚，时而又不自觉地流露出骄傲。这看似矛盾的态度，或许正是一个理解钱钟书、欣赏钱钟书的妻子所拥有的丰富的灵魂的外显吧。因为从其本身的个性来讲，她一生低调，不慕名利，但是钱钟书确实是当代的一座文化昆仑，他的成就有目共睹，他也是深知他的贡献的，因而就会情不自禁地落笔时充满矛盾。比如他曾讲过，钱钟书写于文革期间的《管锥编》不是为了逞才，而是害怕招惹文字的祸害。红卫兵多文化水平不高，没有那样精深的学历，因此《管锥编》这样的红著才得以幸免于难。但是他也会这样说，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也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严肃认真的研究不用号召的，号召能招来什么？离世之前，他曾不无感伤地提到自己的那些笔记，没有用了。然而早年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之仪家博士却这样说，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读出他的热情、知识以及对生活的好奇和兴趣。钱钟书一生浩瀚的读书笔记是从留学牛津的时候养成的。那时他们在宝渡楼读书，那里的图书不让外借，只允许带笔记本和铅笔，不能在书上留下任何痕迹。因此他便从那时开始渐渐地养成了写笔记的习惯。钱钟书逝世半年后，莫之仪家就接受了杨绛的邀请，参与整理阅读钱钟书留下的大量手稿笔记。他们用叹为观止几个字来形容阅读感受，惊人的语言知识。我们从这些笔记可以看到一位大学者和艺术家的工作过程和思路。笔记的吸引力在于出人意料地重新组织在一起的引文，是有意识的不与他自己的想法混杂在一起的。在博学和谦虚的摘录背后，难道不正隐藏着独特的创造意识，甚至是向一个全新的文学类别的迈进吗？钱钟书的外文笔记设计的题材包括美学、历史、政治、心理学、文学等。他的笔记有时是优美的诗歌，有时是通俗的笑话、语言游戏等，读起来像是与一个有趣的人沟通，总让你有新发现。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竹溪暖阳第57集，死者如生，生者无愧下。莫之仪家曾经把钱钟书的外文笔记比作世界奇迹，像一座万里长桥，连接着东西方文明。因此曾经做过钱钟书学生的翻译家许渊冲说，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一块基石。而他过去社科院的同事们，杨绛所在的外文所诸位专家，尊奉为比较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杨绛自己则这样讲述了这批读书笔记的来龙去脉。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钟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哭哭积累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应当尽我所能，
为有志读书的求知者，把钟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进进出出，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钟书每天总爱翻阅1、2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曾想为他补多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杨绛总是提起钱钟书生前爱说的志向，没有什么大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好好做点学问。因而同为做学问视书如命的杨绛，就用自己的余生好好的为他身后的未竟事业而继续发挥余热。有些手稿因为年代久远，来回折腾的时候甚至遭过日晒雨淋，不免模糊破损，这就特别耗费眼力。除了考验对他的理解熟悉程度，也考验阅读者的知识背景和耐心。杨绛为了他们日夜操劳，又像当年伺候病中的钱钟书一样，把自己的眼睛也熬得红肿了。尤其钱钟书的手稿十分经济，他从不肯浪费纸张，每一张纸都写得满满当当，字迹又小，辨认起来十分费力。有时一张稿纸上除了多种语言交替使用，还会出现不同颜色的字迹。这样的工作难度之大，常人无法想象。但好在这个杨绛眼里顽皮的人，留下了很多让人觉得有趣消遣的东西。他的淘气是情不自禁就要显露出来的。手稿上有时会画上小小的插图，有时他会画上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漫画，有时则是随意几笔勾勒的名人肖像。这就让阅读者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得以休息片刻。其实这是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有的个性。还在他读清华的时候，他有一位姓许的同学，和他很是要好。但在要好之前，许姓同学甚至想揍他一顿，理由无他，只是因为他夺走了人家的第1名。在钱钟书之前，许姓同学次次都是第1，有了钱钟书，他便只好甘当老2了。但不打不相识，两个人很是投缘。他对钱钟书的才华十分敬佩欣赏，两个人一起上课的时候，许姓同学总是盯着一位女同学看来看去，那是他的意中人。钱钟书见此，画了一连串的许眼变化图。多年后，这位许姓同学从美国归来，两个人提起当年的许眼变化图，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钱钟书生性幽默风趣，读书写笔记的时候也不例外。杨绛如此说他。钱钟书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可能也被认为是瞧不起组织，是骄傲。其实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 free thinker， 并非瞧不起。很多人有点怕钱钟书，因为他学问厉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热心指点人家，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比较收敛。钟书非常孩子气，这方面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钱钟书也是风趣，文研所里的年轻人，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他又佩服又喜爱。字里行间，他对他才是又佩服又喜爱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这一生不离不弃，相伴60余载，风里来雨里去，两个人都闯过来了，
他走了以后，他凭借对他的深爱和敬佩之情，陆陆续续整理出版了钱钟书的手稿、读书笔记等作品。这样浩繁的工程是在一位老人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完成的。我们今天能够看到钱钟书的这些著作问世，毫无疑问，首先应该感谢的人就是这位人淡如茶、柔韧如水的文化老人杨绛。没有他从前的保管，没有他后来的整理，就没有这些文化瑰宝。从这一点上来讲，他的工作确实使得死者如生，生者无愧。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暖阳第58集，慢慢享用我们的一生上。我们的一生风风雨雨，走走停停，有时和三五知己同行，有时和爱人相伴，有时拖家带口的疲倦而行，有时甚至是独行的状态，这些都在所不免。到了生命的关口，到了人生这趟列车行将驶向终点的时候，有不少往事总要经过我们的手、脑再三梳理。因为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的生命历程就在那些琐碎的往事里，人的一生就在那些瞬间里。晚年的杨绛先生痛失爱女圆圆，痛失一生挚爱伴侣钱钟书，他余下的日子究竟用多少个难眠的夜晚咀嚼了那苦涩的滋味，旁人只能想象，却无从得知。诚如电影《廊桥遗梦》中所言，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人们会用1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1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1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却要用1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为钱钟书奉献了1辈子热情才智的他，要如何面对爱之后的爱呢？有人说，当我们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便是让自己不要忘记。这样说的人是相信我们存在于自己的记忆中，甚至我们爱的人也存活于我们的记忆中。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拥有关于他们的记忆，那么他们无论到哪里都在我们心中，活在我们心里，胜过日日相伴却形同陌路。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不难懂。可是假如伤痛来得太猛烈呢？假如我们的心痛到极点，几乎到了难以承受的境地，到了我们承受的极致，又该如何是好呢？很多人会选择性遗忘，认为这是我们的身体选择自我保护的缘故。为了继续活着，为了更好的活着，人们不得不遗忘糟糕的经历，不愿面对的过去或痛苦的记忆。只是这样的选择真的好吗？杨绛显然也面临这样的选择，但他用自己的书写、自己的行动来告诉我们他的选择。在《枪饮茶》一书的前言中，他写了篇名为《孟婆茶》的文章。众所周知，在我们的民间文化中，人离开阳间到达阴间的第一站便是孟婆的茶楼，饮下他的一碗孟婆茶，前尘往事成云烟，再也不用记那些糟心的人与事儿，统统忘掉。杨绛在这里用似真似幻的笔触为我们写下了他的一个梦。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
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可是牌上的字码已经擦改，看不清楚了。杨绛手里的这个号码牌究竟所为何用？他缘何如此执着地拿着它寻寻觅觅？接下来的文字，他便为我们道明了真相。我按照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灰色制服的管事员，一个管事员就过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没有定座，可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牌呢。他要去查对步子，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在传送带的横侧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这是一位老人在寻找自己一生的位置，他究竟是谁？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教师吗？满了。作家吗？满了。翻译家吗？也满了。这是杨绛一生中最为人所熟知的3个社会身份，然而一个个都满了，没有他的位置。这当然是老人的自谦之语，也是老人清醒的自我认知。人的一生究竟是怎样的？剥离这些社会身份，我们究竟是谁？换句话说，杨绛这里简短的话说的其实是如何寻找自我，一个古老的哲学天问：我是谁？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暖阳第59集，慢慢享用我们的一生下。紧接着，杨绛先生发挥了他一如既往含蓄的幽默。我悄悄向近旁一个穿灰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个大跟头，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我又问，咱们是往哪儿去呀？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店，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人生的来处已经模糊，只剩下去处了。人一旦衰老，迎接我们的只有老病和死亡，还有无穷无尽的孤独。该喝一杯孟婆茶了。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嗨，喝他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费呀！一杯茶冲掉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不都是白活了？你还想抱住你那套宝贵的经验再活一辈子吗？反正我不喝，反正也由不得你。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过去，杨绛先生言简意赅的笔为我们画出几张不同选择的面孔，有人惧怕遗忘，有人诉求忘却。杨绛在这里没写自己如何面对孟婆茶，他岔开去讲了一番别开生面的回忆生前往事的电视。每个人上了楼，那儿还有电视室，指头一按就能看自己过去的一辈子。各位不必顾虑，电视室是隔离的，不是公演。这话激起轰然笑声。平生不做亏心事，我的一生不妨公演，这是豪言壮语。得有观众欣赏啊，除了你自己，还得有别人爱看呢。
这就是杨绛在人生最后一程里，尽管是个梦，来自老年的他的想象，然而充满一如既往的激情，甚至自嘲。在这篇独树一帜的文章最后，杨绛写到了更为奇特的要求：所有旅客都不准携带行李才能过关。这行李可不仅仅是我们平时印象里的物品，还包括留存在我们头脑里的各种思想、感情，夹带这些私货过不了关。杨绛说：好吧，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于是他选择将这些私货用文学的方式留存下来。这是他最后的选择，他选择记忆而非遗忘，尽管有时遗忘看起来让人轻松。一部非常艺术化的动画电影《海洋之歌》也讨论了相关问题。一位巨人因遭受巨大苦难，悲痛欲绝，不停哭泣，他的眼泪没完没了，最终变成了海。另一个女巫见此，将他变成石头人，这样他就不再感到悲伤了。这位女巫法力无边，让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毫无感情的石头。尽管人们不再伤心，然而成为石头一样的人还能称作人吗？那麻木的失去喜怒哀乐感受能力的石头，不就是选择遗忘的人们吗？杨绛的选择就是害怕变成石头人，因此他选择面对过去。在他一生的最后时光，在他为这个小家，为无穷尽的陌生人耗尽毕生智慧和生命的时候，他终于追问了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的问题。爱之后的爱，也许就是在为他人活了大半辈子后，该好好的爱自己了，该好好的认识一下自己，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诗人沃尔科特有一首诗，名为《爱之后的爱》，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爱之后的爱，沃尔科特，阿九译。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满心欢喜的，在你自己的门前，自己的境中，欢迎你的到来，彼此微笑致意，并且说：这儿请坐，请吃。你会重新爱上这个曾经是你的陌生人，给他酒喝，给他饭吃，把你的心还给他自己，还给这个爱了你一生，被你因别人而忽视，却一直用心记着你的陌生人。把你的情书从架上拿下来，还有那些照片，绝望的小纸条，从镜中揭下你自己的影子，坐下来，享用你的一生。那么，让我们一起从镜中揭下我们的影子，坐下来，慢慢享用我们的一生吧。余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但不论在哪一站，我们总要有这样的瞬间，问问自己这些难解的问题。这是我们对自己的爱，是爱之后的爱。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播讲竹溪暖阳。第60集，活在爱你的人心上。上。你读到爱时，爱已经不在。你读到春天，我已落叶纷飞。一个人的阅读和另一个人的书写，有时隔着一杯茶，有时隔着生死。李元盛，梁萧隐。2005年1月6日，我由医院出院，
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这是杨绛在其晚年著作《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序言里的一句话。此时的他是个孤独虚弱的老人，一个年近100岁人生路上的独行者，一个等待回家团聚的旅客，人生如寄。而三里河那个曾经被称为家的寓所，因为女儿钱媛和丈夫钱钟书的相继离世而越发冷清。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里没有他所爱的人，已经不再被他称为家，而是寓所。他活在人世的一处居所罢了。而他用自己的话来说，叫客栈，身体疲乏后歇脚的地方。歇一歇，他就该启程赶路了。去哪里呢？回家，回他真正的家。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上，再向前一步，就是众所周知的归处。等待一个老人的，除了寂寞和病痛，还能有什么呢？那归处的灯火已经在黑洞洞的旷野里若隐若现，引人上路了。但很显然，此刻时间未到。他还有许多的梦要做，那些关于我们仨的梦。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未完成，那些关于爱与死亡如何不灭的思考。思念是别在衣襟上的一滴泪。生命中挚爱的2个人走了，永远的天人相隔。此后真个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一直是杨绛最爱的诗人，老境中的诗圣和他那时的心境相类似。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度过那2年的。那段日子对这位饱经风霜的世纪老人来说，其酷烈痛苦胜于过去艰苦岁月里的任何磨练。面对生命中的2位最亲的人离世，他说痛苦不能对抗，只能逃避。如何逃避？对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忘我的阅读和写作。他希望自己能从哲学中获得一些教益。柏拉图是他那段时间阅读较多的哲学家，在《菲多篇》中，他被苏格拉底打动。苏格拉底之死被誉为西方历史上仅次于基督之死的重大事件。他反复地读菲多，惊叹于苏格拉底的智慧和良知，以及其为信仰真知献身的精神。他逃到了他钟爱的书中，就像过去的时光。专注的阅读的确有缓解痛苦的效用。他的伤口慢慢结痂，那些流着泪流着血的眼睛终于安详地闭合，退回到他心灵深处一个幽深的所在。经过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多少次的阅读，他决心翻译菲多，让更多备受折磨的苦痛灵魂得到智慧的抚慰。然而这一切他觉得还不够。翻译之余，他还想为我们仨写点什么。于是他开始漫长的晚年写作生涯。一辈子甘当灵，甘当隐形人，甘当绿叶的他，有了令人惊叹的野心和毅力。他要在纸上复活他们。奥斯卡获奖电影《寻梦环游记》，一部关于生死和爱的影片。影片中提及墨西哥传统节日亡灵节。在电影中，人死后并没有真的消亡，他的灵魂还在。活在尘世里那些爱他的人，如果还记得他，那么他在另一个世界就像人间一样。但假如人间再无任何人记得他，那么等待他的只能是一个令人悲伤而无可奈何的结局。
他将魂飞魄散，从此阴间阳世再无任何他来过的痕迹。沧海横流，人虽如尘埃，如飞蓬，人活一世，好歹得留下点什么印记。魂飞魄散，像从未来过那样，真是叫人凄惶。生而为人，天上地下，实体的人，隐形的魂，总得有个寄居的地方。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句经海德格尔宣扬广为流传的诗：人充满牢记，但失意的栖居。如何才算失意的栖居？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个答案也许是多数人都喜欢的，能栖居在我们所爱之人的心上，或许才是最诗意的生存方式。那里是我们在尘世所能拥有的最昂贵的居所。不然，何以紫霞仙子要去至尊宝的心中看一看，然后流下一滴泪？若无爱，形同于死，神仙也无法。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1集，活在爱你的人心上，下。一个人只要为人所爱，为人所牵挂，不论在尘世还是另一个我们终将去的归处，总是幸运的。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为功名？为钱财？都不是。唯有爱才值得我们奉献一生，也唯有爱才是我们每个人忍受来自这个世界的苦难、磨难与恶意的力量源泉。诗人说，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若连爱也没有，我们凭什么去赞美一个无爱的世界？又如何去赞美呢？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深沉的爱，就没有深刻的生活。一个浅薄的人，他的浅薄不在知识的匮乏，而是没有一团燃烧着的生命之火。那团跃动的生命火焰就是爱。爱不是爱情，它包括但不限于此。一个深刻的人，他的爱无所不包。正如诗人佩索阿所说，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他爱世间万物，一草一木，一朵云，一滴雨，一阵风，一个微笑，一只猫。爱一个风度翩翩的人，也爱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爱童真的孩童，也爱世故的老人。爱万物的欣喜，也爱万物的悲伤。草木有荣枯，人有悲欢离合。让我们热爱这悲心交集的人生。存于这天地，既被称作了万物之灵，又怎能满足于蝇营狗苟？杨绛的父亲曾几次三番地跟女儿说，生活程度不要追求太好，意思不过是叫他放弃尘世物雷，勿忘人的灵性之根。唯有怀着广阔而深情的爱，才能护佑我们在苦涩的人间前行。一个人活着，怎么都不能算失败，除非他的一生没有获得过爱，或他从不懂得如何去爱。杨绛在晚年所写的《走在人生边上》和《我们仨》两本书中，反复提及人的灵性良知，以及灵魂与爱。一个经过时代洪流淘洗的智慧老人，他在人生的最后一程，没有故作惊人之语，说出来的都是些朴素易懂的话，像一件棉麻质地的衣物，虽没有丝绸华贵，但温暖、熨贴、舒适。大道至简。也许像我们这样未曾经历太多风雨的人，该相信人生的真谛，其面目有时令人出乎意料的素朴。在《走在人生边上》一书里，他不停地思考生死，思考灵魂不灭。人如何才能不死？听起来
像个毫无实现可能的童话构想。因为我们都清楚，人的肉体的消亡如开弓的箭矢，没有返程。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我们，渺小如芥子的我们，平凡如微尘的我们，该怎样实现不死神话？这不仅关乎我们每个人自己存于人世的意义，也关乎有一天我们所爱的人一个个离开我们了，我们将如何与他们重逢？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遇，我们相知，我们相赠，我们相爱，然后我们分离。不论死别还是生离，离别都是我们的背景音乐，甚至是主题曲。因此，不死，或者说灵魂不灭，关乎的不是肉体生命的延长，而是与爱和记忆有关的事情。如何不死？活在爱你的人心上。还有没有别的方式？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死而不亡者寿，一个肉身死去但没被人忘记的人才是真正长寿。儒家精神提倡三不朽，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应该说，钱钟书有杨绛这样的妻子是幸运，钱媛有杨绛这样的母亲也是幸运。他不仅让他们活在他余生的每一个日夜，活在他那颗疮痕密布的心上，他还费尽心力为他们画了一幅人间肖像。那是一幅和美的令人羡慕的全家福，它有着尘世间一切叫人温暖的元素。他为它取名我们仨。我们更愿意使用它的另一个抽象的名字，爱。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杨绛传》，且以优雅过一生，作者桑妮，播讲竹溪暖阳。第62集，且让他们热闹去吧。王维在其《辋川集》中有首特别著名的诗《心一物》：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草木本有心，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枯萎，都有其自然过程，并不因为我们多看了它们一眼，或从未进入过我们人类的视野，就黯然失色，因此显得可怜寂寞。并不如此。苏轼讲山间之明月，水上之清风，乃是造物者之无尽藏，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享用的，不论尊卑贵贱，在大自然面前一律平等。但若论起尊卑贵贱，世俗上的说法无非两种，一种来自出身家世门第，另一种则来自世俗成功，不外乎名利二字。东西方都有勉励人上进求取成功的话，东方人更甚，做人上人几乎成了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生存哲学与奋斗目标。对此，杨绛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一篇名为《隐身衣》的散文中如此写道：我们夫妇有时候说废话玩，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我们都要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我们只求摆脱拘束，到处阅历，并不想为非作歹。可是玩得高兴，不免放肆淘气，于是惊动了人，隐身不住，得赶紧逃跑。其实，如果不想干人世间所不容许的事儿，无需仙家法宝，凡间也有隐身衣，只是世人非但不以为宝，
还唯恐穿在身上像湿布衫一样脱不下。因为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杨绛所说的隐身衣，世人何曾当作宝呢？世人想要的不是隐身，而是显身。他列举了一个例子，来自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说有这么一个人，死去了，因思念家人，于是回家看看他们。与我们所设想的差不多，他能看见家人的一举一动，家里人却看不见他。家里开饭了，他也很想如过去那样欣然入座，却发现没有他的位置。家中不再有他的位子和碗筷，这种故事说来心酸。其实细想来，我们每个活着的人，又何曾没有这个死去的人的遭遇呢？我们爱重某个人，结果却发现对方并不同样爱重我们，几乎将我们的尊严打翻在地，甚至更低，一直陷进泥淖之中。人的脸面、尊严、体面、存在感降至最低，仿佛你是个无，你一无所有，你甚至不存在。有时我们想攀附位高权重者，或财大气粗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用杨绛的话来说，因为你在对方心里没有位置，人家自然是见了就像没见一样。可能你的姓名对方都未必记得，你亲自奉上的名片或作品被对方随意丢弃，如同丢掉一件无用的废物。这自然叫我们黯然神伤，甚至愤怒。可是若细想一下，对方既然眼中无你，你又何必非要让人记住你的脸呢？也许正是因为人要脸树要皮，不吃馒头争口气，人们从小就被教育成为有用的人，有出息的人，这样走到哪里人们都不敢轻慢我们。我们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杨绛不这样看。他说，但天生万物，有美有不美，有才有不才，万具枯骨，才造成一员名将。小兵小卒岂能都成为有名的英雄？世上有坐轿子的，就有抬轿子的，有坐席的主人和宾客，有端茶上菜的侍仆。席面上有人做首位，有人陪末位，厨房里有掌勺的上灶，有烧火的灶下婢，天之生财也不齐，怎能一律均等？有人是别有怀抱，旁人强不过他，比如他宁愿夜尾途中，也只好由他。有人是有志不深，自己抢不过命运，比如庸庸碌碌之辈，偏要做人上人，这可怎么办呢？常言道，烦恼皆因强出头。猴子爬得越高，尾部又秃又红，丑相就愈加显露。自己不知道身上只穿着皇帝的新衣，却忙不迭地挣脱隐身衣，出乖露丑。好些略具才能的人，一辈子挣扎着在人上，虚耗了毕生精力，一无所成，真是何苦来呢？杨绛所言，今时今日显得更加可贵而诚恳。不少为人父母的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很有一批人已经脱离了现实条件的可能性，只想一味地培养孩子。他们的培养，与其说是教育，倒不如说是摧残。一股脑的学音乐、学绘画，又一窝蜂的学奥数、学编程，学不完的学，全然不顾自家孩子的天赋和意愿，弄到父母子女之间几乎成为仇人。照多数人看来，似乎不如此就要落后于人，输在起跑线上了。又仿佛不论各自的条件才具如何，只要报班学习，勤加练习就可成才。倘若如此，则世间该诞生多少位莫扎特，又将诞生多少位梵高呢？
我们不能容忍平凡的人生，我们认定平凡的人遭人厌弃。然而世间放眼望去，有几人不平凡？星空之下都是一样的人。金字塔尖的人总是寥若星辰，有凯旋归来的英雄，也有列队欢迎鼓掌的人们，这才是正常现象。然而人们为了追求成功，追求那虚无缥缈的存在感，有时竟会忽略基本现实，不管自己，也不管我们所爱的人究竟天赋能力如何，只是一味的要成为人上人，要他们吃一下那苦中苦，真是何苦来哉？萝卜白菜各司其职，牡丹有牡丹的美，桂花有桂花的美，论妩媚富贵，怕是天下难有花能与牡丹匹敌。然而桂花的香甜清幽却也别具风味儿，它的迷人之处正在其朴素清香。假如我们的才具天生就是一株野花，何不学那诗中的芙蓉，见户既无人，也开也落，落得个清静自在潇洒。这便是杨绛的隐身衣。人人都去争那热闹繁华，争那众星捧月式的场面，他却只想要清清静静的，专心的做自己的研究，写自己想写的书，于此便心愿大足。杨绛说，穿了凡间的隐身衣也同样不变，肉体包裹的心灵也是经不起炎凉，受不得磕碰的。要练成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的功夫，谈何容易？如果没有这份功夫，偏偏有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就难保不气破了肺，刺伤了心，哪还有闲情逸致把它当好戏看呢？但无论如何，隐身衣总比皇帝的新衣好。且让他们热闹他们的吧，何不学天空里的一片云，山间的一阵风，自由自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好好享受这一番造物者的无尽藏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堂吉诃德般的理想主义者。杨绛晚年翻译过一部举世瞩目的著作《菲多》，出版人赵武平这样说道，很早前就听说杨先生在翻译一部难度很大的古典著作，但对书名和内容一无所知。不久前，朋友陪同金圣华女士前往探望先生回来，告知所译乃是柏拉图的《菲多》，我当时闻之倍感怅然。因为菲多描绘宗师的辞别场面，胸怀充满悲喜交集的心情，而杨先生译此书前也刚刚送走2位最亲近的家人，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位耄耋老人的镇定自若。杨绛的一生，早年以剧作家的身份扬名上海滩，后又涉及散文、小说等创作，各类文体均有出色的作品。但杨绛作为翻译家的身份也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因其对堂吉诃德的出色翻译，对众多对他还不算熟知的读者来说，他除了钱钟书太太之外，翻译家的身份也许是最为人所知晓的。翻译家很有点桥的意味，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用智慧的结晶，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为两边搭建一座看不见的桥。翻译家更像是一部电影背后的英雄，人们津津乐道一部电影中某个演员的演出如何精彩，导演怎样全面把控，但人们很少提到编剧的剧本怎样，或摄影师的画面如何。但没有他们，压根儿就不会诞生一部杰作。多数读者选购译著的时候，甚至都不会关注翻译家的姓名。这些为我们采撷异域芳香、异域的蜜的人们，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是默默无闻的。他们的蜜哺育了我们，
也哺育过我们的先贤。因为若没有他山之石，我们只会成为固守一角的坐井观天的蛙们，永远守着一潭死水，不知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外面的天空究竟是什么颜色。翻译家的重要，译本的重要，也许就在这其中。读者不太关心翻译家的名字，但并不代表翻译家本人就会胡来。严谨的翻译家非但不会胡来，反而会一字一句地推敲。翻译的难处，杨绛先生自己曾说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仆二主。他还说过，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急趋鳌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译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的专门名字也更加简洁，另作引德或加注。杨绛对待翻译十分严谨，译名之力旬月踟蹰。他翻译《堂吉诃德》的时候，正是我国政治风波一个接一个的时候，他每天仿佛从时间里偷时间。然而他从不会为了快速译出这部世界文学经典漫不经心的敷衍，相反，选字、选词、造句，他都力求达到翻译中的信雅达三美境界。在他晚年的时候，曾有记者向他如此提问：创作与翻译是您成就的两翼，特别是历经大跃进、文革等困难年代，最终完成的《堂吉诃德》的翻译已是名著名译的经典，曾作为当年邓小平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国礼。很难想象，这个工作是您47岁自学西班牙语后开始着手进行的。您对堂吉诃德这位骑士有特别的喜爱吗？您认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门外语更重要？杨绛的回答几乎是篇长文，但很值得我们全文借过来欣赏，因为他的回答不仅展现了一位老翻译家的翻译学思想，对他一生最为人所熟知的译著的理解，还显示出他对翻译艺术的理解，对今天的我们，即便不去搞翻译研究的人，也有很大帮助。万物皆通，因为背后的逻辑和道理是一样的。杨绛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个提问包含2个问题，我先答第一个。我对这部小说确实特别喜爱，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这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尘滚滚，他看见的是迎面而来的许多军队，难为他博学多才，能述说这许多军队来自哪些国家，领队的将军又是何名何姓，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我曾证明塞万提斯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的教会的墓园里。他被木尔人掳去后，是三位一体教会出重金把他赎回西班牙的。虽然他小说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词，如说像你妈妈一样童真，他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说不是说教，但他的小说的确是他信仰的产物。现在我试图回答第2个问题，作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语更重要？是的，翻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2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韵，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
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弦外之音只能从弦上传出，含韵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善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需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的表达更难。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一信一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4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词义欠醒。我没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在翻译领域中，杨绛自身也是一位如堂吉诃德般的理想主义者，甚至不仅是在翻译中，他的一生都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像骑士般追求文学艺术的尊严，捍卫文字的体面，正如捍卫自身的体面一样。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4集，可遇不可求，上。2011年7月17日，文化老人杨绛迎来了自己的100岁诞辰。这一年的春节，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登门拜访。他对杨绛说道：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您崇高的精神境界，淡泊谦虚的人生态度，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这话由一位政要说出来，非但没有令杨绛的魅力失色，反而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的风采。100岁老人的一生，奉行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做人准则，一辈子埋头苦读，宁愿跟书作伴，胜过与人打交道。钱钟书生前曾对友人说过一句话：莫将光阴做人情。意思是，与其将时间精力耗费在维持关系以及与人斗争上，倒不如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这是一句良言，不仅钱钟书如此做，杨绛也是如此做的。他100岁的时候，很多领导、媒体人、名流都想拜访他，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只想和三姐家的几个回国的孩子们一起安静地度过。他让人转告爱他的人们，请他们替我吃一碗寿面，这就算是过生日了。世上的老人那么多，我们为什么如此爱这位深居简出、朴素到极点的老人呢？一位名叫潘启文的记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或许很能代表那些热爱杨绛的人们的观点。杨绛一生最打动人的是他所具备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沉静之美、内秀之美，还有他的甘做造下币的奉献精神。从他的本意上，他并不希望我们小辈儿去写他。当我去采访他时，他很谦虚地说，不要写他，不值得写。杨绛在一封回信中如此写道：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不值得你们作家写。我干脆劝你们放弃这项工作，
花点功夫多研究钱先生的学问吧。但又很能提携后辈，对寄去的书稿，他仔细修改后又给寄回。杨绛的话倒是和夏衍相反。夏衍生前曾说过，你们捧钱钟书，我捧杨绛。自然都是对他们无比欣赏和热爱。100年来，杨绛从一位大家闺秀到剧作家、翻译家，从大小姐化身钱太太，再到一位温暖的母亲，她的一生传奇而坚韧，值得我们好好的书写一番。但即使之花更艳，这原本是《红楼梦》中形容宝钗的一句诗，然而却像极了杨绛本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文化昆仑钱钟书奇人奇文》里，有一篇来自陈子谦的文章，他的叙述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透过旁人的眼睛看到杨绛先生的魅力。1984年5月，我去采访钱钟书先生，那天是杨先生开的门，他是那样温文尔雅，一副娇小文弱的样子。当钱先生让我坐下以后，杨先生从里屋用旧式茶盘端出2杯茶来，第一杯给我，第一杯给钱先生，然后双手托着茶盘，一直背朝里屋退下，直到我告别时，他才从里屋出来，满脸微笑送我到门口。我连忙请杨先生留步，只有钱先生送我下楼。杨先生端茶的动作，特别是他的雀形，显然是一种旧式礼节。这在当时我真还觉得不好理解，特别是对一位后生晚学，何必如此讲理，这般客气。联系着钱先生当时穿的那件对襟布褂，我真是谜一般的猜不透他们的心韵。现在看来，这就叫文化，这就是我们的传统。不管你如何漂洋过海，懂得多少门外语，受多少西洋风气的影响，到头来骨子里还是本民族的东西，根子还得牢牢地扎在民族文化的传统中。杨绛尽管留学过巴黎，翻译过《堂吉诃德》，写过现代剧本和小说以及理论著作，但到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女性，所以才是那样的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写《干校六记》那样的作品也是怨而不怒。人淡如菊，高洁如莲。如果说当世还能有人担得起这样几个词的话，那必定是杨绛先生。看他不同时期的照片，那股优雅的气息由内而外自然而然地散发，人们光看照片几乎不敢想象他曾经历过怎样的苦难。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5集，可遇不可求，下。杨绛很少抱怨，无论在何时，他的形象总让人感到愉快，哪怕是在特别的年代，他的素淡优雅也总令人难以忘怀。他自己曾说，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但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曾经和杨绛同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过的朱红女士，她对杨绛的印象可谓十分深刻。1953年，朱红进入外文所，当时的杨绛已经被他们尊称为老先生了。其实那时候的他才是个40刚出头的中年人而已。每周开会的时候，杨绛的列席令朱红感到旧日大家闺秀的气度。他说，他特别端庄，穿得很整齐，可是不驱时，绝对不穿列宁装之类。有时候一些公共活动，我们不当一回事，知道是走过场，可是他很认真。那个特殊年代，斗争不断，就像杨绛在洗澡里所写的一样，
什么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教学，在研究所里甚至不学无术的搞俄国文学研究的人也堂而皇之地占据绝对领导地位。像杨绛的研究领域是一直受到批判不被赞扬的。然而朱红说那些东西他们后来都觉得没什么价值，倒是当年受到批判的杨绛、李建武等老先生的翻译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几乎是最大的学术成果了。即便是被批斗，朱红说杨绛也始终很漂亮。没错，他用了这样一个初看有点匪夷所思的词来形容杨绛，再看却觉得无比合适了。杨绛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尊严感，这种尊严感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不卑不亢，凛然难犯。朱红说，不用说干校阶段了，他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见到我们拿把糖过来让我们补身体，不管多脏多累，始终不像我们拿着脏手就抓馒头。他天生有一种大家气派，100岁了还这样。我和柳明九要送孩子回老家，没钱犯愁，结果杨先生不知道怎么了解到了，立刻送了300块钱过来。当时他送出去很多钱，别人不还，他也从来不要。他一生都是这样，在他和钱钟书夫妻双双被批斗的时候，她还有闲情拉着丈夫一起散步，遇到相熟的人，人家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就微笑着，然后退后一步，让到路旁，让人家先过去。这种尊严和气派非一朝一夕养成。她令人想起那个著名的法国王后，当她被送到断头台上，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她依然会道一句对不起。这是伴随一个人一辈子的气运，养成了也就不会随着环境变迁而消散，它会化作我们的日常，融到生活里，一点一滴，一朝一夕。至于他对物质生活的淡薄，对钱财的态度，毫无疑问受到的是父亲杨荫杭的早年影响，他一辈子对身外之物看得极为淡定。在钱钟书去世以后，杨绛干了很多事，其中一件大事令人动容且敬佩。他决定将夫妻俩的全部稿酬和版税，不论是过去的还是21世纪出版的，全部捐献给清华大学。他们在自己的母校设立了一个名为好读书的基金会，专门用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学子。他们夫妻俩并没有用自己的名字作为基金会的名字，而是选择了好读书。他们一生都视书如命，不可一日无书。即便是在100岁高龄，他也依然坚持每天都读书。捐赠仪式的那一天，他如以往一样端庄优雅，这是富有诗书气自华的气息，是江南的灵秀和诗书的共同浸润，使得他看起来如同一块玉那样温润迷人。发言的时候，他还保有老派知识分子的特色。他说他个子小，要站起来说。这次是我一个人代表3个人说话，代表我自己，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女儿钱媛。我只说3句话。在1995年钱钟书病重时，我们一家3口共同商定，用全部稿费及版税在清华设了一个奖学金，名字就叫好读书，而不用个人名字。奖学金的宗旨是扶助贫困学生，让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贫寒子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期望得奖学金的学生永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起于自强不息，止于厚德载物，一生努力实践之。在这番朴素的话后，他说的是谢谢大家帮助他们一家3口完成了心愿。
非但不要别人感谢他，而是他感谢接受他们帮助的人们。这种修养真几人能及。难怪钱钟书曾在自己的作品《人兽鬼》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赠与杨继康，绝无仅有，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生前有次杨绛在翻译，他看到一句就读一句。遇见你之前，我从未想过结婚。钱钟书在一旁说，我也是。他又继续说，和你结婚后，我从未后悔过，也没想过别的人。钱钟书又答，我也是。这样的浪漫真是可遇不可求。正如杨绛自己所言，他们的愈合是神奇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6集，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100岁之后的杨绛，老病相催，不断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每一次真真假假的背后，牵动的都是上上下下爱他的心。因为有他在，我们就感到风雅就在；有他在，我们就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文化的肌理，望得见过去的流风余韵。在钱媛和钱钟书相继离世的日子里，他过着严谨克制的生活，减少会客，每日只在家读书、整理书稿以及写作。但他并不像别的老人那样真的窝着不出门了，他坚持每天楼下锻炼身体，练大雁功，那是从前住对门的邻居教给他和钱钟书的。再后来身体不大允许了，他就每天在家里走动7000步。同住一个院子的人开玩笑说他能活120岁，他听了以后说，活那么久太苦了。这话说得多么豁达、从容又睿智。确实，太老了，人跟着身体受辱。他作息规律，每天凌晨1点左右才休息，可是6点钟就起床了，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习惯晚睡。他饮食清淡，并不吃什么高级补品。他跟别人说，好东西从前都吃过了，没那个欲望，清淡朴素的菜式正好合适。他将人生比作一场去火的修炼过程，人间的千种辛酸、万种磨难，都是淬火的过程，就是要将我们千锤百炼，然后才能温润如玉，从容回家。正如他2005年的时候，一场病住院，他就一直在思索走到人生边上这个题目。他知道自己确实到了人生的边缘了，到了该准备收拾行李，打扫好人间的战场，朴素干净的回家的时候了。他追问人生的意义，追问人生的价值。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当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他就这样追问自己。在100岁的时候，他每天思考这样宏大艰深的形而上的问题。他又说，我今年100岁，
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这位世纪老人，文化老人，在准备回家前，在面对铺天盖地的荣誉时，他留下来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既有温暖人心的老实话，也有冷峻睿智令我们警醒万分的箴言。我不要求过多，只愿他们一代代求得的智慧能积累下来，至少一脉流传，别淤塞，别枯竭。只求他们彼此之间能沆瀣一气，和谐一致，大家同心同德，把这个世界收拾得完整些，美好些。可是当今的一代比起过去的一代，1万人又有1万个心，说起来倒是目标相同，却为了救济世界，造福人类。可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伙自封的英雄豪杰，一个个顶天立地，有我就没有你。请瞧吧，古往今来，只见你挤我，我害你。个人之间是人与人的互相倾轧，大家永远停留在彼此排挤、互相伤害的阶段上，能有什么成就可说呢？他们活一辈子，只在黑暗中挣扎，我又何苦为他们操心呢？这段话看起来是对人间和人性失望，但其实却是一颗慈悲心，悲天悯人，是看透了人性中的弱点，看透了世间犹如蛇颈，互相倾轧，个个想踩着人往上爬。然而还是宽宥这样的我们，对这样的我们仍然保有希望的同情。2016年5月25日凌晨1点，这位朴素了一辈子的优雅老人，在洗净尘世的污秽后，从从容容地踏进了生命河流的彼岸世界。他走了，异常安详，人间最后的我们仨也跟着没有了。一时间，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海内外众多热爱他的人无不感到哀伤。我们都早已想到了这一天，因为人的生命毕竟有限，何况他年事已高。但是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大家还是有些吃惊，怎么竟是这样快？仿佛他一走就将一个时代最后的雅致带走了。他活着就是文化的活化石，他走了，此后我们只能从文字里想象那种风度。也许唯一令我们感到些许安慰的是，他和钱媛、钱钟书再也不会失散了，我们仨将再次团圆。在那里，他还是那个妈咪娘，爱整洁，而他们依旧是一对淘气的哥们儿，给他添乱，也给他快乐。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传奇，太多的磨难，如他所说，一生坎坷。然而他从来都是怨而不怒的风度，真正做到了温柔敦厚。他和钱钟书之间美好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也成为世间的一个标本。他这样写道：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3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
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洋将，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钟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这是一位100岁老人生命中最后的独白。在他说了这番话的1年后，他便悄然地离开了这个令人爱恨交织却万般留恋的世界。他生前曾翻译过这样的话：我一生最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他说他也是这样的人。他又说，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